与此同时，樊玉的大本营近些日子的江北发展颇为迅速，江北四地因被一条大江所阻，原本不变的贸易，因为樊玉高铁的打通，这些日子变得极其活络。而在希望岛上，陈凡在沙滩上打造了一个临时营地。陈凡坐在城墙上，有些疲惫地靠在椅子上，远眺天边，思绪渐渐飘远。他和魏魏今天修了一天的海底隧道，但距离雷雨海域还是有很长一段距离。要想打通前往新大陆的海底隧道，估摸还得2个月的时间。天色渐黑，但永夜还未彻底降临。他能依稀看见远处那宛如天堑的雷雨海域，看不见尽头，近乎将整个世界隔绝了一般。据王麻子所说，雷雨海域里的鬼物极多，漂浮在海面上，而且并不是出现在黑夜里。少爷，瘸猴望向远处的雷雨海域，有些迟疑道。你说这个雷雨海域会不会将整个永夜大陆都包裹了进去？有这可能。陈凡轻点了下头，实际上可能性并不小。瘸猴停顿了一下后继续道：按照王麻子的说法，雷雨海域里的鬼物都极其痛苦，像是在忍受折磨一样。那会不会是这个雷雨海域是永夜大陆的一种防护屏障，保护着永夜大陆，阻拦其他鬼物冲进雷雨海域？有可能。陈凡再次轻点了下头，他所了解的信息太少了，怎样都有可能。他唯一知道的是，永夜大陆岌岌可危，情况不是很好。这个事情从这么久以来都无人来江北便可得知。那位离开，江北防线无人看守，这么久了，竟然无人前来查看，从这点就能证明前线战事已经极其吃紧了，后方岌岌可危也顾不上了。这个时候，他不能将希望寄托于任何人，他只能靠自己。瘸猴低声嘟囔着，自言自语着：如果是消灭了新大陆的那批鬼物，打算来攻击永夜大陆被困在雷雨海域里，那至少应该走的时候带走鬼石才对，不至于将鬼石散落在那里。那雷雨海域到底是什么呢？这个境地又是怎么形成的呢？陈凡坐在椅子上，端起滚烫热茶，轻抿了一口后，才望向远处那被黑夜渐渐笼罩的雷雨海域。他有点想在雷雨海域里打造一个通天柱，以雷雨海域上的那电闪雷鸣，估计不到1盏茶的功夫就能填满吸收进度。只是大概率通天柱承受不住这种雷电强度，可能会被直接劈毁。时间一点一点流逝，很快来到近3月后，如今已经是永夜历379年8月底，已迎来酷暑，距离樊玉诛杀鬼王已经过去半年之久，马上就要迎来新一轮雨季了。海底隧道的进度比他们想象慢得多。海底，魏魏有些气喘吁吁的在海底深处的岩石里不断挖掘，陈凡面色沉重的紧随身后，布置着铜管，挖掘速度比以前慢了无数倍。此地地质极其坚硬，哪怕以魏魏的手段挖的也极慢，况且如今他们的位置正处于雷雨海域的海底正下方，他们正在从海底以一个偷渡的方式尝试绕过这片无论对人类还是对鬼物都属于绝对禁地的地方。停！陈凡突然低喝一声，魏魏也瞬间停下前爪。只见前方那块被挖出来的岩壁后方，墙壁上浮现着无数个散发着微弱光芒的白色线条，那是阵法纹路。这一路上他们已经遇到很多个了，解决办法就是绕开。魏魏熟练的调转方向，尽可能的绕开这个阵法。在雷雨海域的海底最深处的地底岩石里，藏着无数个阵法。这些阵法并不大，远远没有鬼王突破的血祭大阵规模大，但数量极多，几乎每挖掘一段距离就能遇见一个。他询问过魏魏，魏魏说可以破，但需要消耗不少时间。于是他选择了绕道而行，不是为了节省时间，而是连魏魏都难以拍碎的大阵，肯定不是什么低级阵法，说不定就雷雨海域真的是保护永夜大陆的。他破坏了这个阵法，雷雨海域失效，大量被囚禁的鬼物涌进永夜大陆，他的江北防线尚未打造完成，他承担不起这个后果。无论这个阵法是什么效果，暂时不要去破坏为好。继续，陈凡眼睛里布满红血丝，声音沙哑的紧盯手里的鬼皮地图，继续下令。这几个月为了赶进度，他几乎没怎么睡觉。就在这时，魏魏突然一个趔趄，有点没收助力，重重撞在隧道前段。先是一愣，但很快有些兴奋的转身望向陈凡的低吼了一声：干得漂亮，魏魏！陈凡笑了起来，前方的岩石终于没有那么硬了，这也意味着他们已经离开了雷雨海域，正式来到了新大陆的海域。他望向手里的鬼皮地图上的一个巨大白点，那个白点便是新大陆。他们到了，他们成功穿过了雷雨海域这个境地。出发！他咧嘴笑着望向鬼皮地图，指向前方。直挖新大陆，越过其他海岛登陆。王麻子他们也没有亲自踏上这个新大陆，只是通过数个海岛上的情况推测出这个新大陆可能已经被途径，具体是什么情况，王麻子也不知晓。他是第一个踏上这个新大陆的人类，或者说，在这个新大陆灭亡后，第一个踏上这个新大陆的人类。终于，又耗时1月，隧道突然以一个90度垂直的仰角不断上升，从隧道变成了深井。随着魏魏快速挖掘，轰！当土层碎裂，久违阳光洒下来的那一刻，陈凡才从地底钻出来。钻出来后，第一时间尚未来得及观察周围情况，几乎眨眼间，瞬间布下一个鬼火，以及一座长宽各10米的城墙瞬间拔地而起。城墙的等级已经来到夸张的6级，樊域内目前都没有一堵城墙是清一色6级的。这种级别的城墙，鬼王来了，全力攻击也只是在挠痒痒。4堵拔地而起的30米城墙，几乎瞬间挡住了他的视线。虽然造价并不低，但他完全没有一丝心疼，甚至再次站在营地中心，望向城墙四周，快速在城墙上方打造了总共20座满级式神炮塔。在做完这一切后，他才屏住呼吸，耐心聆听着。城墙外只有飒飒风声，除此之外显得极其安静。低头望向营地
地内这块被他圈出来的区域，满是鬼谷和散落的鬼石，无人捡取。一段时间后，确定没有其他动静后，他才带着魏魏登上城墙，站在城墙上。陈凡双手扶着躲墙，俯瞰着远处，身子渐渐僵在原地，眼里满是震撼。良久后才呢喃着：“这得死多少人啊！”他所处的位置是新大陆的边缘，海滩位置没有沙砾，由奇形怪状的礁石所组成的海滩，看不见大陆的尽头。此处登陆的位置是一览无余的荒原，地形很像江北荒原的地形。一眼望去，满地的鬼谷和鬼石散落在地面，时不时随风翻滚。那些原本是鬼物尸体，只不过随着时间流逝，变成了鬼谷。偶尔荒原上一处沙砾被吹起，还能露出藏在下面的鬼谷。可想而知，不仅仅地表，地底可能埋藏着更多鬼谷和鬼石。除此之外，他视线停留在荒原上那数条蔓延不见尽头的防线上，一眼望去，足足7条，每条防线相距不到100米，近乎贴在一起。当然，此时这些防线上的城墙早已彻底倒塌，只能从今日的废墟推断往日的辉煌。他的视线停留在数百具极大的鬼谷，他身下的这座城墙是6级城墙，30米高，已极其雄伟。但那些巨大的鬼谷，哪怕已经死去，尸体倒塌在地面上，高度也足足有10数米高，可想而知，正常状态下足足有数十米高。这种高度的鬼物率领一众鬼物发起攻击，先不说威力如何，光是心理震慑层面就抢先一步。陈凡面色复杂地站在城墙上，俯瞰着眼前这一幕。他曾亲眼见过上古江北防线的最后绝唱，那是从不灭天师留下的预简里所看到的，那是他见过最惨烈的战争，也是见过规模最大的鬼潮，比他在雨季里经历过的鬼潮规模要更大。但在那片战场中，他并未见到如此巨大的鬼物，可想而知，这里曾经经历过的战斗要比上古江北防线更加残酷。陈凡带着魏魏走出城墙，前往最近的一道防线，踩过一根根鬼谷，站在城墙废墟。城墙极宽，从废墟可以看出来，这城墙足足有30米宽，30米宽。他身后的6级城墙是10米宽，城墙上已能跑马车。他不知道30米宽的城墙是几级城墙，但他想肯定比6级城墙等级要高，可能是8级城墙，又或是9级城墙。他低头望向脚下碎裂的残骸，那是一门炮塔的残骸。他看不出什么炮塔，但能看见炮塔残骸上那已经有些模糊的纹路，好像和城墙废墟上的纹路是一致的。他一路向前走，来到第1道防线废墟的最高点，站在上面望向后方6道废墟。在7道防线内，大量鬼谷和鬼石散落在地面上，而在更远的7道防线外，已渐渐不见鬼谷和鬼石。显而易见，鬼潮突破了这7道防线，一马平川的驶向大陆深处，开始屠戮，已无人能再挡这些鬼潮。他大概猜到这些城墙的等级了，或许是10级，也就是满级城墙。这也是为什么要打造7道防线，而不是集中所有资源打造一堵更强的防线。城墙的满级或许就是10级，可倘若连10级城墙都挡不住鬼潮，那活下去的希望又在哪里？又或是10级城墙后的条件过于苛刻，这个大陆的建筑师不仅仅无法将城墙升至11级，甚至都参悟不到升级条件是什么。也有可能是升至11级城墙的所需花费的资源实在太多。无论那种可能，可以确定的一点就是，这7道防线是比上古江北防线更强的防线。任何一堵防线放在上古江北防线的位置，在上古时期江北都不会沦陷，但在这里7道防线一道也顶不住。随后他没再过多停留，而是转身回到临时打造的营地，从怀里掏出传音符，吩咐了几句，一则命令下达出去。樊玉所有收到命令的人都开始忙碌了起来，而陈凡则是站在营地内，快速扩建这个营地面积。与此同时，希望岛上瘸猴面色认真地站在原地，望向眼前一众猴子，高吼道：“全体看齐！”下一刻，这些猴子纷纷不断踩着小碎步，身子挺直，排列整齐地站在一起。不错，瘸猴满意的点了点头，将一个装满卤煮的瓷缸摆在猴王面前，拿下去给你的猴子猴孙分了，吃饱后好上路。吱呀吱！正兴奋的猴王突然愣在原地，抬头望向瘸猴，眼里闪过一丝恐惧和慌乱。吱呀吱呀乱叫，是换个地方干活，不是让你们上路。瘸猴撇了撇嘴，吃饱后就上车，我将会和你们一起前往新大陆，等候少爷的吩咐。吱呀！这回猴王听懂了，兴奋的吱呀叫了起来。樊玉沉寂许久的王麻子再次开始清点伤阁人手，准备踏上高铁，通过海底隧道前往新大陆。诺！王奎望向不远处天苍阁成员，正在将大包小包的东西依次搬上一辆极长的高铁内，望向站在旁边的王麻子感慨道：“玉主要的东西都在这里了，这次危险系数高吗？”王麻子眉头一挑，笑了起来。玉主没和你说这次行动的具体内容？没说。王奎摇了摇头，只让我好准备好对应的东西，让你一起带走。那没事了。王麻子咧嘴笑了起来，是好事儿，危险程度也有，但不算特别高吧？干我们这一行的，遇到点危险都很正常，死了算命不好，只要活着回来就是大功。行了，走了，等我下次回来。别！王奎打断了王麻子，别说这话，你一说这话，我就感觉你离死不远了。行，走了。王麻子也没墨迹，摆了摆手，走了。很快，一众商阁成员登上高铁，带着塞满几节车厢的资源驶出樊玉，并一路驶向港口。在检查放行后，才以近乎垂直角度驶入深井，并在海底深处的海底隧道内，以极快的速度朝新大陆疾驰而去。他们头顶上是数亿吨的海水，身下是世纪规模工程——樊玉海底隧道。今日正式发车，当一辆辆高铁返程之日，便是江北防线建成之日。掠夺是最快获取资源的手段，而比掠夺更快的是，继承一个被覆灭大陆的所有资源，全部用来建设属于樊玉自己的防线。新大陆海滩边，那座被陈凡命名为新大陆1号据点的城池，此时正在夜色中散发着淡黄色的光芒。此时夜幕降临，永夜降临了这座被屠尽的新大陆，无穷无尽的黑暗笼罩了整个大陆，只有这座城池散发着如鸡蛋壳般的坚韧黄色光芒。
光芒。陈凡站在城墙上，眼睛眯起望向城墙外，他在等有没有鬼物袭来。他不确定这座大陆永夜降临后有没有鬼物，但至少直至现在没有一个鬼物袭来，甚至他都没听见黑夜里有鬼物的动静。目前看来，这座大陆可能真的没有鬼物了。一座处于寂静中的无人大陆，城池内数百只猴子正在安安静静的快速捡取城内上的鬼尸和鬼骨，并整整齐齐地堆积在一旁，准备等商阁成员抵达后，再将这些东西放在高铁上运回去。繁育商阁成员已经全部休息了，只有那些猴子还在不知疲惫的忙碌。大半天的功夫，已经将城池内地表上的鬼骨和鬼尸全部挖掘起来了，已经将2辆高铁装满运回繁育了。陈凡走到安置在新大陆1号据点的仓库内，取出商阁带来的亚骨和海苔，走到一旁那座1级载具工坊面前，准备升级。他得为商阁找一个能在大陆行驶速度较快的交通工具，看看载具工坊升级后能不能有。如果实在没有的话，就只能依靠骷髅马了，就是探索进度会慢不少。在多次升级后，面前突然弹出一则面板：载具工坊升至4级，请选择升级方向。1. 略微降低载具制造时间。2. 略微降低载具制造费用。3. 略微降低载具耗能，新增可打造载具。高跷可在陆地单人驾驶，在通过一些复杂地形时有不错的效果。打造所需100枚鬼石，这是他打造的第2个载具工坊。高跷，一个听起来没什么用的载具，只有在极其特殊的时刻，或者是极其特殊的地形条件下才能用到。没过多停留，随便选了第1个升级方向后，载具工坊继续升级，消耗1万枚鬼石，升至5级，出现了可打造载具巨龟，消耗2万枚鬼石和1块亚骨，升至6级，出现了可打造载具海船，消耗5万枚鬼石和1块海苔，升至7级，出现了新增可打造载具潜海船，可在不超过1000米的海底行驶，自带鬼火和简易炮塔，船体拥有相当于2级城墙的防御强度，打造所需1万枚鬼石。陈凡眼睛微微眯起，载具工坊升至7级后，多出了潜海船，这个相当于是潜水艇了，可在海底行驶。自此丰富了繁育的载具类型，也大幅增加了探索范围。1000米深，这是一个靠人力几乎无法抵达的位置，说不定能在海底找到很多天才地宝。不算深海，像江北临海的深度都没有1000米深，只不过暂时没用。他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在陆地上速度超过骷髅马的交通工具。他望向升级条件，升至8级，所需10万枚鬼石和2株海苔。陈凡嘴角微微抽了抽，他好不容易攒了11株海苔，本来以为能用很长时间，结果升至8级需要2株，虽然有些肉疼，但也没犹豫，他将海苔攒下来，就是用在这种关键时刻继续升级。很快，面前弹出一则面板，新增可打造载具非洲，周长70米。宽20米，自带鬼火并可自定义炮塔，且舟体拥有相当于3级城墙的防御强度，打造所需10万枚鬼石。陈凡愣在原地，半晌后才咧嘴笑了起来。就是这个，这就是他想要的载具，为商阁探索准备的完美载具。下一刻，在消耗了10万枚鬼石后，无需其他任何材料，载具工坊轰隆隆地运作了一炷香。载具工坊的大门敞开，无数木板从大门内飞出，并快速组装成一座巨大的非洲，悬浮在低空中。这是他打造耗时最久的载具，这还是他升级方向全部选择减少打造时间的缘故，不然会耗时更久，但值得。陈凡望向面前的这艘非洲，从洲头至洲尾足足70米的长度，一眼望去极其霸气，比海船都要更大。上洲的方式只有一个，就是绳梯。甲板距离地面还是有一定高度的，他又不会飞，只能走绳梯。走上甲板后，他巡视着船舱内各个区间，眼里满是满意。做完这一切后，他带着王麻子一众人来到旁边那艘非洲面前，简单介绍了一番后，陈凡转身朝木屋走去。不行了，他真得好好睡一觉，这几个月真的快给他累疯了。陈凡已经离去了，当瞠目结舌的王麻子一帮子人反应过来时，已不见陈凡人影。但随后，在王麻子咧嘴笑着挥臂高吼上洲时，一众商阁成员也兴奋地顺着绳梯爬上非洲。很快，非洲缓缓升空，在空中调转了方向，俨然一个庞然巨物，以极快的速度朝不断越过一道又一道废弃的防线，朝新大陆尽头驶去。然而在飞行了一段时间之后，王麻子突然愣在原地，望向远处地面上那一条废弃的防线，突然有些激动地急促道：“把非洲降下去，去那里看看，有非洲就是好啊！视野开阔，这么快就又发现一块新的古战场了。”很快，非洲缓缓落在这片古战场中心地带，这里只有一条防线，一眼望去，无数沦为废墟的建筑和满地的鬼石和鬼骨。王麻子低头踹了几脚距离他最近的白骨，没有一丝血肉，也不是被风干的，像是被秃鹫之类的生物啃噬的。目前他几乎没见过其他生物，感觉好像不仅仅人类被灭绝，其他生物也被灭绝的差不多了。王麻子低头将此地标记在手里的鬼皮地图上后，没有继续停留，非洲直直升空，再次踏上探索之旅。他们负责探索，开采这个工作会由其他人来完成。不得不说，有非洲后方便多了。新大陆1号据点，陈凡正站在载具工坊门口，打造巨龟和海船。将打造数量输入进去后，他便走到临海位置，站在海边，远眺海面上那数百个较为密集的海岛，密密麻麻，就像是一块被打成稀碎的完整大陆。每座海岛上都有不少鬼石和被摧毁的防御工事。下一刻，在消耗了1000枚鬼石后，繁育第2座港口建设在了新大陆。接下来，这数百个海岛也在开采计划中。做完这一切后，他再次回到据点城内。就在这时，高铁出口突然传来嗡嗡声，一辆高铁缓缓停靠在了出口处。少秋和齐月两人走下高铁，身后还带着大量身穿繁育编外人员服饰的繁育成员。狱主少秋左右扫了一眼，视线在那群忙碌的猴子上
上古怪停了一眼后，才找到站在原地的陈凡，急忙大步走上前，面色认真道：“接到命令后，我和齐越带人连夜启程赶来，共带来了1268名繁育边外人员，他们都是第一批招收的边外人员，还算可信，都是筛选过的，基本不会出什么问题。”陈凡拄着翡翠手杖，站在原地望向一行人，随后向少秋轻声道：“待会儿你和齐越还有魏伟将在巨工坊生产出来的海船搬至巨龟后背上，然后运到港口。做完此事后，少秋你跟我一起回去，齐越你负责管理这批人，让他们开采那数百座海岛上的所有鬼石、鬼谷等天材地宝。”明白。齐越如往常一样高冷的轻点了下头。时间缓缓流逝，新大陆的工作差不多已经走上正轨了，他得回去了。陈凡驻足看了一会儿后，才转身走下城墙，朝高铁站走去。走吧，少秋，回家了。瘸猴留在这里，负责总调度。很快，陈凡在和瘸猴嘱咐了几句后，便离开了新大陆1号据点。不久后，樊玉在听完望奎的汇报后，陈凡又马不停蹄利用开采来的资源，打造了一条长达14.8公里的5级城墙。陈凡站在城墙上，望向面前这条如长龙般的城墙，内心成就感不禁涌起，但紧跟其后的就是心疼。这条城墙足足消耗了他5268.8万枚鬼石，5000多万啊！他是打造爽了，但樊玉仓库几乎瞬间空了，原本装满鬼石的几个仓库就剩下60万枚鬼石了。但随后他还是忍不住笑了起来。上古江北防线的城墙等级是4级，此时他这道城墙的等级均是5级，他很期待雨季降临了。随后，陈凡转身走进营地，开始继续升级。虽然只剩下60万枚鬼石，但升级一些基础建筑足够用了。他接下来要升级的将是鬼火。在消耗了500枚鬼石后，鬼火被升至6级，面前弹出一则面板：鬼火升至6级，安全范围增加至直径2000米，对鬼物的威慑感得到加强，请选择升级方向：1. 降低营地范围内炮塔的使用消耗；2. 增强对鬼物的震慑；3. 略微降低农作物的成熟时间。几乎没有丝毫犹豫，陈凡便选择了第一个升级方向，继续升至6级，无需特殊天材地宝，但升至7级就需要了。升至7级需要消耗1000枚鬼石以及鬼草、七星草等天材地宝任意一个。他当即传音王奎，询问仓库里是否有储备相关天材地宝。王奎答有。很快便看见王奎从旁边的仓库里一路小跑出来，手里捧着一个盒子，盒子里装着一株叶瓣上长着7颗星星的灵草。挺好，陈凡轻笑着，看来这些日子樊玉收购天材地宝的计划已经颇有成效了。他为什么收购那么多暂时用不到的天材地宝？为的就是这一颗。在1000枚鬼石和七星草砸下去后，营地内的主鬼火成功被升至7级，鬼火升至7级，安全范围增加至直径3000米，对鬼物的威慑感得到加强，请选择升级方向：1. 营地范围增加至直径5000米；2. 增强对鬼物的震慑；3. 略微降低农作物的成熟时间，升至8级需要消耗3000枚鬼石以及黑魂虫、狗花等天材地宝任意一个。依旧选第一个，5000米的直径范围。如今樊玉的主鬼火已经可以将整个无名山都笼罩进去了，有吗？陈凡偏头望向王奎，道出一连串天材地宝。有的，有的。很快，王奎再次拿着4个盒子走了出来，在3000枚鬼石和黑魂虫丢进去后，鬼火成功升至8级，鬼火升至8级，安全范围增加至直径8000米，对鬼物的威慑感得到加强，请选择升级方向：1. 营地范围增加至直径1万米；2. 增强对鬼物的震慑；3. 略微降低农作物的成熟时间，升至9级需要消耗5000枚鬼石以及黑魂虫、狗花等天材地宝任意2个。很快，再次砸下5000枚鬼石和2个黑魂虫天材地宝后，面前再次弹出一则面板：鬼火升至9级，安全范围增加至直径15000米，对鬼物的威慑感得到加强，请选择升级方向：1. 降低营地范围内炮塔的使用消耗；2. 增强对鬼物的震慑；3. 略微降低农作物的成熟时间，升至10级需要消耗1万枚鬼石以及海苔、山苔等天材地宝任意一个。他选择了第一个升级方向，营地范围已经来到了直径1.5万米，这已经比江北城都要大了。原先的鸡蛋壳变成一个巨大的鸡蛋壳了。望向升级方向，他撇了撇嘴，仓库拿个海苔给我，都用了这么多天材地宝，也不差这么一个海苔了。顺便看看鬼火的满级效果是什么。很快，当海苔和1万枚鬼石投进去后，这座繁育主鬼火被升至10级，且面前弹出一则面板：鬼火已升至10级，已升至满级，无法再次提升。获取满级效果君临天下。你的鬼火将会从黑夜中吸取能量，每日无需鬼石维持。当你在一片大陆所有区域都点亮鬼火，将获得特殊奖励，君临天下。陈凡眉头一挑，咧嘴笑了起来。鬼火升至10级后，每日维持鬼火需要1000枚鬼石的开销，虽然他能承担得起，但能免费自然是最好的。免费的谁不喜欢？与此同时，营地范围面积也来到了直径2万米。至于后面那句话，他直接无视了，将鬼火布满一整个大陆，点亮所有区域。先不说他得有多大的能力，能做到这个手段。升至10级可是需要海苔的，死海至少得做到一胎生个1800个，他才能搞到那么多海苔，打造这么多鬼火，啥奖励能补齐这么大成本啊？他直接无视了这句话，反正现在没戏，等以后有能力了再看看要不要拿这个奖励。鬼火已经打造完毕，并升至10级，那条长达14.8公里的城墙开始在荒原快速移动的将整无名山乃至樊城、西阳城、
港口全部笼罩在其中，形成了一片巨大的城墙，每一堵城墙均20米高。樊城内一众商会此时已经站在城门口，望向荒野上的景象，懵逼在了原地。还有越来越多的人得到消息，从樊城内走出来。陈凡并没有瞒着他们，实际上这又不是海底隧道，这么大的工程，想瞒住所有人实在是有些困难。药王谷少谷主齐峰站在樊城门口，满脸茫然地望向远处，那范围巨大，将江北荒原一大片区域都笼罩进去的城墙，那城墙至少得是4、5级了。他没见过这么高的城墙，是他知道雨季快来了，各家势力都在为雨季做准备，樊玉也为雨季做准备，他可以理解，但你这准备是不是太过分一点了？他发誓，他这辈子没见过可以移动的城墙，你城墙都能移动了，这合理吗？再联想到刚才樊玉对外放出招收5万边外人员的消息，齐峰面色不由微动，越想不对啊，这哪是防雨季啊？怎么给一人一种马上就要开战的感觉呢？不行，得快点回去，将消息告诉父亲。父亲这些日子赚钱赚得正开心的呢。樊玉明显知道一些他们不知道的内幕。此时陈凡正乐呵呵地坐在城墙上，欣赏着自己的杰作。除了仓库内鬼石空之外，没什么不好的。而且伴随着鬼火被升至满级，成为樊玉第9个满级建筑，马上就可以领取拥有10个满级建筑的奖励了。是神炮、农田、地次、运灵阁、生活工坊、噬魂雕塑、吊篮、桥梁、鬼火，还有哪个建筑可以升至满级呢？他低头思索着。就在这时，周末兴冲冲的一路小跑至城墙上，有些期待地望向陈凡。狱主，我于昨日成功突破至5王了，也是10成淬体的。我有庆功宴吗？陈凡沉默在原地，嘴角抽了抽，良久后才无奈道：有的，今晚我给你开个小型庆功宴，咱们几人聚一聚，吃顿饭。5王，10成淬体的5王，多稀罕的词啊！这要是以前确实值得开个庆功宴，但现在樊玉高速发展，5王虽然稀有，但对樊玉即将面临的大战，可以说基本上起不到什么效果。但他也不好打击周末的积极性，这家伙刚好他也好久没正儿八经吃过一顿饭了，这段时间风餐露宿的，那真不是人过的日子。行，周末虽然有些遗憾不是王麻子那种大型庆功宴，但还是满意的咧嘴笑了起来。与此同时，药王谷谷主眉头紧皱，坐在茶室内，他不断翻阅着这些日子关于樊玉的蛛丝马迹消息，实在是想不到樊玉要这5万人到底去要干嘛。樊玉编外成员每月的月钱可是都有20枚鬼石，这5万人每月的月钱就是100万枚鬼石，疯了！这么多月钱，你干哪行才能回本啊？父亲，一旁的药王谷少主齐峰突然有些迟疑道：有没有可能樊玉在无名山附近发现了鬼矿，用围墙围起来后招人准备挖矿？药王谷谷主微微一愣，随后才释然地松了口气，倒还真有这个可能。樊玉好福气，能用5万人开采的鬼矿，规模肯定不小，说不定能产出1000万枚鬼石。这样子的话，这5万人用1个月等雨季过后再逐出樊玉，确实能回本，那就没事了。吓我一跳，我还以为江北突然变成永业前线了呢。只要不是开战，什么都好说。仅只是过去一夜，外界关于樊玉的信息就发酵出了数个版本，有要南下攻打关西平原的，有挖鬼矿的，还有用人命献祭，就像血祭大阵一样布阵用的。毕竟江北陈家就有这先例，江北陈家的老家主可是曾在江北城布下了一座大阵的。若非陈凡处理得当，江北城所有百姓就都被献祭了。议论纷纷，不久后夜已深，不少人都已经入睡，但樊玉内却极其热闹，一辆辆高铁不断在港口往返。第一批被纳入的樊玉编外人员已经踏上高铁，驶进海底隧道，驶向新大陆的方向。时间飞逝，10几日过去，距离雨季仅有数日。狱主城墙上，陈凡站在樊玉20米高的城墙上，俯瞰着城墙内自己这些日子打下来的一片基业，听着耳边王奎的汇报。后勤阁、白骨阁、天仓阁3个部门联手，已招纳5万人整运往新大陆，并已全部正式开始投入开采，相关后勤物资也已准备妥当。陈凡轻点了下头，视线从樊城上掠过，又望向西阳城港口，最后停在了无名山上，望向无名山顶端那座通天柱，良久后才轻笑了起来。这些都是他这1年打下的基业。一年前，他在江北荒原被肉鬼潮近乎摧毁了老营地，被迫搬至无名山。1年后，他已在江北荒原打下了一片江山，这个曾经江北最贫瘠的地方，此时俨然已经成为江北4地最繁华的地方，人来人往，好不热闹。长达14.8公里的城墙，一眼望去根本看不见全貌，将整个樊玉都围在其中，为樊玉提供最坚实的庇护。良久后，他才突然轻声道：王奎，你知道那位离开前的任务就是镇守江北，此时距离海底鬼潮登陆只有3年。正常来讲，江北防线是一道极其重要的防线，应该有人来填补这个缺口才对。但1年过去了，无人前来，我一方面不希望有人来，我担心他们会觊觎我的樊玉；另一方又希望有人来，否则就意味着永业前线处于随时崩溃的状态，已经顾不得后方了。那样的话，有很大可能我们樊玉要独守永业大陆。王奎停顿了一下后才开口道：如果一直保持这个发展速度的话，3年后我们或许真可以试试独守永业大陆。陈凡有些无声笑了起来。这1年樊玉有很多机遇，其中最大的就是新大陆的发现。除此之外，江北4地所储备的鬼石也被他大肆吸收，怎么可能年年都有这么多机遇？他是真希望永业前线能撑久一点，就算守不住，也多给他留一点发育时间。樊玉目前尚未真正成长起来，还需要时间。他没再说话，而是翻身上马，继续在城墙上开始按个布置式神炮。前些日子仅打造了城墙，暂时没有鬼石打造炮塔了。这10几日，新大陆那边鬼石源源不断送来，樊玉的鬼石储备已经再次来到了4779万枚，足够布置火力配置了。他这10几天的从新大陆的收益，都抵上他这1年从江北4地掠夺来的鬼石了。但倘若没有这1年的积累，就算发现了新大陆，他也去不了，也更无法开采。他
他将这道14.8公里的繁育城墙命名为雨季防线。这道防线3年后会融入江北防线。随后他望向永业领主面板上其中一个可打造选项——防空炮。这是绿色品级的城防建筑，和氏神炮是一个品级的。消耗了100枚鬼石后，一门防空炮被打造了出来。这门防空炮的外貌有些特殊，并不是一门炮的形状，而是像光棱塔一样，高约5丈，通体呈翡翠绿，顶部并非尖顶，而是一朵向上绽开，由12片弧形翡翠制造成的花蕾，基座布满暗红色的纹路。陈凡眉头轻挑，望向面前这座形状怪异的防空炮。防空炮的效果是可超出营地范围，攻击空中的生物。伴随着营地内的主鬼火被它升至10级，营地范围扩大的同时，营地高度范围也扩大。此时营地高度来到了数百米高，从原先一个小鸡蛋壳变成了一个大鸡蛋壳。此时永夜已经降临，在黑夜中散发着淡黄色的光芒。是神炮虽然不是防空炮，但炮口是可以上扬的，也就是说，倘若敌人进入繁育上空，并且飞行高度在数百米内的话，无需防空炮，是神炮就可攻击。但倘若敌人飞得高了点，超出营地高度范围，那就需要防空炮。至于永夜降临，鬼火外一片漆黑，就算高空中有敌人，他该如何知道？这个时候就得有请哨塔登场了。晚点去升级下哨塔。升级，在消耗了200枚鬼石后，面前这座防空炮被他升至2级，面前弹出一则面板。防空炮升至2级，该建筑升级并无升级方向可选，每次升级威力都会得到提升，也无法通过其他手段获取任何升级方向。和是神炮一样，一口气升至10级，中间没有任何材料需求。面前再次弹出一则面板，防空炮升至10级，已升至满级，无法再次提升，获取满级效果天女散花。激活该效果时，攻击将会变得极其分散，在对应数量极多的飞行敌人有奇效。与此同时，面前弹出一则面板，你成功将建筑防空炮升至满级，获得满级效果天女散花。防空炮图鉴已被点亮，建筑图集已点亮10个满级建筑，获得一个蓝色品级的福袋；点亮20个满级建筑，将获得价值更高的奖励。蓝色。陈凡望向面前永夜领主弹出来的面板，神色微微严肃。很快，一个福袋落在他手中，蓝色品级的福袋，这是他第一次获得蓝色品级的物品。无论这里面开出什么，对他来讲都是如今繁育里品级最高的东西。呼，他轻吐了一口，将这个做工极其精良的福袋装进怀里，准备回繁育再开启。是的，等会儿就开启，因为这1年里，繁育又收购到了一个运哨，开福袋专属，继续打造。防空炮他并没有打造太多，而是打造了148门，每隔100米安置了一座，总共消耗了他550万枚鬼石。至此，雨季防线的火力配置基本已经打造完毕。不过在离去前，他试着开火试了一试。和是神炮不一样的是，防空炮通体由翡翠打造，呈深绿色，看起来真的不像是一座炮塔，更像是应该摆在博物馆里的艺术品。下一刻，一座防空炮被激活，12朵翡翠花瓣被瞬间同时点亮，紧接着花蕊处向上喷发出一道持续光柱，光柱呈翡翠绿色，越来越多的鬼物近乎一瞬间从传送阵里钻了出来。一眼望去，足足有数十万个鬼物从繁育空中的五角光芒大阵里钻了出来，直至一头体型巨大的鬼物从传送阵里最后浮现出来，神情狰狞且兴奋地在狂风暴雨里高吼着：“繁育，受死！”声音近乎响彻这个江北上空。这一幕带给繁育一众成员的压迫感极强，所有人几乎都僵在原地，眼里闪过一丝惶恐。王从天降，愤怒狰狞，这是他们所有人心目中的感受。很多繁育成员都亲眼见过鬼物，但当数十万头鬼物悬浮在你脑袋上空时，距离地面也就几百米的位置，乌泱泱一片，带来的那种压迫感是和面对其他鬼物完全不同的。甚至有的繁育成员在见到这一幕，已经双腿一软，下意识瘫在了地上。完了，狱主打造了雨季防线，却没想到敌人会从天而降。然而很快，空中那头神情且狰狞怒吼着的巨大鬼物感觉到自己身体并未处于下坠状态，有些下意识的疑惑道：“哎，怎么没掉下去？我身子怎么动不了了？”王身旁一头鬼王，此时声音已经有些发颤的俯瞰着下方那长达14.8公里的雨季防线，颤声道：“那是5级城墙，升级方向清一色选择了净空，此地全面净空。”话音落下，这头刚才还兴奋率军袭来的大鬼，巨大的身躯瞬间僵在了原地，面色煞白，只感觉此时好像浸泡在一团极其粘稠的沼泽里，哪怕使出全身离去，也无法动弹。完了，好像完了，不对，是真的他妈完了。他不应该用天阵的，应该用人阵的。他妈的，他们的消息只有数日的滞后性而已，但就数日，繁育怎么就他妈搞出来这么大一片的5级城墙？还是他妈围起来的？站在雨季防线城墙上的陈凡，此时嘴巴无意识的缓缓张大，抬头望向空中那被净空领域束缚在空中的数十万头鬼物，难以置信的愣在原地，久久没有缓过神来。他想过敌人的进攻手段，都没想过敌人会从天而降。他的城墙净空，敌人是飞不过他的城墙的，所以他完全没想过这种进攻方式。只是他真不知道，还有阵法可以让鬼物从天而降，数量还真不少啊！陈凡半晌后才回过神来，呢喃着，一眼望去，密密麻麻的，足足有数十万头。虽然大部分都是低级鬼物，但也已经是一股极其恐怖的鬼潮了。若是直接冲击雨季防线，还真不清楚结果如何。毕竟他不知道这个体型巨大的鬼物是什么实力。至于现在，他不需要知道这些鬼物实力如何了。下一刻，安置在长达14.8公里雨季防线上，740座满级式神炮和148座满级防空炮依次被点亮。刹那间，原本灰蒙蒙的城墙上突然多出近1000个被点亮的炮塔，宛如漫天灰雾突然多出繁星点
点点翻，而这些被点亮的炮塔开始缓缓调转炮口，将原本对准城墙外的炮口不断上扬，以大仰角直直对准梵域上空那些将在空中无法动弹的大量鬼物。完了完了！如深陷沼泽拼尽全力也无法动弹的大鬼，眼底深处闪过一丝恐惧，有些歇斯底里的拼命高吼道：“陈凡，陈凡，别杀我，别杀我！我给你做内应，3年后海底鬼潮登陆，我帮你打他们。陈凡，留我一命，条件你开。”则站在城墙上的陈凡望向响彻江北上空的求饶声，突然笑了起来。会求饶的鬼物有点意思，还是第一次见。留一命，他可以养一头异兽，但可从没想过养一头鬼物。740座满级式神炮，148座满级防空炮开始缓缓冲能。下一刻，无数光柱划破夜空，雨季来了。不过这次下的是血雨，让这漫天血雨洒遍江北，让梵域目血腥生。一枚炮弹从是神炮炮管如离弦之箭般射向悬浮在空中的鬼巢，那是由猩红能量聚成的炮弹，一眼望去，摄人心魄。轰！无声的爆炸在空中响起，没有声音，但仿佛又震耳欲聋般，炸开的猩红炮弹将自身所携带的威力全都释放出去。瞬间，周围鬼物便化作粉碎，只有猩红血雨从空中洒下。但紧接着溢出的能量如血液藤蔓般，以极快的速度朝周围鬼物笼罩而去，几乎瞬间便清空一片鬼巢。这是神炮的天道赐福效果，溢出伤害会朝周围蔓延而去。而这仅仅只是一发740座满级式神炮齐齐发射，而加在其中的148座满级防空炮，如烟花般在空中炸开的翡翠光柱，给这份由鲜血和灰雾组成的主旋律加了一份格外的色彩。雨季降临，大鬼率军如期袭来，所有梵域成员此时都怔怔地僵在原地，抬头望向头顶这一幕，久久未回过神。他们看见了人生最大的一个场面，数十万头鬼物如待宰羔羊般悬浮在空中，根本无法动弹，被迫遭受着火炮洗礼。鬼物数量在不断快速减少。我不服！皮糙肉厚又躲在人群里的大鬼，此时还有半条命，但看起来也已重伤濒死，满眼不甘地怒吼着：“人类误我！什么狮子搏兔，上用全力！狗屁！狗屁！全是狗屁！如果他坐镇后方指挥，如果他不身先士卒，如果没有那么多如果了。但凡有任何一个如果，他都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可惜他没有。下一刻，数十道猩红炮弹直直朝他冲来。大鬼此时也放弃了挣扎，看向那数十颗猩红炮弹，又低头俯瞰远处站在城墙上的陈凡，声音中满是怨毒，如癫狂般放声大笑了起来：“你也会死的！当鬼潮真正袭来那一刻，会在黄泉路上恭候你的到来。”声音戛然而止，数十发猩红炮弹将他彻底笼罩进去，整个身躯庞大威风一时，手下拥有足足4头鬼王手下的大鬼，就这样化作血雨和漫天雨雾融为一起。雨还在下，如灰雾的暴雨笼罩了整个江北，很快便将地面上的血液全都洗刷干净。战争结束了。陈凡从年初知道雨季可能会有大鬼袭来后，就一直为此做准备，做了足足1年的准备，就为了抵御大鬼的入侵。但世事难料，他也没想到这个大鬼会率军从天而降。陈凡站在城墙上，全程目睹了这场令人心神向往的血雨，很美，极具美感。狮子搏兔，上有权力，人类误我。站在城墙上的陈凡重复了一遍大鬼临死前说的话，也没撑伞，就站在城墙上，任凭漫天暴雨敲打在自己身上，笑了起来。人类还有一句话叫杀鸡焉用牛刀，也有姜还是老的辣，你学明白了吗？随便拽个词就拿来用。随后，陈凡才望向灵魂深处的永夜领主面板，在雨季来临前，他获得了一个蓝色品级的建筑转生塔，效果很简单，但凡是用领地范围内的建筑所杀死的敌人，将会彻底死亡，没有一丝复活的可能性。大鬼临死前说我们会再见的，他本以为或许对方有复活的手段，然而转生塔面板上清楚地浮现着一行字：以扼杀意外因素0，说明这个大鬼压根就没有复活的手段，单纯是在放狠话，我们会再见的。陈凡不由轻笑着重复了一遍这句话，他突然很好奇，自己如果临死前放狠话会放一句什么狠话，至少他觉得这句狠话有点不够狠。梵域再次忙碌了起来，一众梵域成员在各自队长的指挥下，开始迎着倾盆大雨清理着战场。就在这时，脚下城墙突然传来一道微弱的撞击声，陈凡身子前倾探出脑袋，才发现在城墙根部有一个猴头鬼正在卖力地敲击着城墙，只是城墙连一丝粉屑都未脱落。陈凡默默地望向这一幕，他1年前在老营地见过，只不过当他是比较狼狈，而现在望向这熟悉的一幕，他突然有些怀念1年前的雨季。渐渐的，越来越多的鬼物从永夜里走向灰雾，又从灰雾冲出城墙下，将整个江北防线渐渐围了起来。老朋友挺多啊！陈凡站在城墙上，默默地俯瞰着下方这一幕。是神炮并没有启动，这一发炮弹价格可不便宜，就这些零零散散的鬼物，打一发下去包亏本的。突然，陈凡眉头轻挑，望向从灰雾里走出来的数十个手持白色灯笼的鬼物，这他也熟悉，吊丧鬼很厉害。如果最后不是杀死了吊丧鬼头目，让所有吊丧鬼都随之身亡，他都会死，那是他经历过最大危机之一。下一刻，距离这批吊丧鬼最近的一门式神炮身上的纹路被缓缓点亮，一团猩红能量组成的炮弹刺穿暴雨，落在吊丧鬼中间。轰！这次有声音了，地面震动的声音响起，大量猩红能量如蟒蛇般开始四处弹射，在杀死吊丧鬼的瞬间，溢出的伤害朝四周快速溢去，将聚在城墙下的鬼物瞬间清空了一大片。陈凡面色微微古怪地望向下方那片惨烈的景象，和他想象的不一样，他想象的是神炮的溢出伤害瞬间清空分裂后的吊丧鬼，结果吊丧鬼压根没有分裂，成粉末了。他望向永夜领主面板上的转生塔详细信息，果不其然，多了一点变化：以扼杀意外因素
48转生塔竟然可以遏制分裂，分裂算复生，被营地范围内城防建筑所杀死的生物将彻底魂飞魄散，无法复生。片刻后，陈凡站在暴雨中，长呼了一口气后，才笑了起来，朝城墙下走去，准备回无名山。就在这时，灵魂深处的永夜领主面板突然有一个建筑在不断闪烁着黄光，陈凡心有所感，停在原地，朝这个建筑望去。观星台，梵域唯一奇观建筑观星台，这个因为沉寂太久，已经快被人忘记的建筑，在今夜开始不断发起预警。该建筑效果是可观测一大片区域的鬼潮动向。果不其然，约莫1炷香之后，风来了，大批如潮水般的肉虫鬼从永夜里穿过灰雾，不受控制的朝城墙上直撞来。噼里啪啦，阵鞭炮声不断响起，绿色的粘稠液体不断炸开，腐蚀性极强的液体开始腐蚀城墙。只是腐蚀性液体被雨水冲淡了，压根腐蚀不动。祭坛全程未被触发，5级城墙仅只是矗立在江北，便如天堑般。陈凡站在城墙上俯瞰着下方这一幕，默默欣赏着一枚枚鬼石伴随着肉虫鬼的自爆跌落在地面上，散落的绿色粘稠液体。另外一边，新大陆依旧是热火朝天的工作状态。瘸猴正坐在新大陆1号据点城墙上清点今日开采出来的鬼石数量，下意识抬头望向前方，突然微微僵住。永夜降临，正常来讲，他看向外面只能看见极致的黑暗，除此之外什么都看不到。但他下意识抬头的时候，却发现在黑暗中有一条不见尽头、极长无比的幽绿光芒，那个方向正是雷雨海域的方向。瘸猴面色微变，快速从海里掏出传音符，将这件事情一五一十的汇报上去。最后犹豫了一会儿后，又补充了一句：“少爷，雷雨海域开始散出一些幽绿色的光芒，不知道是什么，但看起来并不像是封印解除，没听见有什么特别大的动静。恰好是江北雨季降临的时候，雷雨海域开始散发这种光芒的，我怀疑两者可能会有一定联系。”与此同时，新大陆深处悬浮在空中的非洲王麻子独自一人站在非洲边缘，望向前方，他看见远处地面上有一个巨大无比的坑，那个坑看起来并不是自然诞生的，而是被轰出来的。他计划准备天亮后近距离去观察这个天坑是什么。这一夜，新大陆那边不少梵域成员已经进入梦乡了，而梵域这边则是很多人都辗转发测，难以入睡。尸块已经清理完毕了，异宝鬼石什么的也都收集起来，缴了上去，工作已经完成了。只是今夜雨季降临后，漫天烟花那一幕令他们久久难忘，迟迟无法入睡。而在梵域无名山1号洞穴的城墙上，陈凡正听着耳旁王奎汇报那波鬼物掉落的收获，他一边听着一边打量着手里这枚鬼石，4级鬼石，仅此一枚便价值1万枚鬼石，这是他第一次见这种品级的鬼石，从那只大鬼身体里挖出来的。不错，他打量了一会儿后，将这枚鬼石放在怀里收了起来，不打算入库了，留下来当收集品，他挺喜欢。除此之外，王奎站在一旁汇报着，还掉落了不少异宝，所有异宝均已入库，等狱主你去查看。其中那头大鬼临死前，鬼气化作了2个异宝，光芒最盛。言罢，王奎将手里的2个异宝呈了上去。陈凡眉头忽皱，这2个异宝足以顶得上数百个白色品级的异宝，2件异宝均是黄色品级。第一件异宝是一块石头，老朋友了。异宝名称：天道石，异宝品级黄色，异宝效果。作用在任意建筑上，可让该建筑拥有一个天道赐福效果，且可生效在营地名下所有同类型建筑上，仅可作用在满级建筑。不错，陈凡笑了起来，将天道石塞进怀里，琢磨着待会儿用在哪个满级建筑上。至于另外一件异宝，则是一个特殊类异宝，看起来像是棉花糖一样，如同云朵般，摸起来软软的。不同的是，通体呈黑雾色。异宝名称：劫云，异宝品级黄色，异宝效果。劫云可安置在营地内，消耗鬼石，劫云会小范围集中降雨，并伴随电闪雷鸣。陈凡眉头微微皱起，若有所思地思索着，是个可以控制天气的异宝，品级虽不高，但光是能控制天气这一点就非同寻常了。虽然只是小规模降雨，但也很有用了。坐在城墙上的他，抬头望向无名山悬崖墙壁上，永夜已经将通天柱笼罩，但在漫天雷声中，他能清楚地看见通天柱的进度条正在快速增长，已经来到17%了，估计要不了几天便可来到100%。而这个劫云便可以在非雨季的时候为通天柱充能。这个异宝的品级强不强，主要得取决于通天柱强不强。另外一边，永夜大陆深处，谭希坐在地上的中年男人缓缓睁开眼，抬头望向黑暗深处，他感觉到有人来了。那位，一道有些深沉的声音突然在黑暗中突然响起：“你已被困此38年了，还是不愿意回答吗？真的只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对你没有任何害处。”正在闭目修炼的中年男人闻声突然笑了起来，他听得出来对方有些着急了，语气中夹杂着一些急促。看来永夜前线战况对于你们鬼族来讲并不乐观，是有点。黑暗中的声音也没否认，坦然承认永夜前线的防守极其森严，很难冲进去，但要不了多久了。人力中有限，鬼族其实并没有你们人类想象的那么暴虐，我们只是想要一片栖息之地而已。但如果你能告诉我那座大陆的位置，我们鬼族可以放弃进攻永夜大陆，前往那座大陆，这样对我们都好，不是吗？呵，中年男人轻笑了一声，也不言语。黑暗中的声音沉默了许久，或许是觉得自己太过强硬了，又变得有些低声了起来。你身上没有永夜大陆的天道烙印，我知道你不是永夜大陆的人，你来自其他大陆。在此之前，鬼族从来不知道这个世界除了永夜大陆，还有第2处大陆。你给鬼族带来了新的希望，你很特殊，我们杀不死你，但我们知道你会因寿命流逝而死。你想一直被困死在这里不成？中年男人突然
然笑了起来。38年了，你们就没有朝外探索过？这永夜对你们可没什么限制。永夜是没限制，但永昼有限制。鬼物白天倘若出现在太阳下，无论何等实力，都会被灼烧致死。也就伟人鬼能在黄昏时出现在永夜大陆。黑暗中的声音有些愤愤道：这些年，鬼族派出无数大鬼，以各种手段尝试渡海前去海的尽头，死了不知多少大鬼，但看见的只有一条不见尽头的雷雨海域。不小心被卷入，会一直深陷其中，无法挣脱，饱受折磨之苦。我们怀疑那条不见尽头的雷雨海域，甚至将整个永夜大陆都笼罩了起来。派出去的那些大鬼，若是派遣至正面战场，说不定已经攻入了。则中年男人再次笑了起来，认真低头拨弄着身旁吞天鳄身上的鳞甲，随意道：别美化你没走过的那条路，说不定结果会更差呢。至少你们看见了雷雨海域，怎样，风景不错吧？见中年男人完全没有开口的声音，黑暗中的声音沉默了许久后不再讲话，缓缓离去。中年男人盘膝坐在地面上，继续认真拨弄着吞天鳄身上的鳞甲，只是神情渐渐恍惚飘远。他不是永夜大陆的人，或者准确的说，他不是人，他是机缘巧合之下形成的特殊产物。整个世界像他这种产物，大概也只有他一例了。他已经没有家了，如今他唯一的执念就是尽自己残躯所能，尽可能庇护住永夜大陆。结果或许是差的，但他尽力了。老大，在那黑影走后，趴在地面上的那头体型较大的吞天鳄才瓮声道：你真的不会死？当然。中年男人轻笑着：怎么做到的？因为中年男人停顿了一会儿后，才轻声道：在很久很久以前，我就已经死了，现在处于一种什么状态，我自己都不知道。不过如今的我比以前多了些感情，也多了些思考能力，感觉也还不错。老大，你实力那么这么强，以前是怎么被人杀死的？没人杀我，没人杀你。老大，你怎么死的？我自爆了。自爆。趴在男人脚边体型巨大的吞天鳄眼中闪过一丝憧憬。那像老大你这样的实力，自爆的威力一定很大吧？当然。中年男人笑了起来，用一种极其夸张的语气比划着双手，有这么大呢，足以将永夜大陆炸沉，厉害！吞天鳄完全没感觉到中年男人是在以一种夸张的语气去讲，反而是极其钦佩的向往道：大丈夫当如此。噗呲，中年男人摇了摇头，忍不住笑了起来。这些年有这两条吞天鳄陪在身边，他感觉自己笑的次数明显比以前多了许多。只是停顿了半晌后，还是复杂的低声道：没你想的那么豪气，我是在即将落败时被迫自爆的。说起来其实是有些狼狈的，那肯定也给予了敌人沉痛一击吧。当然，敌人一点好处没落到，那就足以了。也就是吞天鳄的前爪比较厚重，不太适合比大拇指，不然此时这头吞天鳄肯定要比划出一个大拇指来。中年男人笑了笑，没再讲话，渐渐沉默了下来，思绪渐渐飘远。他有点想家了，可惜他的家已经没有了，他也再回不去了。没人能穿过那片雷雨海域，除非出现不合理的奇迹。天亮了，在永夜大陆，永夜如潮水般退去，太阳渐渐升起时，新大陆的永夜也随之退去，太阳也随之升起。从非洲船舱里走出来的王麻子站在甲板上，望向远处那个不见尽头无比巨大的深坑。因深坑面积过大，导致如果不从空中俯瞰望去，都很难看出来这里是个坑。这里就是他们今日的探索的目标。天亮了，可以出发了。非洲从空中一路逼入深坑，前进的距离越深，他们能看见的深坑全貌就越多，直至距离永夜降临还有半个时辰，他们终于来到这座深坑的最中心处。他们足足飞了1日才飞到这里。甲板上的王麻子小心翼翼地嘱咐身旁手下，他俯瞰着下方深坑，根本不是那种自然形成的地貌，伴随着高度渐渐降低，深坑的细节也映入眼帘。那坑壁并非粗糙的岩层，而是呈黑曜石般的琉璃质感，极其诡异。终于，非洲落在深坑底部，深坑周围什么都没有，没有鬼骨，没有鬼石。王麻子小心警惕地走出非洲，站在深坑底部扫了眼四周。别说，虽然看起来感觉不结实的，但这一脚踩下去还是极其结实的。两两一对，四处探索。此处已和梵域失联，等探索完毕后，他会将消息传回梵域。3日后，坐在城墙上的陈凡眉头微微皱起。王麻子已经失联3日了，也不知是否遇到了什么危险。此时距离雨季已经过去3天了，新大陆那边的开采工作一切正常，就是王麻子已经失联很久了。失联前的最后一则消息是说准备去探索一个深坑，如今一直未归。就在这时，新大陆那边的传音符将消息传了回来，说王麻子一行已经返程了，所有人平安归来。但王麻子有些虚弱，像是被饿的。陈凡这才轻松了一口气，活着回来就好。等王麻子缓一下，再询问遇到了什么事情，怎么还能被饿到虚弱的。随后他才望向安置在无名山顶部的通天柱面板，可在雨季吸引闪电，并将能量聚集起来，需要时爆发出去以御敌或作他用，攻击范围可超过营地范围，升至下1级，所需1万枚鬼石，目前储存进度100%。在昨天夜里，这根通天柱已经储备进度已经达到100%了。他准备去看看威力如何。很快，95龙辇冲出雨幕，来到无名山顶端。此时通天柱的进度已经达到100%，面前也多出一则面板，面板上是江北荒原的俯瞰盖图。他望向面前这幅悬浮在自己面前、不断缓缓闪烁的半透明地图，试探性的轻点江北荒原一处。下一刻，眼前半透明地图上突然浮现出一行猩红字体：坐标已选定，是否发射？发射！陈凡顿时在原地，眼里满是懵逼。通天柱的面板写得明明白白，可储
储存雷电之力，并御敌。他本以为会像是光棱塔那样爆发出雷电攻击，结果发射这2个字眼是什么意思？他视线停留在通天柱面板上的那行小字，攻击范围可超过营地范围。良久后，他才深吸了一口气，再次看了眼自己选定的位置，那里是江北荒原的荒地，距离繁域雨季防线足足有10几公里。这个位置绝对不会有人，没人会在雨季里跑到这里来。不对，陈凡从怀里掏出鬼皮地图，仔细扫了一遍，在确定江北荒原没有一座鬼火处于燃烧状态时，才放下心来。他有点怕炸到人，他抬起手指按向面前半透明地图上的发射2字。就在这时，无名山顶的地面突然开始缓缓震动，面前这座数百米高的通天柱也同样开始快速高频震动。不是吧？陈凡喉间微微滚动，眼中闪过一丝难以置信，没有丝毫犹豫，钻进95龙辇，朝一旁快速逃去。数息后，仿佛最后冲刺般，地面狠狠地震动了一下，紧接着他看见了那根巨大的数百米高的通天柱，雕刻在通天柱表面的纹路从通天柱底部开始点亮，快速向上蔓延，眨眼间整根通天柱的纹路都被彻底点亮，在雨幕中显得极其刺眼。下一刻，当通天柱表面纹路的光亮来到最巅峰时，通天柱的外壳开始快速脱落并碎裂，重重落在无名山底部，露出其中一根已经悬浮在空中、较为细长、约莫10几米高的通体笔直的圆形柱子。此时，这个破壳而出的圆形柱子整体晶莹剔透，宛如云吞般，能依稀看见有无数闪电在柱子内不断疯狂游荡乱窜，而在柱子尾端，无数正在喷涌而出的雷电为这根圆形柱子提供推力，柱子开始升空，速度越来越快，直至飞入云层消失不见。但很快，他再次看见了那根圆柱子，已经在10几公里外，正以一种大仰角的架势，爆发出极快的速度，直朝地面俯冲而去，携毁天灭地的威势刺穿雨幕，直撞向地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蓝，一种极致纯粹的蓝，夹杂着一丝丝惨白色，无数闪电在10几公里外的雨幕里炸开，冲天而起。紧接着，他听见了震耳欲聋的雷声，比雨季里的雷声更重，像是积攒了许久的雷声终于爆发出来一样。陈凡走出95龙辇，有些恍惚地看了眼远处炸在雨幕里的无数狂暴闪电和旁边不远处洒落在地面上的通天柱残骸。他是真没想到，这个所谓的发射是将整根通天柱发射出去，他以为只是发射雷电的，所以这个巨大的通天柱仅仅起到一个蓄力的作用，真正储存的地方是核心那根较小较窄、晶莹剔透、半透明的圆柱子。没有停留，陈凡乘坐95龙辇从无名山上飞下去，直奔通天柱的目标地点而去。没多久，陈凡来到了这个10几米宽的深坑面前，已经过去有一段时间了，现在还能看见有残留电弧在深坑表面不断闪烁，不应该杀的。他站在95龙辇上，望向面前这个边缘闪烁着雷弧的深坑，突然后悔杀死那个大鬼了，当时就应该囚禁在空中的，这样他就可以试试这个吸满雷电的通天柱能不能对大鬼造成威胁了，能不能再来个大鬼让他是失手啊？这些战斗经验都需要有鬼物来配合他才能知道繁域各个建筑的具体威力。回去没有丝毫犹豫，陈凡立刻再次朝无名山赶去，他要像那群猴子般在无名山上种满通天柱。这哪是什么通天柱啊，这分明是万里巡航导弹。一炷香后，陈凡出现在了繁域港口位置，看了眼四周，略微满意的点了点头，这里不错。他画出一大片区域后，在这里打造了一个通天柱，并消耗了45.5万枚鬼石后，他将通天柱升至了10级，这也是通天柱的满级。面前缓缓弹出一则面板，通天柱升至10级，已升至满级，无法再次提升，获取满级效果满目疮痍，威力提升。这是繁域的第11个满级建筑，不过他还是第一次见如此直白的满级效果，一个满目疮痍，一个威力提升，够直白的。他望向面板，这根被他升至10级的通天柱，总进度是1万分之0，总进度1万。1级通天柱的总进度是100，10级通天柱的总进度是1万，也就是说威力相当于得到了100倍加强。当然，同理，储能时间也增加了100倍。在雨季里，他花费了3日将一根1级的通天柱进度填满，按照这个进度来算，填满一个10级通天柱需要300天，雨季30天，也就是10年。10年，陈凡渐渐沉默下来。虽然通天柱10年后会成为一个大规模的杀伤力武器，但3年后海底鬼潮就要登陆了，他还指望通天柱可以在海底鬼潮大亮相吗？他等不了那么久。不过他突然又笑了起来，好巧不巧，他刚获得了一个名为劫云，可以控制局部天气的异宝，可以大大增快储能时间。具体储能多快，他还没做实验，这个得等雨季结束了再做。先打造通天柱再说。很快，在消耗了455万枚鬼石后，他打造了10根满级通天柱。下一刻，他从怀里掏出劫云扔在空中，眨眼间，这个小巧的劫云升在空中后开始快速变大，劫云内有不断弧形闪电闪过，开始降雨，并时不时劈一道闪电。在做完这一切后，陈凡才望向眼前这一幕，满意的点了点头。劫云的覆盖面积不小，完全可以将这10根满级通天柱安置进去，并且还能再塞下4、5根的样子。这片区域打造满级通天柱，至于这片区域外面就不打造满级通天柱了，充能不满的打造大量刚好3年后充能满的就可以。终于，很长一段时间过后去，陈凡站在原地，双手叉腰，有些微微喘气的望向面前他打造的大量通天柱，满意的笑了起来。3年后便是这批通天柱启动之日。不错，陈凡满意的点头咧嘴笑了起来。他很喜欢这个建筑，通天柱这名字有点不贴切。他单手撑着下巴思索道。片刻后，他很快做出决定，满意点头道：“就叫繁域巡航导弹吧。”就在这时，陈凡怀里的传音符发烫，里面传来缺喉有些慌乱的声音：“少爷。”王麻子身子差不多恢复正常了，但神情
情有些惊恐，像是撞见鬼了一样，说要亲自当面给你汇报，现在就要坐高铁回梵豫。陈凡眉头微微皱起，听起来像是遇到什么大事了一样。再次看了眼自己部下的那批通天柱后，大步朝港口走去。新大陆，陈凡走下高铁后，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他并没有第一时间去找王麻子，而是站在新大陆1号据点的城墙上，望向外面，看了一圈后，才望向身旁的瘸猴。走吧，去找王麻子。很快，瘸猴在前方带路，来到一个水井旁，然后无奈地望向王麻子那明显不太正常的精神状态，便先离去，将空间留给王麻子和少爷两人。陈凡望向趴在水井边缘望向井底的王麻子，眉头微微皱起。王麻子状态确实有些不太对，他上次离开新大陆时的时候打造了不少水井，用于补充淡水。此时王麻子就这样趴在井边，望向水底，像是中邪了一样。他单手拄着翡翠手杖，走至旁边桌前，拿起茶壶给自己倒了一碗茶，又倒了一杯茶给王麻子送去，站在王麻子身边轻声道：“王麻子，我来了，有实话慢慢说，你现在有点失态了。”话音落下，身体明显还在虚弱状态的王麻子突然转身望向陈凡，双手颤颤巍巍接过茶碗，眼眶里闪烁着泪花，颤声道：“狱主，我成天到了。”噗！陈凡刚送进嘴里的茶水一下没忍住，全喷在王麻子脸上。数息后，陈凡才深吸了一口气，将茶碗放在一旁，缓缓捉在井边，沉默许久后才轻声道：“可是遇到了可以制造幻境的鬼物，你将前后过程全都讲一遍。”天道，这太扯了，8成是中邪了。好，或许是被喷了一脸茶的缘故。王麻子此时也显得冷静了不少，开始陷入回忆。3天前，我率领商阁成员遵狱主令前去探索新大陆深处，发现了一个极大的深坑。我们足足飞了1天，才落到深坑中心。深坑内的地面是黑曜石一般的琉璃感，像是遇到巨大冲击后形成的。落地后，我就让商阁成员2两1队四处探寻。但就在这时，我突然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吸力从地底传来。下一刻，深坑中央地面突然多出一条裂缝，将我吸了进去。当我再次睁开的眼的时候，出现在一个地底深处的岩壁洞穴内，周围没有任何缝隙。但奇怪的是，我呼吸却正常，而且没有感受到任何异常感。我醒来后，第一时间尝试用传音符联系地面上的商阁成员，但却无法使用。不是距离过远，是根本无法激活。洞穴岩壁不大，什么都没有，空无一物。就在这个时候，我在墙上看见了一行雕刻出来的文字，不是我们认识的文字，就像是小孩涂鸦一般乱画的。但我在看见那行文字的时候，立刻进入了一个可能是幻境的地方。我的思绪飘在空中，飘得极高极高，俯瞰着整个新大陆。王麻子停顿了一下后，身子再次忍不住站立起来，颤声道：“那应该是数千年前我们所在的位置。7道蔓延数千公里的防线，宛如天堑一般矗立在海岸线，而在墙后有好多人正在不断运输各种物资。在防线外是遮天蔽地的漫天鬼物，数量好多好多。与此同时，我看见新大陆各个区域都在同时遭受大批鬼潮冲击。我不知看了多久，我看见新大陆一点一点沦陷，一盏盏鬼火熄灭，永夜渐渐覆盖了整个新大陆，直至仅剩最后一片区域，只有少部分人类还躲在城墙后做着最后的反抗。我看见鬼潮里出现了一头鬼，那头鬼足足有数十米高，3头6臂，每一个手里都握着一柄巨大的锤子。那个巨大的鬼物抬头望向我，声音很大，几乎响彻天地。他问我是否愿意成为他们鬼族的天道。我甚至能清楚地看见他的视线在落在我身上。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这个可以俯瞰整个大陆的视角是天道的视角。我嘴巴张合，想要开口讲话，却一句话都讲不出来。我身子像是不受控制一样，最后看了眼被永夜渐渐吞噬的新大陆，突然发出笑声，紧接着便炸了。巨大的爆炸，刺骨的疼痛传遍我的体内。我被疼昏过去的最后一眼，是巨大的爆炸在平原上炸出一个深坑。与此同时，大量七彩光芒从爆炸中心瞬间朝新大陆涌去。那个3头6臂的鬼物第一时间化作血雾，所有触碰到七彩光芒的鬼物都化作血雾，连同仅存的人类也一同化作血雾。距离新大陆较远还未登陆的鬼物，则是慌不择路的朝远处的雷雨海域涌去。而七彩光芒在触碰到雷雨海域时便顿时散去，只有小部分鬼物冲进雷雨海域里侥幸逃生。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出现在了非洲上。商阁成员说找我找了3天，最后在我消失的位置，也就是深坑中心找到了我，然后正在带我返程。我清醒后，第一时间就想将这个消息告诉狱主你。或许是将话都说完了，原本有些惶恐的王麻子，此时也变得轻松不少。天道这个词对于王麻子这种土生土长的江北人来讲，那就和神明一般，光是听见这个词就有些惶恐了，更别提是带入到天道的视角去。陈凡面无表情地沉默在原地上，久久不语。他听明白了，王麻子并不是成为了天道，而是进入了新大陆天道的视角，近距离观摩了新大陆最后一战的场面，就像他当时拿到不灭天师的玉简，看见了上古时期江北最后一战一样。这是很正常的手段，不正常的是他的视角是不灭天师，王麻子的视角是天道。陈凡沉默许久后，才面色复杂地望向王麻子，轻声道：“麻子，那天道自爆所诞生的笼罩整个新大陆乃至附近海域的七彩光芒，既然能诛杀所有鬼物，威力自然不弱，而那雷雨海域却能稳稳挡住这种自爆威力，甚至还能为部分鬼物提供庇护，足以说明这雷雨海域的恐怖。你能跟我讲讲你是怎么做到在雷雨海域来回跑了2趟的？”王麻子愣在原地，此时也才反应过来，他好像干了一件非常离谱的事情，挠着后脑陷入回忆思索了许久后才迟疑道：“就那样过去了。雷雨海域里虽然雨大风大，
一直电闪雷鸣，但雷电也不会劈海船，雷雨海域里的鬼物也不会攻击海船，只要运气好点，不被海浪卷走，船不翻就过去了。陈凡沉默着没有讲话。如果真有这么简单就好了，他估计王麻子应该是运气极好，刚好误打误撞的走到了雷雨海域里唯一的一条生路，还来回都恰好走到。良久后，陈凡才拍了拍王麻子的肩膀，轻笑道：“放轻松，你只是以天道的视角看了新大陆最后一场战争而已，不至于太惶恐。不过樊玉得发展的更快一点了，免得永夜大陆的天道觉得前线可能撑不住了，也效仿新大陆天道直接自爆，就有点糟糕了。”王麻子点了点头，和狱主说完后，他感觉心里舒服了不少。随后，他将记录着古战场位置的地图交给陈凡，事情便告一段落。随后，让魏魏乘坐非洲，和商格一起踏上探索之旅。不过，这次的目标是王麻子刚探索完毕的那座深坑。魏魏全程趴在非洲上，稀奇且兴奋，感受着这种飞在空中的感觉。但在行驶3日，视线已经能渐渐看见深坑轮廓后，他那灯笼大小眼睛里的笑意突然渐渐僵住。他此时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千万别发现地精。这要是发现地精了，得挖多久啊？但当非洲落在深坑边缘时，魏魏急爪子下去，望向后爪上那重重一块的地精，又抬起扁扁脑袋望向那不见尽头的深坑范围，眼里第一次人性化的浮现出了绝望。这里真的有地精，而且有大量地精。嘿！众人从非洲走下来，站在深坑边缘，个个极其兴奋。商格在新大陆上发现了大批地精，又是一大功，每个人都很激动。只有魏魏呆呆的僵在原地，茫然的望向远处，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回去，王麻子深吸了一口气后，迅速下定决心返程，亲自和狱主汇报。此事甚大，必须当面汇报。又是3日后，此时陈凡早已回到樊狱，处理这营地内的事务。就在这时，他怀里的传音符突然微微发烫，是王麻子。狱主，我们和魏魏在那个深坑下发现了产量巨大的地精。陈凡眼睛亮起，笑了起来，一片无主大陆就是好啊，根本无需纷争，默认全是他的，这是好事儿。商格有功，但是我们目前的主要开局手段是魏魏，除了魏魏没有太好的开采手段。魏魏现在的精神状态处于有些懵逼状态，要想全部开采出来，怕是得耗上个近10年功夫。陈凡嘴角抽了抽，他给这事儿忘了，一个天道自爆炸出来的坑，肯定小不了，让魏魏一个人去挖，那确实是个铁饭碗了。魏魏基本上半辈子都得搭在这个深坑里，慢慢挖吧，挖到天荒地老。你等会儿。他切断了和王麻子的传音后，又联系上在樊狱天气阁内的赵生平。赵生平，问你个事儿，用地精打造的锄头能加快挖掘速度吗？能。传音符里的赵生平回复的斩钉截铁，但声音里还是夹杂着疑惑。当然能，地精是很不错的材料类天材地宝，用地精打造的锄头肯定能加快挖掘速度，但是这属于暴殄天物了。知道了。陈凡再次挂断了和赵生平的传音，重新联系上了王麻子。你安抚下魏魏的情绪，告诉他不需要全部挖掘完毕，只需挖一部分就可以，以后有时间了慢慢挖。时间在这样的宁静中很快一点点过去，20天转瞬而逝，伴随着阴云散去，雨季结束了。雨季结束的第一天，江北再次缓缓恢复了往日的热闹。陈凡拄着翡翠手杖站在雨季防线的城墙上，望向久违的晴空万里，俯瞰着远方江北荒原，轻笑着没有讲话。雨季结束了，这1个月内，樊狱在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下发展的极快，新大陆那边的开采进度也很喜人。雨季结束后，江北樊狱开始在关西平原各个势力之间流传了起来。这其中，对江北樊狱信息了解最大的是屠仙圣地。屠仙圣地的圣主此时正默默地坐在茶桌前，望向手下递来的一份份情报，嘴角不断疯狂抽搐。10几年前，他得知那位离开无名山，被困于某处，并在无名山内留下了可培育雪莲花成熟的大阵。本着无主之物，有缘者居之，天与不取，反受其咎的道理，他就派人去了，亲自派遣由于宁儿带队，潜伏在距离无名山最近的江北城里江北陈家，待无名山成熟的第一时间，就立刻摘取。完美计划。他甚至还派出了少秋，那个曾经在关西平原创建了弑神殿的家伙，再加上其他一行人。然而，就在上次雨季的时候，于宁儿的命牌碎裂，其余一行人的命牌也已彻底碎裂。至于少秋，应该也死了。屠仙圣地没有少秋的命牌，他就知道这行人是凶多吉少了。不过他也没再派人去无名山，毕竟拾取无名山雪莲花的这个任务，在屠仙圣地的评级并不算特别高，不值得再派人去了。他甚至都快忘记这个事儿了。直至最近突然听到樊狱的崛起，狱主陈凡便是当年江北陈家驱逐出去的私生子。屠仙圣地的圣主坐在茶桌前，开始捋着这其中的逻辑关系。他得判断樊狱和屠仙圣地到底有没有仇，应该没仇吧？陈凡被驱逐出江北陈家，这事儿可不是他授权的，他有点惧怕樊狱。良久之后，屠仙圣地圣主长松了一口气，笑了起来。逻辑捋清楚了，应该是没仇，那些事情应该也算不到屠仙圣地头上。就在这时，茶室门被推开，又是一则消息被送到茶桌上。樊狱暗阁阁主名为少秋，他脸上的笑意缓缓僵在原地。少秋竟然没死，还加入樊狱了，这回是不是就有仇了？不对，这也不能算有仇吧？他是囚禁少秋不错，但少秋潜入他屠仙圣地，他囚禁一下不过分吧？再有仇，也是少秋和屠仙圣地的仇，不能将樊狱拉进来吧？他低声嘀咕着。坐在一旁全程面无表情的大长老早已对此习以为常，这就是圣主的办事风格，他已经习惯了。又过去3日，雨季结束后，寒风从江北刮向关西平原，伴随着这道寒风的还有樊狱。几乎一夜之间，关西平原不少人就已经知道江北崛起了一个神秘的势力，名为樊狱。而在屠仙圣地旁边的凡人城池内，少秋正带着暗阁成员坐在城池内最高一座茶楼的最顶层包厢内，透过窗外望向不远处的那座山峰，眼里满是
是跃跃欲试。这座山峰上便是屠仙圣地。8年前，他尝试潜入屠仙圣地，以失败告终。如今，他修为早已突破武王，来到14级，而且手里还有地精打造的专武和夜行衣。他非常想再试一次，能不能潜进去？可惜这次是身负任务，需要前往关东平原，不能随意尝试。走了，他放下手中茶杯，走出包厢，朝楼下走去。他的任务是去探查关东平原的海岸防线情况，需要一路南下，尽可能探查到足够多的相关信息，然后在今年雨季前返回樊玉进行汇报。又过去了1个月，少秋一行人连续奔波数日，终于来到了镇鬼关，屁股蛋都快裂成2半了。少秋有些嘟囔的从骷髅马上跳下来，望向前方的镇鬼关。过了这里，便是关东平原了。镇鬼关是个防线废墟，走，找个地方歇息下。他牵着骷髅马大步朝一家废墟下的站点走去。来，几位爷这边请。招待他们的小二颇为热情。小二将少秋几人引进客栈，又挤眉弄眼道：“那个几位爷要玩点啥？找点乐子不？”少秋有些无奈的叹了口气，这里的人确实服务不一样，一个临时歇脚的地儿还和青楼抢上生意了。你们要玩吗？给你们找2个，你看看你们喜欢年轻的还是年龄大的？这位爷，你误会了，我们这里没有那些，不是那种玩法。那是什么玩法？几位爷，你们随我到后院来，走去看看。很快，一行人在小二的领路下来到后院。很快，一阵阵嘈杂声便传来。后院一个台上的8角龙边上，近100个人围在台下打气助威。龙内2头鬼物正在不断龇牙咧嘴的向对方发出恐吓。2头鬼物身上已满是鲜血，伤痕累累，显然已经处于濒死状态。几位爷，这叫鬼斗，你们可以在开始前压住，认为哪头鬼物会赢。小二在旁边开口介绍道。而少秋已经彻底懵逼在了原地，抬头望向头顶那悬空的太阳，这也不是黄昏啊，龙内的也不是伪人鬼。狱主让他来看关东平原战况如何，现在看起来关东平原频频告捷啊，鬼物都抓来决斗了，就这架势，已经马上要反攻了吧？永夜尚未降临，你们这鬼物是什么情况？他彻底懵了，他这辈子还真就从没见过这一幕。嘿嘿，小二有些得意的笑了起来。全天下独一份，整个永夜大陆你找不到第2个有鬼斗的地方。我们这里不少客人可都是从大老远专门赶来的，怎么样，稀奇吧？要不来一手，我可以给你们找个桌子，让人将肉和酒送来，你们边吃边看。少秋没有讲话，只是默默从怀里掏出一个本子，这都是他回去要汇报的事情。外面的世界太乱了。在将这个信息记录完之后，少秋才眉头紧皱望向笼子里的那2个浑身遍体鳞伤、明显没有理智、正不断嘶吼的鬼物，可是用了某种异宝。但永夜大陆如此之大，有让鬼物白天活动的异宝也很正常。当然不是。小二嘿嘿笑了一声，也没隐瞒，直接道出真相。我们这客栈临镇鬼关废墟，这鬼物啊，只有在关外关东平原那片区域才能在白日存活，倘若带到关内来，哪怕就几步距离，也会瞬间暴毙而亡。原本也是不行的，但这次雨季过后，关东平原就发现了一些零零散散能在白天生存的鬼物。少秋眉头紧紧皱起，沉默着没有讲话。这事儿怎么看怎么不正常，他不知道这些人怎么还有闲心搞鬼斗的。鬼物能在白天存活，那对整个大陆都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灾难性噩耗。鬼物怎么可能在白天存活？除非关东平原可能沦陷一半了，才会出现如此漏洞。一旦7号防线崩溃，那无数鬼潮将会畅通无阻，一路北上，要不了多久就能兵临城下抵达江北。这一路上的所有生灵都会因此而亡，必须尽快探查清楚关东平原的7号防线究竟是什么处境和状况。另外一边，此时距离雨季已经过去1月之久，在这1个月的时间内，陈凡消耗掉了3.56亿枚鬼石，将原本14.8公里的雨季防线延伸至114.8公里，还差55.2公里，他的江北防线整个雏形便可彻底打造完毕。鬼石不够用了，接下来只需再等新大陆那边开采1个月，就能将这个江北防线打造完成。1月后，陈凡起了一个大早，精神饱满，乐呵呵地查看过樊玉仓库内的鬼石储备后，才朝城墙走去。如今的雨季防线已经彻底更名为江北防线，不再将樊玉领地护在其中，而是以一条近乎笔直的直线沿江北海岸线矗立，还差55.2公里。陈凡翻身骑上骷髅马，站在江北防线的尽头，望向空无一物的前方，深吸了一口气后，骷髅马开始快速奔腾起来。当马蹄即将落在空中时，一道快速凝成的5级城墙稳当当地出现在了马蹄下。骷髅马一路向前，仿佛提底生连般，每跑1步，前方就会多出一道5级城墙，直至天色渐渐黑了下来，陈凡才缓缓翻身下马，站在城墙上，望向前方那座高耸入云的山峰。江北防线和这座山峰紧紧相连，这55.2公里的防线消耗了他近乎2亿枚鬼石。至此，170公里的江北防线雏形已成。陈凡站在城墙上，望向渐渐暗下了的天色，看了眼身旁那和江北防线相连高耸入云的山峰，又望向不远处不断翻涌的海面。半晌后，又转身望向身后那不见尽头的防线，他笑了。耗时1年半，一条长达170公里的江北防线，清一色5级城墙，清一色鬼血纹路，清一色净空，这条堪称是奇迹的防线被他完成了。樊玉将会在2年半后的海底鬼潮登陆中镇守江北。不过，如果海底鬼潮不提前登陆的话，他要将这道防线升至6级城墙，来做到彻底万无一失。陈凡很快回到无名山，天色已经渐渐黑了下来。忙碌了一天，他也有些疲惫，给自己泡了一壶热茶后，坐在1号洞穴的城墙上，听着王奎在耳边汇报。狱主站在一旁的王奎汇报道：如今是3月初，刚开春，这些日子新大陆的开采进度很不错，没发生什么意外。倒是关西平原那边依旧没
没有找到鸡。涂仙圣地派人给樊玉送上了不菲赔偿，并且写了封信，洋洋洒洒几千字，表明樊玉和涂仙圣地彼此之间没有仇恨，都是一些误会，愿意用鬼石来填补这些误会。陈凡靠在摇椅上，嘴角微微抽了抽，他的计划被打乱了。他的计划很简单，杀鸡儆猴，以雷霆之势镇杀关西平原的一个势力，来以此威慑其他蠢蠢欲动的势力。这只鸡他早都找好了，就是曾经派人来谋划无名山雪莲花的涂仙圣地，但这位的行事手段实在是让他有点摸不准，连续派人送了3封信过来，每封信都在讲述樊玉和涂仙圣地没仇，每次随信封而来的还有赔偿，数目不小，态度这么好，整得他都有点不忍下手了。但不宰个鸡，又很难展示出樊玉的势力啊。他已经想好怎么杀鸡了。这些日子积攒出来的鬼石，足以打造出一批非洲舰队，以雷霆之势碾压过去。主要是他望向手里的这封信，轻叹了口气，这信里的观点好像确实也没啥问题。涂仙圣地确实没有直接针对过他，间接影响，这不行。陈凡眉头忽皱，思索了半晌后开口道：“必须得找只鸡出来，总得亮亮拳头，不然以后我们铺设在关西平原的高铁线路肯定会被一些阿猫阿狗破坏，得亮亮拳头才能震慑住其他势力。1月内这只鸡必须找到。”随后他才伸了个懒腰，走下城墙，准备洗漱一番后入睡了。今天比较累，早点入睡。也不知道少丘那边情况怎么样。另外一边，新大陆此时已入夜，一艘海船缓缓驶入港口。今天情况如何？站在墙头上的瘸猴望向归来的一行人，回禀阁主，今日依旧无事发生，雷雨海域没有丝毫崩溃迹象。瘸猴轻点了下头，挥手示意几人进城。樊玉专门派出一艘海船，在靠近雷雨海域的地方每天时刻观察，一旦发现雷雨海域有崩溃的迹象，立刻上报，好让樊玉有处理的时间。随后他才抬头望向远处的永夜，思绪渐渐飘远，依旧好久没见过少爷了，也不知道少爷那边的樊玉发育的怎么样了。新大陆的1号宛如一台不眠不休的机器，在这台机器的运转中，每日都有大量鬼石、鬼骨等通过海底隧道运向樊玉。此时距离雨季结束已经过去2个多月了，他有点想回樊玉了。新大陆一艘悬浮在空中的非洲上，王麻子望向手里的鬼皮地图，眉头紧皱。这几月他一直在探索新大陆，越过那个深坑后，他看见了越来越多的裂缝从新大陆最核心处朝四周蔓延而去，而且不知道是不是错觉，他依稀感觉好像裂缝好像在不断朝外延伸，只不过延伸速度极其缓慢。他这几日一直在追溯这些裂缝的源头，想要看看这些裂缝究竟是些什么。夜幕降临了，他转身走进船舱内，先入睡，剩下的事等明天再说。关东平原，少丘正带领部分暗格成员待在一座城池的客栈内，面色隐隐有些难看。他已经离开樊玉2个月了，于昨日他已抵达关东平原的最南端，他看见了那7号防线，城墙很高，布满血渍，比樊玉雨季防线的城墙都要高，是6级城墙，宛如天堑一般，坐落在南部平原的海岸线上，看起来坚不可摧。但实际上，在2个多月前的雨季里，7号防线近乎全部沦陷。是的，关东平原在雨季里失守了，大批鬼潮冲破7号防线，在关东平原展开大肆屠戮。如今的关东平原实不存3，死了不知多少人。而在7号防线失守，关东平原即将正式沦陷前，永夜殿派人不计一切代价遏制住了鬼潮的泛滥，并坚持至天亮后快速修复好7号防线，这才撑过了整个雨季。永夜殿但凡晚来一点，他们樊玉很有可能就已经不复存世了。这批鬼潮会一路北上，直至冲到樊玉门口。永夜殿坐在床榻上望向窗外的少丘，默念了一遍这个名字。这是一个极其庞大的组织，不少势力加入其中，负责修建和维护整个永夜大陆上的所有防线，可以说是永夜殿守住了整个永夜大陆。可是如今因前线战事过于紧急，永夜殿也顾暇不及。他听过这个名字，那是在樊玉还未正式创建之初，狱主向一众元老征求势力名字的时候，王麻子提出了永夜殿这个名字的想法。他当时并不在场，他那个时候还未曾加入樊玉，是事后王麻子和他闲聊时说到的，言语间还有些感慨。虽然樊玉也很好听，但若是叫永夜殿肯定会更霸气。阁主身旁一个暗格成员有些不安的低声道：“我们要即刻返回樊玉，将这个消息汇报上去吗？”少丘看了眼身旁的手下，停顿了一会儿后才轻声道：“莫着急，雨季时防线的压力才会骤升。这次雨季已过，距离下次雨季到来还有数月之久，这期间内7号防线大概率不会溃败。小1、小2，你俩即刻赶路返回樊玉，将消息汇报上去，让狱主提前知晓，好有个心理准备。我们剩余人这几个月内要继续留在关东平原，探测出足够多的信息。明日天亮，随我一同加入7号防线，近距离了解。天很快亮了。”小1、小2两位暗格成员已经骑着骷髅马踏上归程的路，准备将消息汇报上去。而少丘则是带着剩余暗格成员乔装打扮离开城池，前往这座距离城池只有数百米的7号防线。此时不断有人将各式鬼石武器等送上城墙，城墙根下2个月前那场大战留下的鬼物残骸和守军血迹都已经被粗略清理过，但大地依旧被浸透成一种诡异的紫黑色。一座座帐篷、木屋等坐落在城墙根下，此时正有一条长长的队伍，不少人在排队，那是守城军在招人。少丘带着一众暗格成员跟着队伍开始排队，很快便轮到他们。修为武王全程头也不抬的招募官坐在桌前，第一次抬头望向少丘，上下打量了几眼后才轻点了头道：“感谢你的加入，你的编号是179，隶属于7号防线第3大队的71小队，去东边31号木屋找你的队长汇报，他会告诉你需要负责防守的区域。”片刻后，少丘站在城墙上沉默着没有讲话，只是远眺海边，这里的海要比江北的海更黑，防线外的海边已被鬼血彻底染成夹杂着各色光芒的紫黑色。此时不少人正如同蚂蚁一般从鬼物的体内刨出鬼石，装在一旁的袋子里。这是一处刚经历过大战
战不久后的防线，他终于知道为何樊玉防线已经比江北四地的防御强出很多了，甚至比一开始预计的江北防线都要更强。狱主还总是觉得不满意了。狱主看的不仅仅是江北一地，狱主看得更远，看的是万一永夜前线沦陷后，樊玉该如何自处。关西平原屠仙圣地内，大长老长叹了一口气，望向正坐在茶桌前不断捣鼓的圣主，沙哑道：“你有没有感觉你做错了？如果8年前你当时不是抽走少秋一魄，而是直接杀死他，或许是不是就没有如今的樊玉暗阁阁主少秋了？是不是少了一环？而且就算樊玉是江北突然崛起的势力，实力不容小觑。到我们为什么要去送3次鬼石？我们的鬼石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吧？别的就不说了。雨季前，关东平原那边的7号防线前来申请援助，圣主你也是给了一大批鬼石。圣主，你有没有感觉你像是那散财童子？谁都能从你这里拿到钱。”屠仙圣地的圣主面色认真的抬头望向大长老：“我9年前上位，成为屠仙圣地的圣主。这9年内，屠仙圣地的仓库内鬼石数量是越来越多的吧？”是。大长老突然语气弱了下来。虽然圣主一直在散财，但自从9年前圣主上位后，确实屠仙圣地发展的越来越好。圣主长叹了一口气的起身走至窗边：“我当年不杀少秋，一方面是惜才，另一方面是一个才17岁的家伙能创建出世神殿，修为如此之高，我怀疑背后可能有人不想取其性命，给自己引来日后危机。给樊玉送去赔偿是因为我捋过了，本来就没仇。倘若开战，就算我们赢了，一样需要消耗鬼石，到时候消耗的鬼石可不止这一点。支援7号防线是因为，倘若7号防线沦陷，你认为关西平原能独善其身？更何况7号防线背靠永夜殿，得罪了永夜殿，可不是什么好事儿。那你去谋划无名山，就不怕得罪那位了？”大长老忍不住开口：“这怎么能算得罪呢？我捋过逻辑了。”圣主面色认真道：“那位都离开那么久了，那雪莲花属于无主之物，谁拿到就是谁的，而且我这不是没拿到吗？”大长老嘴角抽了抽，没有讲话。自从圣主上位后，屠仙圣地的仇人是越来越少了。要知道关西平原时刻处于战乱，能在这种环境下仇人越来越少，那是真不容易。每次遇到冲突，圣主就会捋一捋逻辑，最后得出一个双方没仇的结论，然后送上道歉信和赔偿，原本一触即发的战争也就打不起来了。在圣主上位前，屠仙圣地送出去的都是檄文；圣主上位后，屠仙圣地送出去的都是道歉信。还真别说，就这样在关西平原各家势力都处于乱战脱不开身时，屠仙圣地独善其身发育的倒是极其舒服。这些年仓库储备的鬼石是越来越多了，就是出门有点丢面，但比以前安全了不少，几乎吃不到冷刀子了。而且屠仙圣地的圣主面色认真道：“我刚才又捋了一遍逻辑，樊玉之所以不回我们消息，应该是信封在路上。毕竟关西平原遍地乱战，我们的人举着屠仙圣地的旗帜可以一路畅通无阻，但樊玉想来我们屠仙圣地应该是有些麻烦的，应该要不了多久，我们就能收到樊玉的回信了。好捋。”大长老也不说话了，默默坐了下来。虽然他一直感觉圣主的形势极其奇怪，但从结果来看，这种形势没有任何问题，结果是好的。就在这时，一只麻雀叼着一张信封落在窗口，圣主打开信封，望向其中的内容，面色有些微微古怪。这些日子有不少来自江南的商会前往关西平原，恨天宗那家伙将一伙举着死旗的商会全都杀了，对外放出话，但凡有江南的商会赶来关西平原行商，来一个杀一个。那个商会是江南公羊一族的商会，运输一批骷髅马南下来的，再正常不过了。大长老面色如常道：“我最近也听说市面上多了一批廉价的骷髅马，而恨天宗本身有个业务就是卖骷髅马，如今被抢了生意，自然不爽，要杀点人，好杀。”圣主有些感慨地咂舌道：“可是根据我们的情报，这江南公羊一族的女儿和樊玉一个重要人物有夫妻之实来着。这要是公羊一族找到樊玉求对方帮忙出头，那就不知道事态会演变成什么样子了。这关系差远了。”大长老摇了摇头：“虽然圣主你的行事风格我有些琢磨不透，但其他势力之主怎么想的，我还是能明白的。樊玉不可能为了这事而出头，死的人又不是他樊玉的人，强出头没意义，是吗？可我捋了捋逻辑，如果樊玉想要将他那高铁线路铺到关西平原的话，就必须杀头机震慑四方宵小，否则就樊玉那高铁线路本身可是不经挖的，恨天宗可不算是鸡，那也得看对谁来讲。”圣主有些嘿嘿地笑了起来，一个崛起如此之快的势力，肯定是有些不为人知的手段的。这是我刚写的道歉信，再给樊玉送一封过去。圣主你这一手姿势越来越好看了，自然熟能生巧嘛。还有这封给恨天宗也送去，也是道歉信啊。前段时间咱们屠仙圣地的弟子不是和恨天宗的弟子有些冲突吗？这都是6个月前的事情了，也送一封，万一双方真打起来，恨天宗突然爆发底蕴打赢了怎么办？先送封道歉信过去再说，鬼石也送。当然哪有空嘴道歉的，今天还有道歉信要送吗？暂时没有了，辛苦了圣主，为了圣地的发展都是应该做的。樊城正坐在茶楼内和大鱼闲聊的公羊一月，突然怀中传音符微微发烫，在听见消息后微微一愣，沉默半晌后才起身低头望向大鱼，突然笑了起来：“大鱼，如果让你脱离樊玉，跟我一起去浪迹天涯，你愿意吗？”“不愿。”大鱼摇了摇头，只是抬头望向公羊一月的眼神里浮现出一丝疑惑。“那没事了。”公羊一月停顿一会儿后才挤出一个笑容，摆了摆手朝茶楼外走去：“家族那边有些事儿，我得先回去处理下。”他到了被启动的时刻，只是这次他有点不是那么想被启动了。大鱼望向公羊一月离去的背影，突然反应过来，瞳孔闪过一丝慌乱，快速跑出茶楼，朝无名山暗阁跑去。公羊一族肯定出事了，暗阁负责樊玉情报系统，他想知道公羊一族发生了什么事儿。公羊一月是不是要被启动了？家主，公羊一月已乘坐高铁在返程路上，真的不求助樊玉吗？公羊一族影城内，这座清一
色藤蔓纹路消耗重金打造出来的城池内，公羊一族所有长老聚集在此地，正在开会。他们刚收到消息，他们派出去的商会被关西平原一家名为恨天宗的势力所屠一空。公羊一族家主坐在家主位上，面色难看的一字一句道：“樊玉不可能因为我们而去和一个关西平原的顶尖势力开战，去求樊玉，一旦被拒绝，不但让我们脸上无光，让公羊月以后在樊玉又该如何自处？我们的事儿，我们自己解决。我已经询问过太上长老，太上长老说已随时做好被启动的准备，我们必须要给予还击。”周围一众长老纷纷沉默着没有讲话。其实他们都清楚，哪怕让太上长老出动，一个守夜人对这种顶尖势力能造成的威胁是极小的，最后可能造不成损失。但既然家主心意已决，他们也没多说。就在这时，他们头顶上突然传来嗡嗡声音，公羊一族家主微微一愣，不知发生了什么，带着一众长老走出议事阁，抬头望去，只见影城上空不知何时密密麻麻飞来近100艘飞舟。此时一艘飞舟正在缓缓降落，准备落在影城内部，每个飞舟上都能清晰可见安装着狰狞的炮塔。这是飞舟。公羊一族家主面色瞬间大变，他只在传闻中见过这种载具，从未见现实中出现。这是恨天宗的手段吗？关西平原的顶尖势力也有些过于恐怖了。相比之下，他们公羊一族最大的底蕴守夜人倒是显得有些微乎其微。影城没有防空炮，他们根本没有还击手段。在飞舟即将落下时，这个公羊一族的家主歇斯底里高吼着下达了最后一个指令：逃离影城！我来殿后。他没逃，他是一家之主，他留在这里能给族人争取更多逃离机会。吼啥呢？飞舟缓缓落在地面上，陈凡站在飞舟甲板上，俯瞰着公羊一族慌乱的一行人，抬头看了眼头顶悬浮在半空中的99辆飞舟，咧嘴笑了起来。怎么样，这排场还行吧？足足100艘满配飞舟，花了我不少鬼石呢。在收到消息的第一时间，他便笑了起来。他找到关西平原的鸡了，并且这个鸡的分量还不低，第一时间便将樊玉内的载具攻防升至7级，并打造出了100艘飞舟，一个一砸了出去。樊玉仓库鬼石储备只剩下1亿枚鬼石左右了，但他觉得这是值得。拿下关西平原并真的只是为了赚取鬼石，最主要的是他的高铁线路可以通到关西，这也意味着樊玉的影响范围进一步扩大，什么事情都好做了许多。100艘飞舟排场拉满，恨天宗的消息他也调查过，100艘飞舟足够拿下，还愣着干什么？站在甲板上的陈凡望向下方愣在原地的公羊一族一行人，招了招手，笑着道：“走吧，带你们揍恨天宗去。”与此同时，一则讨恨天宗的檄文通过樊玉的情报网络快速传遍整个关西平原，很多人甚至收到这则檄文的时候都是满脸茫然，才后知后觉的知道恨天宗屠了江南公羊一族商会的这个事儿。这个檄文传播的速度太快了，不一会儿便传到了屠仙圣地。屠仙圣地的圣主正望向手里的檄文说道：“走，动身去恨天宗准备看热闹，现在就去，咱们提早去占个位置，看看樊玉的手段。”另外一边，坐在大殿内的恨天宗宗主面色难看的望向手里的檄文，讨恨天宗檄，告关西平原恨天宗门人，今有天光不照之处，恨天宗以诡诈之刃暗刺我樊玉血脉，劫杀我核心阁主齐越七族商队于季风峡谷，此非寻常劫掠，乃蓄意践踏我樊玉基石。今恨天宗列我袍泽之亲，绝人伦之序，此仇非私怨，乃闻名于野蛮之借战。若你心怀人伦之血勇，当用于护生而非屠戮，即刻卸任脱袍，星夜离宗。樊玉未回者留一线生路，一个时辰之内离去者，既往不咎。半晌后，恨天宗宗主才将纸张用力揉成团，咬牙切齿的一字一句道：“欺人太甚！一个突然在江北崛起的势力，和恨天宗也没什么交集，竟然会为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商队主动挑事。”半晌后，这个男人怒极反笑了起来。既然樊玉要强出这头，那就让他脸面扫地。就在这时，大殿外一个黑衣弟子大步走来，递上一封信：“宗主，这是屠仙圣地送来的一封信，并附带了1万枚鬼石。”恨天宗宗主望看完信后有些摸不着头脑，这么小的摩擦，平时都汇报不到他这里来，这种小事都要一个圣主亲自写信啊。不过让他还是颇为受用，对方送上鬼石作为歉意，还亲自写信给他，这是对他恨天宗的认可。但紧接着，大殿外手下再次大步走入，禀报宗主，屠仙圣地圣主亲自带人在宗门外800米山坡处等候。性情，恨天宗宗主先是一愣，随后很快反应过来，蹦在地面上大步朝殿外走去。几位长老随我一起出宗迎接。不错不错，就这里了。屠仙圣地圣主扫了眼四周，前方800米就是恨天宗的城池，清一色4级城墙，让这座城池宛如镇山石一般，牢牢坐稳在关西平原。他站在山坡上，望向恨天城，这个视角刚刚好，可以完美将整个恨天城收入眼帘。如果要发生点什么，这里是最佳视角。屠仙圣地的圣主有些期待地望向不远处的地平面，樊玉现在说不定正修高铁往这边赶来呢。就在这时，恨天城城门突然打开，一帮人浩浩荡荡走来。只见恨天宗宗主走在正前方，带着恨天宗的长老和一众弟子，大步走至屠仙圣地圣主面前，扫了眼其身后一群人，爽朗笑道：“紫薇，许久不见，关西平原世人皆念圣主你心怀天下，今日我算是见到了。”当江北樊玉不知天高地厚向恨天宗发出檄文后，紫薇你第时间邪门人之缘，这份恩情我领了，只是大可不必。正站在原地走神的屠仙圣地的圣主突然听见耳边传来一道爽朗的笑声，眉头忽皱，这是什么话？屠仙圣地的圣主杨怒道：“你我是兄弟，我岂能坐视你不管？兄弟快回吧，外面冷，别等会染上风寒了。”刚准备说点什么，恨天宗宗主下意识抬头看了眼头顶的太阳。3月初入春了，不怎么冷了。那啥，我是想说，先回。屠仙圣地圣主面色严肃道：“兄弟我就站在这里，其他的你不用管，莫要兄弟难做人。若是因此让你染上风寒，兄弟我罪该万死。”
快回！那好吧。恨天宗宗主此时也有些懵逼，半推半就的带着身后人又朝恨天城走去。紫薇给他说懵了，他本来组织了一堆话要说的来着是，结果几句下去，给他整得忘记要说啥了。而屠仙圣地坐镇恨天宗不远处的消息很快传开，明眼人一看就大概琢磨明白怎么回事，不是来看热闹的，就是来助阵的。无论是哪种，都意味着一个时辰后，樊玉肯定真有动作。一时间，距离较近的势力都开始出发朝恨天宗赶去。渐渐的，恨天城周围的势力越来越多，但占据最佳视野位置的山坡，则是被屠仙圣地牢牢霸占住。而恨天宗宗主则是全程笑呵呵的挨个接待。没想到，他们恨天宗在关西平原的口碑竟然这么好，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与此同时，樊玉100艘满配非洲，在9天之上，以极快的速度朝恨天宗驶去。狱主公羊一族的家主满脸愧疚地走至陈凡身旁，语气中夹杂着一丝感激和惶恐。这一趟樊玉是不是要破费很多？陈凡偏头看了眼这老头，随意道：“你自己估摸估摸呢？你说破费不？公羊一族的家主僵在原地，这还用估摸吗？就这架势猜都能猜到有多破费。”狱主公羊一族以后正式并入樊玉，日后为樊玉做牛。别，陈凡面色古怪地望向着老头，你想的还挺美，还并入樊玉。樊玉收人审核很严的，你怎么还连吃带拿的？放松点。而恨天城外，越来越多的势力赶来，聚在恨天宗外，好不热闹。就在这时，那是什么？人群中突然发出一阵惊呼声。屠仙圣地圣主顺着人群嘈杂方向望去，在看清楚后，哪怕他见识过足够多的大场面，此时也不由僵在原地。起初只是在天边云层深处泛起的一抹铁灰色涟漪，但伴随着那道涟漪渐渐逼近，人们才看清楚，那分明是近100艘非洲，每艘非洲都宛如一条放大数倍的铁鱼，沉没破镜带来的震撼感是极其恐怖的。尤其是在主流载具是骷髅马的关西平原，这里大部分人都是第一次看见飞在空中的非洲。当非洲靠近，围在恨天城附近的一众势力纷纷面色煞白骇然的僵在原地。那是江北樊玉的旗帜，樊玉真的来了。而几乎眨眼功夫，这只非洲阵列便已飞在恨天宗上空。下一刻，一阵由无数道咔嚓组成的击扩声从空中传来，只见所有非洲表面的板块陡然一开，露出了一门黑洞洞的炮口。杀戮开始了！轰！一道足以震耳欲聋的声音陡然响起，一枚猩红炮弹从悬浮在高空中的非洲上径直轰向恨天城的正中央。仅此一击，周围建筑几乎瞬间倒塌，炸裂开的猩红光芒如索命般席卷着附近所有能找到的生灵，溢出的伤害会自动锁定。紧接着，1700门满级式神炮齐齐开火，地面开始剧烈震动，整个天空突然变得暗了下来，并不是永夜降临了，而是神炮的光芒掩盖了太阳的光芒。周围所有围观的势力都看见了他们此时最为震撼的一幕。无数枚猩红炮弹宛如连绵不断的一枚接一枚的直落向恨天宗，密集程度哪怕数十里的人也能清楚看见。屠仙圣地的圣主望向这一幕，身子僵在原地，嘴唇开始微微发颤。他虽然一直道歉，但真要打起来，屠仙圣地不惧任何势力。但现在他怕了，是神炮倾泻而出的猩红炮弹洪流，在空中编织出了一张覆盖了每一寸空间的立体死亡网络，不见一丝鲜血，不见一丝惨叫，但却能感受到一股浓郁的死亡气息。一盏茶之后，从高空中倾泻而出的猩红洪流终于渐渐逝去，地面也停止了震动，他们眼前再次缓缓恢复了光亮，那是他们重新适应了太阳的光芒。恨天城已经不见了，前方不见一座城池，只有一座不见底的深坑。如果不是他们亲眼所见，根本就不会相信在一盏茶之前，这座深坑原本的位置有一座城，仅一盏茶的功夫就被夷为平地。就在这时，悬停在高空中的那100艘非洲，位于最中央被四周环绕在中间的一艘非洲缓缓落下，落在众人面前。陈凡在一众人的陪同下走下非洲，从他们每个人脸上挨个扫过，脸上流露着温和的笑容。诸位，自我介绍下，江北樊玉陈凡，很高兴认识你们。一众前来看热闹的势力，此时还未从刚才那场震撼的场面中回过神来，有心想张开口说些什么，却紧张的不断嘴唇发颤。此时说一句完整的话都显得有些困难。平日里关西平原见的最多的就是骷髅马，什么时候见过这东西？这哪是一个级别的？陈狱主，屠仙圣地圣主此时强行平复好心神后，迎了上去，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怎么来也不说一声，我好也去迎接你。对于樊玉南下，我屠仙圣地第一个举手欢迎。陈凡轻笑着望向屠仙圣地的圣主，这倒是个奇人。明明他还没展现出樊玉实力，他就收到了不少来自这家伙的道歉信和鬼事，搞得他都不好意思和屠仙圣地开战了。正常来讲，关西平原的这只鸡本来应该是屠仙圣地的。他没再说什么，而是随意扫了眼周围一众人后，便回到非洲上。非洲缓缓升空，和悬停在空中剩余非洲汇聚在一起，再次朝远处疾驰而去。没多一会儿，便消失在众人视线尽头，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如果没有那个深坑的话，很快周围一众势力散去，他们是奔着看热闹来的。热闹是看见了，吓也是吓到了。而不久后，恨天宗被屠的消息开始如雨后柳絮般在整个关西平原开始大范围传播。今夜的关西平原，无数人会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尤其是那些亲眼目睹了那一幕的，原本一直纷争也是为了争夺更多资源发展家族，但在看见了今天那一幕后，突然就释怀了。打了个什么？再打也打不过樊玉，不如好好过自己本分日子。而在夜深人静时，100艘非洲在永夜的掩护下再次飞入关西平原，直落在一个深坑旁。这座深坑原先正是恨天城，100艘非洲上的鬼火溢了出来，笼罩了
了这个深坑，大批战阁成员拎着铁锹等工具从非洲上走了下来，开始忙碌挖掘起来。肉再少也是肉嘛。白天的主要来的目的是杀鸡、立威、扬繁育之名，目的达到了。但这个时候一批人下来开始去深坑里挖东西，多少有点丢面，所以他当时决定晚上来再挖。不过看起来那些势力还挺识趣的，没一个人觊觎恨天城里的遗产。他还想着如果有势力拿了，今晚就去这家上门吃饭呢，挺好。陈凡站在甲板上，望向在深坑内忙碌着的一众繁育成员，轻笑着。接下来关西平原各个势力短时间内应该就老实多了，他可以开始在关西平原铺设高铁脉络和信号塔。这些东西只要铺设下去，就意味着这片区域都是他的地盘了。只是陈凡面色难看地站在城墙上，一言不发。正常来讲，7天前应该开始推进信号塔和高铁脉络，只是开铺设高铁需要魏魏辅助。他许久没看魏魏了，还有点挺想的，就亲自来新大陆找魏魏了。没想到来了才知道，10几天前魏魏就已经失踪了，至此已经失踪10几天了。魏魏临走前将寿阁阁主身份令牌留在了城内，导致他们都没办法通过令牌找到魏魏踪影。此时魏魏去了哪，谁也不知道，肯定是在这片大陆上。但这片大陆面积何等大，王麻子探索了这么久还没探索完毕，想找到一条鳄鱼又谈何容易？少爷站在一旁的瘸猴眼里满是愧疚和慌乱，低声道：“我不关你事。”陈凡摇了摇头，皱眉道：“你一个人负责新大陆这边的所有开采事宜，本就有些忙不过来，你也不能天天盯着魏魏。只是魏魏究竟是主动离开繁育的，还是被迫，又或是走丢了？虽然以魏魏实力，很难有鬼物对他造成伤害，但既然不是离家出走，那就糟糕了。”他望向海边远处的雷雨风暴，难道是那雷雨风暴作祟，将魏魏吸引过去的？可是魏魏平时只喜欢吃，没什么特别爱好，什么东西才能如此有吸引力？甚至让魏魏将最喜爱的寿阁阁主令牌也会留在原地，离开新大陆1号据点？难道是？陈凡沉默在原地，想到了唯一的可能。就在这时，瘸猴怀里的传音符突然响起：“狱主，王麻子回来了，约莫还有1个多时辰，便可抵达新大陆1号据点，说带回来了一个重要发现。”陈凡有些烦躁地应了一声。1个多时辰后，王麻子来到陈凡身前，刚准备开口在新大陆的重大发现，但突然发现远处海面上隐隐能看见不少海船和非洲正沿着雷雨海域不断搜寻，顿时面色微变。果然如此，狱主，可是那雷雨海域有崩溃迹象？不是。陈凡轻叹了一口气，魏魏失踪了，排除所有选项后，我怀疑雷雨海域里有什么东西，制造出魏魏父母的幻象，让魏魏主动进入雷雨海域。王麻子愣在原地许久后，才茫然地看了眼远处正在搜寻的一众非洲和海船，又看了眼身旁的狱主和瘸猴，有些懵逼道：“狱主，你在说什么？你们不是派魏魏去那个深坑挖地精了吗？我返程的路上还看见魏魏在那个深坑里挖地精呢，我还给他打了个招呼，他也在不断给我挥爪打招呼呢。”什么？陈凡先是一愣，随后才眉头紧皱，偏头望向瘸猴：“你下的令？我没下啊。”瘸猴有些着急地从怀里掏出传音符，联系上齐月。齐月，是不是你下令让魏魏去挖地精的？传音符里很快响起齐月的声音：“我没有啊，我这段时间一直忙着挖矿呢。”挺好。陈凡突然笑了起来，眼中闪过一丝寒光。繁育里都有人能替他下令了，当即转身朝一旁非洲走去。走吧，去找魏魏。我挺好奇是谁下的令。瘸猴和王麻子对视了一眼，都看见了彼此眼里的不安，急忙跟上。从新大陆1号据点，距离王麻子发现的那个深坑，足足有3天的路程。陈凡日夜赶路，在第2天天黑前抵达了深坑，很快便看见了在下方独自一人卖力挖掘的魏魏，眼中更是闪过一丝愤怒。没有非洲，没有高铁，魏魏就这样独自一人跑了这么远的地方来挖地精，还独自一人在挖，有多孤独，或许只有魏魏能知道。无论是内部谁下的令，出于玩票性质，又或是试探性质，这件事情不会这么简单结束的。非洲缓缓落下，听见动静的魏魏抬起头，在看见陈凡时微微一僵，又看见站在陈凡身旁的王麻子，灯笼大小的眼睛里突然闪过一丝愤怒，怒吼起来。这副样子分明就是受到了欺负，在主人来了之后，委屈且愤怒地高吼了起来。瘸猴默默地朝旁边挪了一点，尽可能的离王麻子远点。不会是王麻子这家伙想私自立功给魏魏下的令吧？这可是越权了，而且魏魏还真听王麻子的命令啊！几乎一瞬间，王麻子面色瞬间煞白，这他妈冤枉啊！他返程的时候不是还和他友好的打招呼吗？现在怎么对他吼起来了？真不关他事啊！陈凡没理会王麻子的神情，只是拄着手杖，独自一人走下非洲，站在魏魏身旁开始交谈，肢体加眼神的结合。一盏茶后，陈凡重新走上了非洲，而跟在身后是满脸委屈的魏魏。瘸猴敏锐捕捉到少爷眼里少了愤怒，反而多了几丝无奈，便意识到这件事情不会朝严重的方向发展，试探性的开口询问：“少爷，是谁下的令？一位阁主？哪个阁主？寿阁阁主啊？”瘸猴有些懵逼。陈凡长叹了一口气，随后实在没忍住，抬起手掌敲打着魏魏的脑袋，怒极反笑道：“你他妈还能自己给自己下令呢？你知道这几天为了找你动用了多少资源不？那么多繁育成员冒着被卷入雷雨海域的危险，在雷雨海域搜寻你，结果你他妈自己给自己下令，跑来挖地精来了。这么远的距离，你还真能自己跑过来的？”是站在一旁的王麻子此时长松了一口气，明显没他什么事儿了，但他还是有些不解。狱主，发生什么了？说来话长。陈凡无奈的叹气道：“
上次魏魏回樊玉的时候，我坐在城墙上思考接下来的发展，魏魏趴在我脚边，我随口说了句，马上又到诞辰之日了。魏魏记住这句话了，打算给我送个礼物。他觉得我肯定很喜欢这里的地精，便想要挖出足够多的地精给我一个惊喜，然后就去找赵生平要了一大批卤煮，带着喝的，将身份令牌留在城内，跑了数日，从新大陆1号据点跑到这里，开始开采地精。如果不是你刚好路过发现了他，真不知道要找他找多久。这傻狍子，气得我现在脑壳疼。王麻子有些茫然地望向正对他龇牙咧嘴的魏魏。所以你路过他的时候，他跟你摆爪子不是跟你打招呼，而是让你替他保密。现在你在他心里是一个不值得信任的告密者啊！王麻子更加懵逼的愣在原地，谁他妈能看懂那个摆爪子是保密的意思？先不说他没看懂，就算他真看懂了，回到据点看见那搜查阵仗，他也不可能保密啊！走了。陈凡有些没好气的拍了下魏魏脑袋。跟我回江北修高铁去！真的是，掌心突然涌出重物下坠感。他低头望向魏魏，怯生生地朝他手里吐的一块地精后，声音戛然而止，停顿片刻后，才突然笑了起来。算了，不管怎么说，这确实是我收到的第一份生日礼物，谢谢你，魏魏。魏魏变得兴奋起来，尾巴开始不断如往常那样左右敲击着非洲甲板。找到魏魏后，陈凡心情也变得不错了起来，但还是非常严肃地告诉魏魏，日后有任何行动都不能扔下身份令牌，且不得擅自行动。3天后，几人返回新大陆1号据点。王麻子站在望向和魏魏一起走进樊玉高铁站台的狱主背影，有些唏嘘地感慨道：“从这里跑到水势极大，剩下的还有不少防空炮等。”在7号防线外的一片广袤空地上，种植了大规模的鬼茄，这是一种特殊鬼植，成熟后触碰可产生巨大爆炸，成熟期需1年，且无法移动。成熟后会自动冒出头来。雨季结束后，7号防线就会安排人在城墙外大规模播种鬼茄种子，等来年雨季即将来临时，刚好成熟，这些鬼茄将会迎接雨季第一波大型鬼潮。陈凡轻点了下头，停顿良久后，他才继续开口道：“你对永业殿了解多少？”少秋低头仔细思索一番后，才开口道：“这个势力是永业大陆最大的一个组织，不是势力，任何愿意为永业大陆出力的势力都可以加入这个势力。加入后没有任何月钱，也没有回报，但却需要做出贡献，为守护永业大陆做出贡献。与其说是一个组织，不如说是永业大陆所有势力联手聚在一起，一起守护永业大陆。有鬼石的出鬼石，有人的出人，势力内连个建筑师的都没有，就去那些还没加入永业殿的势力索要鬼石。而7号防线的总负责人甚至都没见过永业殿的店主，也没过去永业大陆腹地。他是土生土长的关东人，原先是一个势力的势力之主，后来势力覆灭，原负责人身亡，他在临危受命之下成为了总负责人，负责7号防线的总调度。而且在上次雨季前，因为当年积攒下来的鬼石不够，7号防线向永业殿发去了支援，永业殿一开始拒绝了，后来又给了回应，说已经尽最大可能调度了1亿枚鬼石运往关东平原，但在半路上因内奸泄露了情报，鬼族收到了这个消息，不惜一切代价强行冲破了一个次级防线，在这批鬼石路过秋明盆地时，将这批鬼石拦了下来。非洲被击沉，永业殿将这个消息告知了7号防线，并表明暂时没有多余鬼石可以支援7号防线了，希望7号防线能尽可能的撑住。陈凡突然停下了手里的打造动作，非洲下方原本正缓缓移动的城墙也同样停了下来，眉头忽皱，偏头望向少秋：“你刚才说内奸？”他不理解，倘若2个势力彼此开战，有内奸很正常，但鬼物和人类开战怎么可能会有内奸？难道人类会选择去投靠鬼物？少秋点了点头。这次永业大陆前线之所以战况极其危机，很大一个原因就是这次永业降临，不少鬼物都觉醒了一定智慧，懂得用计策了，很是难缠。与此同时，几乎所有人，包括永业殿的人都清楚，永业大陆大概率撑不过这次了，但还是在拼尽全力的去做阻拦。就算撑不过，也不能让鬼潮那么轻松的上岸，而且只要坚持下去，总会有奇迹的出现。而有的鬼物会通过各式各样的方式渗透进永业殿，许诺只要愿意在此时投靠他们的人类，当他们鬼族彻底占领永业大陆的时候，会开辟出一片区域给这些识时务的人类居住。永业殿里内奸并不少，据我所知，无论是鬼族还是永业殿，都得知江北防线空缺的事情。鬼族那边正在不断打听永业殿何时去江北布防的消息，准备故技重施，让江北的鬼潮从江北登陆，一路南下进入关西平原，然后里应外合拿下7号防线，再一路向东进入永业大陆腹地。陈凡沉默了许久，他知道永业前线战事紧急，没想到已经紧急到这种状况。目前看来前线还能撑住，反观江北防线和7号防线成了重中之重，这2道防线一旦被攻破，整个永业大陆这个庞然大物都很有可能因此瞬间解体。所以这次7号防线在雨季里近乎沦陷，主要原因是鬼石数量不足。是的，少秋长叹了一口气，随后汇报完了，站在陈凡身后一言不发。他汇报的所有信息都尽可能的没带主观情绪，他打心底里极其憎恶那群内奸，如果不是内奸的存在，永业大陆不会这么难，7号防线也不会这么难。陈凡也继续开始打造一座座建筑，只是同样沉默着，久久不语，一主一从。2人就这样也不讲话。良久之后，陈凡才轻声道：“我会向7号防线派出援助，由你亲自出面，不要告诉7号防线援助来自于江北樊玉，就说是无名势力给出的援助。如果可以的话，
尽可能让7号防线将这件事情也不要汇报给永业殿。少秋微微一愣，随后才神色一正，应声道：“是。”他知道樊玉如今面临的处境也极其艰难，江北海底鬼潮将登陆，樊玉可是没有收到来自永业殿一枚鬼石资助的。全长97公里，陈凡低声呢喃着，每100米安置1座噬魂雕塑的话，需要大概970座噬魂雕塑，总共就是需要250万枚鬼石左右。在雨季前，樊玉向7号防线的第一笔援助就是970座噬魂雕塑，每1座噬魂雕塑都可降低范围内所有炮塔的40%弹药消耗，这对7号防线的帮助是极大的。鬼石他给不了太多，他的鬼石都不够用，但他也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7号防线沦陷。除了噬魂雕塑以外，还可以再为7号防线支援一批铜管和祭坛以及式神炮，这样可以极大程度地提升7号防线的城墙防御和火力。只是铜管没有办法通过高铁运过去，需要他亲自前往7号防线打造，这个他还在考虑。在没有足够实力保护自己之前，他不愿和永业殿有过深交集，谁也不知道某个内奸会不会把他的信息泄露给鬼族，除非匿名伪身，这倒是个办法。虽然瞒不了太久，但能瞒一点是一点，能给樊玉争取一点发育时间是一点。樊玉如今太缺时间了，如果战争可以暂停就好了。良久后，陈凡停下了手里的打造工作，偏头望向少秋：“当初叫你离开的时候，我看你有些迟疑，在7号防线交了点朋友。”少秋有些不好意思的眼神飘忽着。陈凡停顿了一下后，才远眺大海，轻声道：“今天我会打造一批噬魂雕塑，由你带队，明日通过高铁运向7号防线。”是。少秋有些兴奋的重重点头应下。在少秋走后，陈凡站在非洲甲板边缘上，伸了个舒舒服服懒腰。今天的江北防线打造计划暂时停止，先打造1000座噬魂雕塑给7号防线送去，而自己先度过2年半之后的鬼潮吧。他望向波涛汹涌的大海，他还没亲眼见过海底鬼潮登陆，也不知道能不能守得住。第2日，少秋带队踏上前往关东平原的高铁，朝关东平原驶去。临近夜色，安静的7号防线开始渐渐忙碌了起来。永业马上降临了，要开始做准备了。而那个失去双腿的招募官则是如往常一样，拄着拐着打了饭走至旁边桌前。这次他只打了1份饭。打好饭的刘叔看向面前那空空如也的座位，忍不住下意识的回头望向。他感觉少秋正站在身后，如往常一样咧嘴笑着跟他打招呼，但身后人潮来往，唯独没有少秋的身影。反应过来的他不由摇了摇，笑了笑，像是自嘲般端起碗筷开始吃饭。他年龄比少秋大很多，但在这地方忘年交很正常。他看见少秋，就像是看到年轻时的自己，无畏、勇敢、自信，和年少时的自己一样，但比年少时的他要更聪明。他当年如果跑了，就不会失去双腿了。就在这时，周围人群突然变得嘈杂起来。刘叔微微一愣，放下碗筷，下意识抬头望向前方防线。难道是尚未入夜，鬼潮就袭来了？但很快他发现周围人的视线正望向他身后。他转身望去，只见一条长龙正以极快的速度在关东平原上疾驰着，朝他们一行人驶来。刺耳的声音驱散了灰雾，给原本有些沉闷的7号防线带来了一丝生机。这是数个月以来7号防线从未出现的变动，议论声在耳边纷纷响起。那是什么？我怎从来没见过？会不会是永业殿的支援？终于等到支援了吗？那我们是不是有机会挺过去这次雨季了？刘叔没有讲话，只是眼眶顿时泛红，拄着拐杖尽可能的站至笔直，望向那辆长龙笑了出来，声音有些发颤的笑骂道：“这臭小子！”只见长龙最前面的一节车厢，少秋正将身子探出来，如往常那般咧嘴笑着，望向他不断挥手高吼着：“刘叔，少秋，我他妈回来了！”樊玉高铁停在了距离7号防线约近1000米左右的距离，这里是轨道尽头，7号防线的不少成员都围了上来。刘叔用力的挥动着拐杖，尽可能的冲在最前面。刘叔，少秋从高铁上跳了下来，望向刘叔咧嘴笑了起来：“几天没见，想我了没？我主子知道了7号防线的情况，特意派我来送来支援。”诺，他指向身后的一长列装满雕塑的高铁车厢，噬魂雕塑可减少炮塔40%的弹药消耗，这批噬魂雕塑足够布满整个7号防线。话音落下，周围一众7号防线的成员纷纷僵在原地，眼里满是骇然，半晌后才反应过来，激动着不断敲打着彼此，嘴巴张合想要说些什么，却一句话说不出来。减少40%的弹药消耗，不是支援鬼石，却远胜于鬼石，这代表着他们或许可以活过这次雨季。快！刘叔嘴唇发白，整个人也因激动而站立，望向身旁人急促催促道：“快去找七老！快！”他本想说些别的，但在听见这破噬魂雕塑的效果后，再也顾不上别的。不用找了，我在这里。人群散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身后跟着2、3人，正骑着骷髅马快速赶来。在逼近人群时，身手利落的翻身下马，才有些眼眶微微泛红的望向少秋，沙哑道：“当真能减少炮塔40%的弹药消耗，绝无一丝虚假。”少秋面色认真道：“有多少座？1000座，可布满整个7号防线。诸位可是永业殿派来的支援？”“不是。”少秋摇了摇头，“是我主子派来的支援，但因为某种特殊情况，我主子并不愿意暴露自己势力名字，并且也希望七老你能对永业殿瞒下这次援助。”“好说好说好说。”这个白发苍苍的老者此时嘴唇不断发颤的，眼眶里闪烁着泪光。无论你来自哪个势力，这份恩情7号防线全体上下成员都记下了。随后他深吸了一口气，调整了一番情绪后，才挤出一个笑容：“来，这边请，我这就去让人准备宴席。”“宴席免了。”少秋摇了摇头，指了指头顶渐渐黑下来的天空：“天快黑了，不如先将噬魂雕塑快点布置好，早点布置好，就早省一点鬼石。”天色渐黑，永业不久之后便会如期而至。附近的7号防线成员也纷纷动起来。不久后，粘稠如墨的黑暗再次笼罩了整片大陆。少秋带着暗格成员跟在七老身后，登上7号防线的城墙。永业降临的一瞬间，海面便如同沸腾了一般，不断涌出浪花。
几乎是瞬息间，伴随着一股浓郁的恶臭味传来，一眼望去几乎看不见尽头的鬼物从海水中冲出来，嘶吼着冲向7号防线。而与此同时，安置在7号防线上的箭与炮塔表面纹路泛起阵阵白光。近乎同一时间，所有御敌的箭与炮塔纷纷启动，一柄柄约莫巴掌大小的冷白光剑，以近乎覆盖式的打击朝鬼巢笼罩而去。七老全程都站在一座箭与炮塔附近，眼睛死死盯住鬼石的消耗。约莫一炷香后，眼里的兴奋已经越来越浓郁。是真的，真的可以降低炮塔40%的鬼石消耗，这对于7号防线来讲是极大的加持。谢了。七老深吸了一口气，眼眶有些微微湿润，望向少秋。整个关东平原只有我能和永业殿联系，我发誓，我一定不会对外泄露这个消息。上次的事我也没想到，但你要相信，我不是内奸。少秋摇了摇头。你肯定不是，你要是的话，7号防线早就失守了。他知道七老在说什么。上次永业殿在雨季里派出7名天师级别的建筑师前来支援，但在返程时却纷纷被暗杀，死于自己人手中。这件事让七老一直都很自责，因此七老也能理解为什么这个帮助他的势力要匿名。对了，有件事情，上次7号防线被攻破，永业大陆派来了7位天师级别建筑师的同时，还派了一位近乎武圣修为的守夜人。正常来讲，守夜人是无法提升自己修为的。你可知那个近乎武圣修为的守夜人是如何做到的？狱主没让他问这件事，是他自己想知道。七老沉默了许久后，才沙哑道：守夜人有一种独特的特征，他们的肉体宛如阵法一般，可以封印并压缩很强的能量。血脉经络组成的阵纹死死压制住体内的能量，一旦启动时便是阵裂，能量爆发之日。守夜人威力虽然巨大，但在面对鬼巢时却显得极其无力。后来永业殿偶然发现了一种特殊的情况，那就是守夜人的肉体是没有上限的，可以封印并压缩很多能量。这样一旦启动，威力会极其惊人。将数百枚鬼石液化后的乳白液体强行挤压进守夜人体内时，这些鬼石化作的能量就会被封印在守夜人体内。一开始守夜人会极其痛苦，但慢慢的，身体就会适应这种痛苦，且肉体可封印的上限也可得到提升。而这个时候，这个守夜人便是2级修行者了，他们可以爆发出比寻常守夜人更大的威力，不断重复便可成为武王、武皇乃至武圣守夜人。虽然痛苦程度会不断增加，但这种修为的守夜人一旦启动，威力是惊天动地的。少秋没有第一时间回话，而是顺着七老的视线望向7号防线那源源不断的鬼巢。他想起来樊玉的大鱼也是一个守夜人，守夜人的结局好像就注定了是个悲剧一样，而这个命运甚至都不是自己选择的，生来便已注定。七老神情有些恍惚地继续道：所有永业殿的被培养的守夜人都是守夜人自愿接受被注射的，他们想自爆的动静更大一点，让天地间记住他们的存在。鬼巢肆虐，有人暗投鬼族，泄露机密，有人舍身忘义，与天殉葬。很多势力完全无视了7号防线的支援请求，而你们，我甚至都不知道你们是什么势力，更未向你们发出求救，你们就主动送来了支援。这个世界上一定有很多不好的事情，但正是那些好的事情，让我们觉得舍身保护的这片大陆是件很有价值的事情。死也死得值了。少秋沉默着没有回话，只是安静站在原地望向7号防线外。铺天盖地的鬼巢如瘟疫般冲击着7号防线，彼此起伏的高吼声在城墙上不断响起，的爆炸声和下方溅在空中的血花，形成了这片战场的主旋律。七老今日好像有些忍不住想说些话，也不管少秋回不回，自顾自地叨叨着。但少秋也渐渐听不见七老的声音了，他的注意力完全被7号防线外的鬼巢吸引了过去。在第一次来到7号防线的时候，他包括所有暗格成员都不由升起一种失落感，因为他们的修为在这种大规模的战场上根本就起不到什么作用，对战场的左右影响是极低的。但现在他找到自己方向了，他的方向不在防线，在后方。永业大陆里的那些内鬼就由他们暗格来拔除吧。当樊玉正式进入永业大陆腹地那一刻，所有内奸都将会迎来樊玉暗格的逐一审判，这是他擅长的事情，也是暗格擅长的事情。经过一夜战斗，天渐渐亮了，永业如期退去，7号防线的众人也各自忙碌起来。少秋也准备离开了，他拒绝了七老再次准备宴席的想法，独自一人在食堂里找到了刚起床的刘叔。刘叔如往常一样坐在那里，桌上摆着2碗饭，他知道其中1碗是他的。少秋走至桌边，端起手里的这碗汤面，狼吞虎咽的大口吞完后，才颇为满足的抹去嘴角油渍，抬头望向坐在对面的刘叔，笑了起来。谢了。如往常一样，在7号防线这半年内，他负责夜间守护7号防线，刘叔负责白天工作。两人见面的时间不多，基本上只有吃饭时能看见。而在交接时，刘叔总是会利用自己能先打饭的特权，为他打好一份饭，让他不用排队能吃到最热乎的饭。谢什么？刘叔撇了撇嘴，用手里的烟斗敲了敲自己仅剩的大腿根部。7号防线的规矩，残疾者可优先打饭，有特权让我用，不用也是浪费了。看出来你是要回去了吧？去吧，我就不送你了。刘叔像是驱赶苍蝇一般，也没看少秋，只是有些不耐烦地挥了挥手中的烟斗。少秋起身，有些微微迟疑地开口道：刘叔，要不要跟我一起走？我可以保你比在7号防线多活几年。不走。刘叔冷嗤一声：我父亲没走，我儿子没走，搁我这儿我就能走了，更何况我腿都没了，能走哪去？那我走了，走吧。少秋停顿了片刻后，也没再回头，刘叔也没回头，良久后才恍惚地长叹了一口气，最终还是忍不住回头望向身后。只见那辆如长龙般的高铁已经正以极快的速度朝关东平原驶去。他缓缓扶着身边拐杖起身，望向那渐渐消失在视野尽头的高铁，低声呢喃着：少秋，少秋。年少不知秋风意，回首方晓岁月寒。原本死气沉沉的7号防线，因少秋的到来，让他也感觉自己年轻了不少。少年心气是不可复生之物，
他很久之前也想去看看永业大陆全貌，甚至想去永业前线，但现在他哪也去不了。7号防线容纳了很多无家可归的失败者，像他这种失去双腿的半残之人，离开7号防线又能去哪呢？死在7号防线是他们唯一的归宿。他们不是守夜人，但又酷似守夜人。天亮了，永业历380年7月8日，无名山内，陈凡如往常一样早起来，来到江北防线。今天继续开始打造江北防线。江北防线已经差不多要正式完工了，如昨日一样，他开始再次打造一座建筑。当黄昏来临后，在连续忙碌数天的江北防线彻底竣工，陈凡站在江北防线的城墙上，望向江北防线的头尾镜头，眼里满是满意。他来到这个世界已经接近2年了，这2年内，他打造出了一条长达170公里江北防线，清一色5级城墙，镜控选项，鬼血纹路，这是一座完美的防线。陈凡没有任何人陪同，就这样独自一个人拄着手杖，沿着江北防线走在城墙上，感受自己打造下来的这个江北防线。走着，陈凡停了下来，停在一座神炮塔面前，望向远处海面笑了起来。我准备好了，来吧。时间一点一点流逝，时间来到了年末，永业历380年10月末，雨季即将降临。过去半年了，这半年内繁育的发展稳步推进着，新大陆那边开采也在继续，王麻子的探索也在继续，如今已经近乎将整个大陆全部探索完毕。再根据计算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将整个新大陆用鬼火笼罩全部区域，需要大概169361座满级鬼火。只是雨季即将来临，温度也渐渐低了下来。陈凡裹着一个毛毯，坐在1号洞穴城墙的摇椅上，望向手里王魁呈上的数字，沉默着，久久不语。狱主王魁低声汇报道，根据我们计算，想要将整座新大陆全部用鬼火笼罩的情况下，需要消耗33.8亿枚鬼石左右，总铺设时间预计在1年。陈凡眉头微微皱起，盯着牛皮纸上的这串天文数字，良久才长叹了一口气，靠在椅背上，摆了摆手，示意王魁可以先下去了。这个数字吓到他了，这真的是人能完成的任务吗？如果他不是拥有那个鬼火的天道赐福效果，哪怕他有足够的鬼石，也没有这么多天才地宝够他来完成任务。时间流逝，永业历380年10月末，今年雨季即将来临，距离海底鬼巢登陆还有2年。天刚蒙蒙亮时，陈凡便带着瘸猴还有少秋和几个繁育暗格成员，坐上了前往关东平原的高铁。3个时辰后，这辆繁育高铁一路南下江南，缓缓停在7号防线前。正值半下午，7号防线一众骚动后，一个满头白发的老者便带着几个手下，从人群中快速朝高铁走来。数月以来，再次见到了这个高铁，陈凡从怀里掏出一个面具，比划了一下，但想了想又扔在一旁，没有太大意义。这群人没听过他名字，就算看见他面容，也不知道他是谁。高铁停稳后，他才走下高铁，站在这片充满着死气的土地上。这位是七老，此时已经快速迎来，在看见少秋跟在其身后时，很快反应过来。无名。陈凡望向七老，平静道：“名字只是代号，距离雨季降临没几天了。7号防线虽然身为6级城墙，但没有恢复手段，我来帮7号防线加点恢复手段，可让防线更为坚固。”是。七老先是微微一愣，随后声音都有些发颤。7号防线全体成员都好了。陈凡轻声道：“场面话就不说了，带我上城吧，我其实有点赶时间的。”城墙上，这是陈凡第一次登上7号防线，他站在城墙上，翻身上了一匹骷髅马，沿着城墙开始狂奔，并每隔一段距离都会布下一座祭坛，并铺下一根根铜管。这些铜管没入城墙内，通过和祭坛相连，可通过祭坛来恢复城墙的受损区域。一个极不起眼的建筑，却可大幅提升城墙的恢复速度。3日后，陈凡有些疲惫地站在繁育高铁旁，而七老则是带着一众7号防线核心成员前来送别。这3天内，陈凡彻底改造了7号防线。被陈凡改造的7号防线，若是再遇到上次雨季里那种规模的鬼巢攻击，基本上是不可能再失手了。这帮助不可谓不大，从骨子里解决了他们7号防线的问题。先生，七老此时眼眶通红，声音有些发颤，我不知道该怎么感激你，但我想让先生你知道，你挽救了7号防线上下全体成员67万人的性命，你拯救了关东平原数百万还存活的人口。陈凡站在荒原上，望向7号防线。这3日内，他奔波在7号防线上鲜少停歇，见了不少人。此时准备离去前，无数人站在7号防线墙根下目送他。一眼望去，7号防线墙根下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每个人脸上都带着一种漠然，那是一种已经看淡生死的漠然，但瞳孔里又浮现出一丝希翼。这里的每个人都是死人，但此时好像又活了起来。他停顿了一会儿后才轻声道：“我观察过7号防线的主要炮塔是箭雨炮塔，死于这种炮塔下的鬼物可保持尸首近乎完整。你们平日里是怎么处理鬼物尸体的？7号防线每天能诞生不少鬼物尸体，剥皮、去骨、挖鬼石。”七老虽然不知道眼前这位为什么会询问这个，但还是第一时间回答：“部分鬼皮和鬼骨可以当做鬼材用来炼器炼丹或是打造建筑，往常这些东西会和鬼物尸体一起售卖给关东平原的各个势力，他们负责销售至关西平原。但如今上次雨季7号防线失守，关东平原人口10不存3，仅存的势力都跑了，如今已经没有商会来往了。这些东西我们只有鬼皮和鬼骨还留着，像鬼物尸体什么的都扔了。”好。陈凡轻点了下头。接下来的日子里，会有数辆高铁不断在关东平原和我们势力往返，你们要做的是将这些鬼皮、
鬼骨包括鬼物尸体搬运至高铁上，而我会付给你们鬼石，具体价格回去后会有人来和你们对接，不会太高。我们其实也挺缺鬼石的，但也不会让你亏。不用不用。七老闻言急忙急促的摆手拒绝。先生，你们送来了1000座噬魂雕塑，对7号防线帮助已经很大了。如今你身为一个势力之主，又亲自来，先生，这些鬼物尸体你们拿走就好了，不收1枚鬼石。陈凡笑了笑，也没多说什么，而是转身朝高铁走去。这事儿就这样定了，你派人安排就行。鬼石肯定会有的，但不会太多。走了。这3天内，他扩修了关东平原的高铁，确保高铁轨道可以拥有多个分岔，通向长达97公里7号防线的各个区域，这样可以最大效率的收集鬼物尸体。这就是繁育高铁打造出来的意义。而这么做主要是为了祭塔，向祭塔献祭尸体可获得各式各样的材料、异宝、建筑蓝图等。繁育的鬼物尸体并不多，主要是神炮一发下去后，尸体直接成粉碎了，根本无法献祭。七老深吸了一口气，有些恍惚地望向身后人，以后挖去鬼石的时候，尽可能保证尸体完整，将鬼物尸体全部收起来。好不容易我们能做到一点事情，别给搞砸了。他望向身后人，这些7号防线的核心成员，此时眼里满是笑意。一扫往日灰暗，永业历380年10月31日近黄昏，从关东平原返程的繁育高铁正疾驰在江北荒原上，向着无名山的方向笔直而去。窗外淅淅沥沥的雨水敲打在车厢上，丝丝凉意渗入车厢内。下雨了，今年雨季又来了。不久后，高铁缓缓停在无名山内时，永夜如期而至，极其粘稠且的黑暗迅速笼罩了整个江北荒原，震耳欲聋的雷声开始此起彼伏的不断响起。陈凡走向高铁，望向港口方向，他知道安置在那里的通天柱已经开始继续储能了。回到无名山后，陈凡径直走向木屋开始入睡。这几天确实比较疲惫，同样繁育成员也对雨季没有太多波澜，依旧如往常一样忙活着手里的事儿。雨季降临后，第一个白天，陈凡早早从屋内睡醒后，第一件事便是打造一座座鬼火，随后通过高铁运往新大陆，并由新大陆那边按照后勤格标出的点，将一座座鬼火摆放在对应点位上。这就是他那需消耗33.9亿枚鬼石的新大陆星火燎原工程。这个工程需要足足1年后才隐约能看见结果。时间一点一点流逝，这次雨季繁育并没有遭到太多冲击，时间就这样缓缓来到雨季末尾。新大陆这边的星火燎原工程已经有了一定的初步进度。此时天气渐渐暗下来，今晚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就是雨季最后一晚。关东平原，七老望向站在自己面前的一众7号防线核心成员，哪怕今夜过了雨季没结束，也就只有2、3晚了。今夜让大家都打起12分精神来，只要过了这次雨季，我们又能迎来1年的休养期。是。下方一众核心成员齐齐应下，才四处散去。在做完这一切后，就在这时，他怀里的突然传来一阵滚烫。七老面色微变，从怀里掏出一块满是洞口的小巧石头，用手掌将其完全包裹进去后，一道声音在他脑海内响起，只有他一人能听到。7号防线在雨季并未失守，有何突发情况？一道沙哑的男声，声音中不带任何感情，询问的极其直接。七老微微迟疑地望向城墙根下的吞噬雕塑，这是来自永夜殿的消息。他知道永夜殿那边为何会有此疑问，因为永夜殿那边因为腾不出手脚，这次雨季降临前已无力支援7号防线，虽没有明说，但基本上已经将7号防线这边放弃了。但如今他们7号防线撑过了这个雨季，永夜殿那边自会判断出发生了意外情况。7号防线在雨季即将降临前，侥幸在附近挖到了数座产量不小的鬼矿，这才得以撑过雨季。他只是嘴唇微微蠕动，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但声音却顺着手里的子母石传到千里之外永夜殿负责联系他的那个成员手里。明白。脑海里很快响起对方冰冷且不带感情的声音：鬼矿产量如何？可否够在江北打造一条长达170公里的江北防线？如果够，永夜殿会尽可能的派出一批建筑师；不够，七老没有丝毫犹豫的摇了摇头，得发现多大一个鬼矿才能够打造一道防线，根本不可能。收到。对方情绪已经没有任何波澜，无论是在得知7号防线未沦陷，还是得知发现了鬼矿，都没有任何波澜。那位留在江北的气息，2年后便会消散。永夜殿已无力支援江北，命7号防线负责人七老携带7号防线全体核心成员，尽可能携带所有鬼石异宝等，于今年雨季结束后，一路向东前往永夜大陆边缘地带的黄泉口峡谷，弃守7号防线。什么？七老面色瞬间煞白。他知道黄泉口区域，那是永夜大陆靠近关西平原的一片区域，因地形特殊，近乎将永夜大陆和关西平原彻底一分为二，故而被称之为黄泉口峡谷。这就意味着永夜殿彻底放弃了黄泉口峡谷以西的所有区域，这其中就包括江北4地、关西2地。那黄泉口区域以西这片区域的人怎么办？等死。对方的声音依旧没有波澜，甚至没有森寒，更像是在平平无奇地叙述一件极其寻常的事情。永夜殿的3号前线和4号前线在雨季相继失守，损伤无数。为了补上3号和4号前线，永夜殿不惜一切代价，在3号和4号失守区域后方紧急建立起2道防线。如今永夜殿资源严重匮乏，只能在黄泉口峡谷区域入口处打造出1道防线，那里碎裂的节点更小，需打造的防线也更短。守1道防线总比守2道防线容易。拒绝执行。七老有些愤怒地
地嘶吼道：“你们怎么能放弃这么多区域？你们知道这会死多少人吗？至少你也要告诉所有人，让所有人一起撤离。”哪怕听见七老的怒骂声，对方也没有任何反应，只是依旧在平淡叙述：“如果你有那么多骷髅马和足够的后勤，你可以尝试带着所有人撤离，又或者你能补齐江北防线以及无支援的情况下坚守住7号防线。”怎么可能？七老情绪从未如此激动地怒吼道：“永业殿连打造江北防线鬼石都没有了吗？没有了。”七老在听见对方如此平淡地说出这3个字后，突然从激动的情绪中平复下来，沉默许久后，才眼眶通红地沙哑道：“知道了，我不会走的。7号防线不会撤离一人，将死守7号防线。”这次对方并没有第一时间回答，只是在停顿了片刻后，语气里难得地带上了一丝情绪，沙哑道：“永业终灭，万古如咒，恭送七老赴死，我们会赢的。”掌心里的子母石渐渐失去温度，通讯也被挂断。七老独自一人站在城墙上，眼中满是绝望和不甘地望向城根下那一座座帐篷。雨水打在他身上，却没有浇灭他心中的那团火，让他只觉得越来越烦躁。不知过了多久，终于压抑不住情绪的七老，神情近乎崩溃地怒吼着，用脚疯狂踹向面前的城墙。明明，7号防线已经守住了这次雨季，形势明明已经变好了。7号防线不出意外的话，接下来几次雨季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永业殿已经无力打造江北防线，决定弃守这片区域。这则消息彻底打碎了他的幻想。那位先生，对，那位先生。突然反应过来的七老，像是溺水之人抓住一根稻草般，眼中闪烁着一丝希翼，开始快速在怀里摸索着传音符。但很快，他又僵在原地。那个先生并没给他留下传音符。最重要的是，就算联系到又如何？哪怕对方是从上古时就传承下来的势力，又如何？一个势力怎么可能打造得起一道防线？瞳孔里布满红血丝的七老正站在原地，望向城墙根下那一座帐篷。而恰逢此时，一个7号防线的成员在路过他身边时，忍不住情绪激动，尽可能压抑住情绪的低声道：“七老，我们守住了。”声音压得极低，但语气中透露出来的兴奋却几乎要溢了出来。七老微微一愣，最后才强行挤出一个有些难看的笑容：“是啊，我们守住了。”如墨般的厚重黑暗从天边涌来，永夜降临了。这是雨季的最后一晚，所有7号防线的成员都很兴奋，涌上墙头，准备守住这最后一夜。最后关头不能松懈，个个怒吼着望向防线外从海里冲出来的无数鬼潮，仿佛在挑衅，又或是在庆祝一样。死气沉沉的7号防线上，在此之前从未有过这一幕，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希冀和兴奋。然而，只有七老一个人怔站在原地，抬头望向头顶那无穷无尽的黑暗，以及那铺天盖地的倾盆大雨，只觉得一股令人窒息的绝望将他彻底淹没。他甚至觉得呼吸隐隐困难，下一刻眼前一黑，竟直接晕厥在地。第2日天亮了，雨停了，晴空万里。持续了30日的大雨，在天亮的那一刻瞬间停了。陈凡走上1号洞穴的城墙上，望向外面，慵懒地伸了个长长的懒腰，才笑着望向身后少秋：“走吧，陪我去7号防线一趟。雨季里7号防线应该积攒了不少鬼物尸体，这第一批货还是得我们亲自去一趟才行。王奎，你从库里清点出来一批鬼石装高铁上。”雨季结束了，他看了眼挂在城墙上的日历，永业历381年年初，又是新的一年，距离海底鬼潮登陆只有2年了。走了。天气渐冷，陈凡坐在繁育高铁上，沿着轨道一路南下江南，准备前往7号防线。他望向窗外的景象，轻哼着无名小曲。他心情还算不错。新大陆那边的星火燎原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着，7号防线这边也能收取一大批鬼石。繁育正在稳步快速发展，一切都在变好。就这样，高铁抵达了7号防线。从高铁上走下来的陈凡望向颇为热闹的7号防线，仔细观察了片刻，笑了起来。虽然嘈杂，但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兴奋。显然，7号防线不但守住了，而且伤亡应该也很小。以及那垒起一座小山的鬼物尸体都是他的，能在祭塔里兑换不少东西。很快，七老带着几个手下从嘈杂的人群中走出，来到他面前。七老，陈凡扫了眼四周，笑着随意道：“雨季结束了，来收获了。看来7号防线这次在雨季里守得还不错。”七老面色有些隐隐煞白，瞳孔里布满红血丝，状态显得极差。本就是7老80的人，这副状态让人不由有些担忧，下一刻就会突然暴毙。你这是什么情况？陈凡眉头微微皱起。雨季里染风寒了，7老状态差到有点像是委员鬼，放在樊城那都是重点盘查的对象。7老深吸了一口气，摆手示意跟着身边的人都散去后，才独自一人站在陈凡面前，声音中夹杂着绝望和不甘，微微发颤道：“先生，7号防线上下全体成员很感激你的支援，但永业殿放弃7号防线了。永业殿在黄泉口峡谷建立了新的防线，2年后会有无数鬼潮从江北海底登陆，永业殿无力在江北建立起新的防线。黄泉口峡谷位于关西平原的最东边，那里是永业大陆真正的海岸线。我们江北4地连同关东2地，只是永业大陆上一个凸起的大型海岛。我将这个消息告诉你，先生，你尽快离开吧，我就不走了。我无法看着这么多人就这样无故死去，我想护他们最后一程。”七老在说完这些话后，突然状态变得好了不少，眼里闪过一丝决然。先生，这些日子真的很感激你的支援。陈凡眉头微微皱起，他听明白了，永业殿不打算来江北打造防线了，连打造一个江北防线的鬼石都没了。永业殿前线已经危机到这种地步了。永业前线丢了2个防线，死了不少人。我看看。陈凡从怀里掏出鬼皮地图望去，在关西平原的最东面有一片连绵山脉，山脉中有一个大型缺口，那个缺口便是黄泉口峡谷。半晌后，他大概搞清楚是什么状况了，有些感慨地望向七老。
没事儿，别慌，江北有防线的，长达170公里的江北防线，如今正安安稳稳地坐落在江北。7号防线沦陷不了，江北防线也沦陷不了，我们都能活下去。七老愣在原地，眼里闪过一丝不解，江北怎么可能有防线？以前江北全靠那位留下的气息震慑海底鬼物，哪里来的防线？永业殿也不至于骗他，更何况前线都丢了2个，永业殿确实没有足够资源打造新的防线了，又是哪里来的防线？但下一刻，一道闪电突然从他脑海里划过一般，他陡然想到了什么，嘴唇发颤，有些难以置信地望向眼前这个男人。难道你？陈凡笑了起来，认识这么久了，一直忘了做自我介绍。在下陈凡，来自江北樊玉，镇守江北已有数年，永业殿无力守的江北，我樊玉来守。七老呆呆的正在原地，他一直不知道眼前这个男人的身份。在此之前，他从未听过江北樊玉这几个字。在关东平原未沦陷前，关东平原和关西平原也是有些联系，但也从未听过江北樊玉这个势力。樊玉距离关东平原太远了，又是一个贫瘠之地，消息实在是很难传到关东平原来。眼前男人身上的神情告诉他，此人没有说谎，句句属实。只是一个身处贫瘠之地的江北势力，又是如何掏出能打造出一道防线的鬼石呢？陈凡也没过多解释什么，只是拍了拍七老的手臂，笑着道：“放轻松点，会好起来的。具体你有什么想知道的，可以询问少秋。如今当务之急是，快点安排你的人将那边的鬼物尸体装进高铁里吧。距江北海底鬼巢登陆还有2年的时间，我们做的准备越充分，届时守住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你们7号防线负责守关东，我们樊玉负责守江北，问题不大。”他说的很轻松，但其实只有他自己知道，为了打造这个江北防线消耗了他多少精力。但他之所以这么卖力，就是为了现在可以轻松的说一句问题不大。好好好，七老已经僵在原地，呆呆的点头应下，脑子还没转过来，但他突然想起一件事情，从怀里摸出2件异宝递给陈凡，深吸了一口气后，才嘴唇微微发颤的沙哑道：“陈狱主，这是7号防线雨季里遇见的一只鬼物掉落的2个异宝，感谢你这些日子的支援，一直没有什么能回馈的地方，这点微不足道的回馈，还请你笑纳。”不用。陈凡笑呵呵的随意扫了眼，樊玉支援7号防线乃，声音戛然而止。他停顿了一下后，才轻咳了一声：“也罢，既然是你的一片心意，那不收也确实不合适。这2件异宝我就收下了。原本他是不想收的，毕竟樊玉如今也不缺这2件异宝。但当他看见那个石头形状的异宝面板显示的是天道石时，他就觉得还是得收一下，意思意思。这是樊玉获得的第3个天道石，他现在甚至有些迫不及待返回樊玉，看看这第3个天道石能给他带来什么天道赐福效果。这个意思挺够意思，挺好。陈凡笑了起来，抬头望向七老：“那我就不久留了，我先回去了。”七老站在荒原上，望向那道刺入永夜深处的鬼火通道，和在鬼火通道里向前疾驰而去的樊玉高铁，神情有些恍惚的偏头望向一旁的少秋：“你可以跟我讲讲江北樊玉吗？”少秋单手撑着下巴，思索了许久后才笑了起来，随后开始讲述他加入樊玉后的经历。片刻后，七老站在原地，怔怔的听着少秋讲述着樊玉的发家史，渐渐听入迷了。他也明白了樊玉为什么不愿暴露身份，也不愿和永业殿接触了。崛起如此之快的一个势力，还拥有一些莫测的手段，再发展个几年，确实有可能左右一丝前线的战局。但永业殿是有不少内奸的，一旦让那些内奸知道这件事情，再将事情泄露给鬼族，那如今还未完全发育起来的樊玉便会迎来灭顶之灾。时间流逝，夜深人静，一辆樊玉高铁顺着夜色驶入樊城。当高铁停稳后，陈凡大步从高铁里走出，将手里的天道石抛在空中，咧嘴笑着扫了眼四周，随后才轻打响指，一节铜管虚影突兀浮现并快速凝成。在来时的路上，他就已经想好了，这枚天道石就用在铜管上。虽然铜管只是一个建筑模块，甚至都不是一个完整的建筑，但铜管在樊玉里的地位可不低，各处建设都离不开铜管。没有丝毫犹豫，手中的天道石拍在铜管上，很快面前便浮现出一道面板。你对铜管使用了天道石，获得了3个天道赐福效果，请在百息内任选其一。一个建筑仅能拥有1个天道赐福效果。1. 天道赐福效果，狐假虎威，铜管会释放出大鬼气息，对大多数鬼物产生有效震慑。2. 天道赐福效果，绝对虚幻，部下的铜管可选择虚幻状态和非虚幻状态，处于虚幻状态时无视任何攻击。3. 天道赐福效果，不劳而获，铜管打造消耗减少90%。陈凡默默地沉默在原地，抬头望向头顶如幕布般盖在无名山上空的黑暗，呢喃着：“狗运不，我更愿意将其称之为天命所归。”几乎没有丝毫犹豫，他便选择了第2个天道赐福效果绝对虚幻。在确认的那一刻，面前弹出一则面板，是否将之前所打造的铜管全部设置为虚幻状态，可随意转换。陈凡并没有第一时间确认，而是又原地打造了一座1级鬼火，开始做实验。虚幻状态下的铜管鬼火能量可继续流通，没有任何区别。尝试攻击，一刀砍去，直接砍在地面上，刀刃直接穿过铜管，没有对铜管造成一点伤害，仿佛根本没有铜管一样。而在铜管内流淌的鬼火也没有任何阻碍，完美。在做了数个实验后，陈凡才笑了起来，心念一动，此前他所打造出来的所有铜管都被转换为虚幻状态，如今他再也不用担心有人能破坏他的轨道了。最主要的是，这个虚幻手段还不需要多消耗1枚鬼石，挺好。如果是以前，他也会考虑第3个天道赐福效果不劳而获，这意味着他打造10米的铜管只需要消耗1枚鬼石，消耗大幅减少。但如果是为了上限来考虑的话，资源类的天道赐福效果是最差的，毕竟这个天道赐福效果是可以用鬼石来弥补的，而那个绝对虚幻天道赐福效果可是用再多鬼
石都买不来的。就像是如果没有君临天下这个任务可以去完成，他其实在选择鬼火的天道赐福效果时，不会选择那个升级可以无需天才地宝的天道赐福效果。毕竟他其实也不用打造那么多鬼火。不错，陈凡咧嘴笑着，又重重朝地面上的铜管砍了几刀。但就在这时，他突然愣在原地，隐隐感觉哪里好像有些不对。半晌后，他唤来路过还未睡的2个凡域成员，让这2个凡域拿着铲子，快速将这根铜管下面的泥土全都挖空。很快，一个足够埋下一个人的小坑被挖了出来，而那个处于虚幻状态的铜管，在没有任何支撑的情况下，就那样漂浮在空中。陈凡面无表情望向那根悬浮在空中的铜管，再次尝试下的打造了一根不处于虚幻状态的铜管。铜管凝实的瞬间便落至坑里，他又试着在半空中打造一根处于虚幻状态的铜管。打造完成后，这根铜管同样再次落入地面。他换了个思路，他捡起刚才落在坑里的那个处于未虚幻状态的铜管，将其高举在空中，然后才将手里这根铜管转换为虚幻状态，缓缓松开手。令人骇然的一幕发生了，这根铜管就这样悬浮在半空中，在没有任何支撑的情况下，他明白了，原先铜管是没有办法在没有任何支撑的情况下悬浮在空中的，但倘若铜管在处于未虚幻的状态下是有支撑的，那当这根铜管转换成虚幻状态后，无论支撑是否消失，这根铜管都会保持现状。至于这个发现有什么用呢？陈凡思索了一会儿后，一次性打造了数十米悬浮在空中的虚幻铜管，又打造了一个满级吊篮贴在铜管表面，启动吊篮瞬间加速至最快速度，在冲至铜管边缘后骤然停下。空中高铁，陈凡若有所思地思索着，这听起来是个没有用的发现，他以后肯定要和永夜店接触的。地下隧道比较保险，空中高铁有什么用？感觉像是活靶子，他暂时没想出来，但他觉得以后肯定能用到。随后他才伸了个懒腰，重新回到身后凡域高铁上，在2个凡域成员目送下，乘坐高铁朝无名山疾驰而去，准备睡觉了，困的。第2日天亮了，雨季结束后的第2天，凡域也有很多事情要处理，而凡城也再次恢复了往日的热闹，各大势力的人不断乘坐高铁来回奔波，也不知道这些人都在忙什么，一天天跑来跑去，好像赚了很多鬼石一样。陈凡如往常一样坐在1号洞穴的城墙上，打量着手里的这个异宝，是一个旗帜类的异宝，同样未开包，偌大一个7号防线，不可能连一个鉴定师都没有，所以他更倾向于应该是七老判断出这2个异宝价值不菲，于是便想送给他。不鉴定是因为担心鉴定出来后不舍得送了，这不是小气，也不是自私，而是人性本就如此。异宝名称令天奇，异宝品级黄色，异宝效果可呼风唤雨，很简单的面板，更直白一点，就是可在小范围里制造雷雨天气，和劫云一个类型的异宝，效果大概一样，只不过名称和面板不一样。这种类型的异宝正是凡域所缺的，可以为通天柱更好的充能，它可以打造更多的通天柱，在非雨季也可以充能。2件黄色品级的异宝都是凡域所需的，不错。陈凡颇为满意的将手里的旗帜塞进怀里，准备走下城墙去港口看一看。凡域港口旁边那200来个矗立在地面上的通天柱显得极其扎眼。凡域如今共有200根6级通天柱和15根10级通天柱，通天柱每次升级都可增加射程，6级通天柱的射程约莫可轰向7号防线和黄泉口峡谷，而10级通天柱的射程可轰向越过黄泉口峡谷更深处的永夜大陆腹地。可惜了，陈凡有些微微遗憾地望向面前这宛如天庭支撑柱般的一根根通天柱，如果再有一枚天道石就好了。他想看看通天柱的天道赐福效果会有什么。随后他才是开始催动手里的异宝令天旗，伴随着灵气催动，手里原本袖珍旗帜突然变得巨大，足足有数米宽，每次挥动都能挥起一阵狂风。很快，空中浮现出黑云，电闪雷鸣，源源不断的倾盆大雨夹杂着闪电倾盆而下，范围比劫云要大一些，但有点傻。陈凡对这个异宝给出了自己的评价，劫云是完全自动化工作，催动后劫云就自己悬浮在空中治雨了，而这个令天旗是需要手动催动的，需要一直挥不了一会儿就没力气了，想要全天运作必须安排足够的人手来轮换，所幸他不是单打独斗，凡域人并不少。他通过传音符唤来王魁，很快王魁带人而来，旁边标记了令天旗的降雨范围。陈凡在降雨范围内填满了满级通天柱，填了30根，消耗了约莫1500万枚鬼石。这批满级通天柱在江北海底鬼巢登陆前肯定是无法储能完毕，但可以留在以后用。令天旗扔给了王魁，王魁会去安排人手。做完这一切后，陈凡才松了口气，站在原地远眺海边，视线仿佛穿过数千里，看见远在天边的雷雨海域一样，低声呢喃着：迟早有一日，我得将通天柱运到雷雨海域去，这里储能的还是太慢了，倘若能运到雷雨海域内，储能速度肯定快，就是怎么运过去，以及通天柱能否承受得住雷雨海域里的雷电都是个问题。就在这时，怀里的传音符微微发烫，里面传来了七老的声音：陈狱主，我已经坐上凡域高铁，即将抵达江北荒原，不知你现在方便吗？这么快？陈凡微微一愣，这才刚天亮不久啊，也就是说七老是跟着第2批鬼物尸体一起来的，昨晚就出发了。7号防线雨季结束后一点事儿都没有吗？但他很快就想明白了，七老昨晚应该没睡着，翻来覆去还是想亲眼见一下江北防线，才能将那颗心塞回肚子里。正所谓眼见为实，当即笑了起来，当然方便，你跟列车长说去凡域港口就行，我在港口等你。很快，七老带着2个心腹走下凡域高铁，来到港口站台上。走下高铁的一瞬间，七老便僵在原地，眼前的一幕幕让他极其陌生，他感觉自己
己仿佛进入到了另一个世界。这里是和7号防线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在港口旁边的海面上，数艘海船正在不断往返，大量繁育高铁不断来回穿梭在红色的轨道上。不远处数百根巨大的柱子矗立在天地间，显得极其震撼。而在他们身后便是镇守在江北海岸线上的江北防线，看不见尽头，足足有20米高，是5级城墙。呼哧呼哧，七老呼吸渐渐急促了起来。这里的一切都和他印象中的江北完全不一样。有那么一瞬间，他甚至以为自己去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他仅只是站在这里，就能感觉到繁育正在以一种极快的速度快速发展。诸位，欢迎来到繁育。陈凡拄着翡翠手杖，笑呵呵迎了上去。请，江北防线就在后方，烦请七老你多指点指点。我们繁育也是纸上谈兵，正儿八经的鬼潮也没经历过，在这方面还是你老有经验。这是他的肺腑之言。他对江北防线还是有些不太放心，总感觉还不够强。走走，七老此时才被惊醒，深吸了一口气，跟在陈凡身后朝江北防线走去。渐渐逼近江北防线，七老心里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新。江北防线几乎没有战斗痕迹，不像7号防线已被鬼物血液染红。但当他离得足够近后，他看见了江北防线上的大片鬼血纹路，微微一愣，朝两侧望去，在发现视线所及之处皆是鬼血纹路后，眼中闪过一丝骇然。陈狱主，江北防线不会是清一色鬼血纹路吧？自然。陈凡笑着朝江北防线走去。我觉得鬼血纹路挺好用的，越战越强，谁会觉得鬼血纹路不好用呢？七老挤出一丝艰难的笑容，但要想打造出清一色的鬼血纹路，足足170公里，那得消耗多少鬼石啊？随后二人登上城墙，七老打量着四周布置在城墙上的是神炮和防空炮，眉头微微紧皱，沙哑道：“陈狱主，江北防线所面临的海底鬼潮，没7号防线所面临的鬼潮多，但也不少。你这个火力配置有点不对，你这个炮塔名字叫什么？是神炮。好。”七老深吸了一口气，先是余光不经意地观察了下陈凡的反应，见陈凡没有生气后，才开始解释起来。他是真想让江北防线变得更好，但他又担心因此让陈凡生气，毕竟没人愿意听别人说自己孩子的坏话。他都已经把7号防线当做自己孩子了，像陈凡这种防线的一点一滴都是繁育自己打造的，那更是当做自己孩子了。首先，江北防线是清一色的5级城墙加鬼血纹路，在防御这一方面已经足够用了。毕竟在上古时期，江北防线仅只是4级城墙而已，但在火力方面有些不足，像是神炮这种轻轨潮的炮塔，每隔20米布置一座，火力太弱了，至少也得每隔15米布置一座。像7号防线用于轻轨潮的炮塔是箭雨炮塔，是每隔10米就布置一座。7号防线上足足有9700座箭雨炮塔，20米一座无法应对鬼潮的。其次，江北防线没有应对大鬼的炮塔，7号防线每隔1000米都会有一座暗塔，用于对付鬼潮中的大鬼，单体威力极大。江北防线必须拥有这种单体威力极大的炮塔，否则无法应对鬼潮里的大鬼。只是我们7号防线没有建筑师会打造暗塔，以前都是永业店那边派人来打造的，我想想看有没有什么办法。陈凡有些面色古怪地打断了七老的思索。那个七老，有的，江北防线是有单体威力极大，专门应对大鬼的炮塔的。哪呢？就是这个是神炮啊！七老愣在原地，有些茫然地抬头望向江北防线深处，一座座是神炮整整齐齐摆放在城墙上。是神炮是用来杀大鬼的，是神炮，都叫是神了，不能是杀小鬼的吧？那你拿什么清鬼潮呢？诺，是神炮，单体威力极大的炮塔怎么清鬼潮？它有个特殊效果，是伤害可以溢出，清鬼潮效果很不错的。陈凡有些惋惜地望向四周，可惜雨季过去了，不然可以给你看看效果。七老有些茫然地僵在原地，望向那一座座是神炮，这种级别的炮塔，他们7号防线每隔1000米一座，这里每隔20米一座，大鬼来了都得猛逼。七老面无表情地沉默在原地，深吸了一口气后，才转身远眺海边，有些恍惚地呢喃道：“陈狱主，江北防线甚至算不上是次要防线，这里海底的鬼潮实力不算太强的。其实你不用以永业前线的标准来打造江北防线，他现在完全不担心江北防线沦陷了。沦陷？笑话！江北防线除了城墙等级比他的7号防线低一级，其他各个方面都要强于7号防线。7号防线沦陷，江北防线都沦陷不了。甚至他觉得他们应该换一换，让江北防线去守关东平原，他们来守江北。他本想着樊玉毕竟没经历过鬼潮来袭，纸上谈兵打造的防线可能会不实用。来了之后发现，樊玉确实是纸上谈兵，就是给自己的敌人假想的太厉害了。纸上谈兵能谈成这样，也确实令他有些懵逼，是吗？陈凡同样站在江北防线，远眺海边，轻声道：“他刚才有一句话没说，那就是谁也不知道雷雨海域什么时候会突然碎裂。那里所囚禁的鬼物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自从他看见新大陆那10级城墙都沦陷后，他就觉得自己不够强，应该再强点。”随后二人边聊边沿着城墙慢悠悠走着。片刻后，陈凡将七老送至高铁上，目送这辆高铁渐渐驶远后，才独自一人走上江北防线的城墙上，站在城墙上远眺海边。停顿半晌后，他意念一动，一根由白色线条组成的铜管突兀浮现，在凝实的瞬间朝地面落去。他手疾眼快，将其握住，并高举在空中，将其转换成虚幻状态。处于虚幻状态的铜管稳稳当当的悬浮在半空中。陈凡思索着，将手在处于虚幻状态下的铜管间来回穿过，就像不是一个维度一样，完全无法触碰到。这种情况下的铜管是连一点负重能力都没有的，可以说任何攻击都无法伤害到这根铜管。虚幻可以说是防御的最高境界，但有一个建筑可以和这根铜管产生交互作用，那就是满级吊篮。吊篮是可悬浮在任何建筑的表面，哪怕铜管处于虚幻状态，但
但只要是建筑就可以交互，因此他脑海里隐隐浮现出一个计划。1个时辰后，繁育港口，繁育战阁数十个成员在听到召唤后快速赶到港口。而当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映入眼帘的是一根巨大的通天柱，孤零零的安置在荒原上，足足数百米高，10几个人张开双臂都无法抱住，没有和旁边那200多根通天柱摆放在一起。除此之外，还有8根平行且漂浮在半空中的虚幻铜管，在虚幻铜管上安置着8辆高铁，一眼望去就像是空中平台一样。狱主带队前来的周末一路小跑至陈凡面前，陈凡轻点了下头，指了指那根刚打造出来的1级通天柱，示意道：带上战阁成员，将这根通天柱推倒，最好能精准落到那个平台上。他想尝试着看看能不能将通天柱送到雷雨海域去。这么大个资源无法开采出来，实在是令人有些太心痛了。倘若这个计划成功，那他便有了初步支援永夜前线的资格，以及若是7号防线突然迎来危机，他也可第一时间支援，不至于让7号防线沦陷。满级或者6级通天柱的威力如何，他具体不清楚，但他觉得不会比江北防线上如此之多的是神炮同时开火威力强。主要的优势在于战略性，那种可快速支援较远区域的手段。这玩意儿飞在空中的速度可比高铁的速度要快多了。没问题，周末极其自信，当即便望向自己带来的数十个战阁成员大步朝通天柱走去，足足30-40多号人，全是武王。很快，数十个武王站在通天柱的周围，在怒吼声中开始齐齐用力，灵气涌出，双臂脖梗处的青筋也陡然暴起。只见通天柱开始隐隐颤抖，已被撼动。在数十息后，通天柱稳稳当当的坐稳在原地，那几十个武王则是气喘吁吁的坐在地面，满头大汗。废物啊！陈凡轻叹了一口气，这武王也太废了，看来得控制下播给战阁的鬼石了，感觉有些全白瞎了。狱主周末一路小跑至陈凡面前，有些喘气着羞愧道：这通天柱有些太重了，如果让我乘坐非洲和通天柱平行，从通天柱顶部去推的话，应该可以推得动。算了，陈凡摆了摆手。下一刻，江北防线上的数门式神炮缓缓调转方向，炮口瞄准那根巨大的通天柱，白色纹路瞬间被点亮。数门式神炮瞄准通天柱齐齐开火。轰轰轰！猩红色的能量光球重重轰在通天柱上，通天柱的表面顿时溅起无数碎片，但在强力的冲击波下，通天柱也开始缓缓倾斜，在超过一个角度时，重重砸向地面，轰，溅起大量灰尘。当灰尘散去后，陈凡走至通天柱下方，望向这根横躺在荒原上的通天柱，面板显示这根通天柱已被破坏，无法继续储能，而那空中平台上的吊篮则是被瞬间压碎，尸首无存。通天柱穿过虚幻状态的铜管，重重砸在地面上。陈凡眉头微微皱起，思索着，现在看来，想要将通天柱运往雷雨海域，有些不太现实。吊篮承重能力太弱，但又是唯一一个可以和虚幻状态下的铜管产生交互的建筑，这玩意儿有些太重了，这条路有些行不通。半晌后，他大步朝港口海底隧道入口走去，他准备去新大陆一趟，亲自去看看那雷雨海域。既然无法将通天柱运到雷雨海域，不如去看看能不能尝试着将雷雨海域的闪电引至繁育。数个时辰后，陈凡抵达新大陆，刚走出站台，便看见王麻子正满脸焦急地守在站台出口的地方，第一时间大步迎来。狱主，听瘸猴说你要去近距离看下雷雨海域，有什么事儿让我们去做就好了。雷雨海域太危险了，万一被卷进去，几乎是必死无疑。我从雷雨海域里活着出来了2次，我肯定能再活着回来的第3次。不用。陈凡绕过王麻子，大步朝前走去，轻声道：你跟我一起去，我们不用太靠近雷雨海域，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去查看。乘坐海船出海，3艘海船离开新大陆港口，浩浩荡荡朝雷雨海域进发而去。一段时间后，陈凡站在海船甲板上，近距离望向面前那雷雨海域，约莫数百米远。此处海浪已经极大，船身都在剧烈摇晃。他望向面前的场景，沉默着没有讲话，只有亲眼近距离目睹了雷雨海域，才能得知当时王麻子带着商阁成员从雷雨海域里打的来回是一个多么不可能的事情。那是一个奇迹。雷雨海域上空覆盖着厚厚一层黑云，无数闪电在黑云中不断闪过，并劈向海面。而在翻涌的海水中，能依稀看见无穷无尽的鬼物被困在这片区域，痛苦哀嚎着，宛如地狱般的场景。你们有尝试飞过雷雨海域吗？从空中，陈凡抬头望向雷雨海域的上空，试过了。王麻子摇了摇头，根本不行。雷雨海域上空那黑云拥有极其厚重，我们尝试越过那片黑云，但在靠近时，非洲消耗鬼石的速度突然开始快速暴涨，瞬息间便消耗了数万枚鬼石。幸好我们携带的鬼石多，否则可能当时就鬼石耗尽，坠入雷雨海域。但就算携带的鬼石再多，可能也难以穿过。越靠近雷雨海域，鬼石消耗的速度就越多，且还有一种极强的引力从海底传来。陈凡听见这个回答倒是没有太多意外，毕竟有部分鬼物是有飞行能力的，若是雷雨海域会飞就可以跨过，那这个雷雨海域也就没有那么令人骇然了。一眼望去，雷雨海域根本看不见尽头，像是囚笼般将这个永夜大陆笼罩进去。他望向身后距离他最近的一座海岛，能清晰看见有一座数百米高的通天柱正稳稳当当摆放在那座海岛的边缘位置，这是他刚才路过那座海岛打造出来的。今日他要做一个实验，尝试能不能将雷雨海域的电导出来，并且引到那座通天柱里。第一步，先试探那些材料能够承受住雷雨海域里的雷电。这里面的雷电和平日雨季的雷电虽然外表看起来都差不多，但显然不是一种东西。这里的雷电会更加狂暴，极其频繁，且在海船试探性的一点一点靠近后，他依稀看见有一道闪电直轰在鬼物头上。
但那头鬼物仅仅发出痛苦的嘶吼声，身上却没有任何伤势。在距离差不多足够近，并确保不会被卷进去之后，陈凡从怀里掏出一堆材料，交给旁边的跟着他一起来的战阁成员。武王修为，首先是鬼石。这个战阁成员从怀里掏出鬼石，用尽全力径直朝雷雨海域扔去。刚进入雷雨海域，尚未落下，一道闪电便重重劈至鬼石上，鬼石当即4分5裂。好吧，陈凡撇了撇嘴，他还想着说不定鬼石可以的，毕竟这么多鬼物脑袋里的鬼石看起来都完好无损。铜管投掷而出的铜管再次被一道闪电劈碎，铁管、繁育令牌、吊篮，一件件可能用来导电的东西，都由身旁这个武王修为的战阁成员用力投掷进雷雨海域里。但无一例外的是，都被闪电劈至粉碎。而且这雷雨海域里面好像有什么机制一样，一旦有新东西进入，就会引来闪电。麻子，陈凡面色古怪的偏头望向王麻子，你当时究竟是怎么穿过雷雨海域的？那闪电没劈你？没有。王麻子摇了摇头，同样有些不解的迟疑道：可能是我这辈子没发过什么誓。你发了，第一次雨季里你发了不少誓，那可能就是我没违背过誓言。算了。陈凡站在海船甲板上，身子随着海船一同摇晃在海面上，思索了半晌后摇了摇头，看来无论是将雷电引到繁育，还是将通天柱运到雷雨海域都不现实。先不说别的，目前为止他没有任何材料可以承受得住雷雨海域里的雷电洗礼。先去新大陆看看星火燎原计划进行的怎么样。就在这时，狱主身旁的战阁成员从怀里掏出一柄大刀，试探道：要不试试我这个？陈凡眉头轻挑，望向战阁成员手里这柄大刀，通体地精而制。原先是只有暗阁成员才拥有通体由地精制造的匕首，倒是忘了这个。试试。是。战阁成员深吸了一口气，将手里地精制成的大刀重重朝雷雨海域里扔去。进入雷雨海域的一瞬间，一道闪电就瞬间从黑云中激射而出，重重劈在这柄大刀上。但这次不一样的事情发生了，在被雷电命中后，那柄大刀瞬间通体绽放出极亮光芒，但并未碎裂。但紧接着，令人震撼的一幕发生了，雷雨海域像是被激怒一般，数百道闪电在电闪雷鸣宛如末日般从黑云中激射而出，重重劈在那柄大刀上。如此恐怖的攻击依旧未对那大刀造成任何损害，直至那大刀从空中坠入海里，闪电才不再出现。陈凡望向眼前一幕，微微一愣，他好像找到可以承受雷雨海域里闪电攻击的材料。地精，现在就看地精能否传递能量了。他从怀里掏出传音符，呢喃着：赵生平，起床干活了，去找王奎拿一批地精，给我编制成一个长大概7公里的绳索，越快越好，通过高铁运到新大陆来。很快，一夜过去，当第二天天亮后，陈凡收到了从繁育送来的那根长达7公里的绳索，通体由地精编织而成。陈凡再次带着王麻子等人乘坐海船，来到了他们昨天打造了一座通天柱的那个海岛。这次主要是以实验为主，先不考虑如何布置，他将这根绳索一端牵引在通天柱上，又拉着绳索的另一头开始靠近雷雨海域。伴随着海船驶远，这根由地精打造的绳索缓缓沉入海底。当靠近雷雨海域时，那个负责出苦力的战阁成员在绳索尽头绑上一块石头，深吸了一口气，用力朝雷雨海域扔去。当绳索的另一端进入雷雨海域的一瞬间，闪电如期劈下，那几乎在瞬间，陈凡等人已经操控海船快速离开地精绳索的范围。这根由地精编制而成的绳索通体瞬间绽放出刺眼强光，而与此同时，陈凡看见了安置在海岛上的那根通天柱顶部也开始散发白光，那是正在储能的征兆。不过又很快散去。当扔进雷雨海域里的绳索那一段坠入海里后，闪电便不再劈下。但陈凡笑了，笑得很开心，他好像已经看见了漫天繁育巡航导弹在永夜大陆上空胡乱飞舞的场景。实验完毕，可以充能。陈凡回到那座海岛上，望向通天柱面板上微微上涨的充能进度，从怀里掏出传音符，绝喉听命，找到魏魏，告诉他这是安排给繁育授阁的第一个任务。繁育需要大量地精，让他带着那批猴子以最快速度前往那座深坑，开始大肆开采地精。运来的地精全部送到繁育。赵生平听令，带着你那群炼气师准备开始干活。我需要一根极长的地精绳索，上千公里长。新大陆会为你提供补给支持。在一道道命令传下去后，陈凡才收取传音符，望向不远处那黑压压一片的雷雨海域，笑了起来。偷点电不介意吧？反正你看起来电很多的样子，你也用不完，不如给他匀一点，他挺需要的。他要在雷雨海域和繁育之间建立一道生命线，一道可以传送雨季雷电的生命线，一道可为繁育通天柱快速储能的生命线。而这条生命线不走海底隧道，走空中，他会在空中打造一条极长的虚幻铜管，再在铜管打造一条满级吊篮，充当基层，再将这根由地精编织而成的绳索铺在基层上面，生命线便可成。而从空中落入雷雨海域的绳索只会悬浮在空中，不会坠入海里。不久后，陈凡回到了繁育，并且乘坐非洲飞在空中，在距离地面数百米的空中开始铺设虚幻铜管，一根、2根、3根。陈凡一点累的感觉没有，反而有些不知疲惫的在空中打造一根又一根虚幻铜管。时间流逝，2个月就这样过去了。这一日，终于迎来了生命线铺设完毕的那一天。陈凡站在非洲甲板边缘上，望向面前不远处的雷雨海域和身后那条悬浮在空中不见尽头的半透明虚幻铜管，一股自豪感油然升起。
这是他这2个月来忙活出来的结果。就在这时，一辆极长的高铁从虚幻铜管尽头快速驶来，宛如从9天之上驶来的高铁般，行驶在距离海面数百米的高空中。高铁很快停在了虚幻铜管的尽头，而在高铁最前端，则是一卷缠绕在一起的地精绳索。这辆高铁极长，覆盖了整条虚幻铜管，消耗了他不少鬼石，充当基石的效果。身旁的战阁成员从非洲爬上高铁，拿起那卷绳索，从空中用力朝雷雨海域扔去。很快，绳索进入雷雨海域，并彻底没入海底。而那个战阁成员也在同一时间跳到非洲上。这些日子他们测试过了，地精导电效果确实不错，而一旦处于导电状态，那根由地精编织的绳索就不能用手触碰，会死人的。陈凡从怀里掏出传音符，望向那节彻底没入海里的地精绳索，联系到樊玉。长了，往回拉一点。话音落下不久后，铺设在基石上的绳索就开始缓缓朝后方移动，再拉点，拉，继续，好，停，一切都完美了。陈凡站在非洲甲板上，望向那节飘荡在雷雨海域半空中正不断被雷电轰炸的地精绳索，又望向那条上千公里虚幻铜管上的地精绳索，此时正绽放出刺眼白光，神情恍惚地呢喃着。他在想一件事情，他不知道雷雨海域存在多久了，但他很想知道，他是不是第一个从雷雨海域偷到电的人。返程，陈凡笑了起来。非洲快速掉头朝永业大陆飞去，虽然已经2个月没有好好歇息过了，但此时他完全没有一丝想休息的想法，而是快速降落至港口。落在港口后，能清晰地看见一条通体绽放刺眼银白光芒的地精绳索从空中落在地面，宛如银河落9天般。这根从空中虚幻铜管轨道落入地面的地精绳索，并不是随风飘荡，陈凡专门做了根竖着的虚幻铜管轨道来固定这根绳索。这根绳索一路延伸至地面，而在地面上有数百根地精绳索四处散去，通向那一根根通天柱。此时，那数百根铺设在地面上的地精绳索都是处于暗淡状态，而王奎、赵生平等日也带着自己的人围在了附近。电路还未正式相连，那数百根和通天柱相连的地精绳索最终汇聚在一节高铁车厢上，而那从雷雨海域引来的地精绳索终点也是地面的一节高铁车厢上。陈凡意念一动，2节相距不远的高铁车厢瞬间贴合，下一刻，那数百根地精绳索被齐齐点亮，褪去原有的暗淡，大量雷电能量沿着地精绳索朝通天柱涌去，数百根通天柱在非雷雨天气中纷纷闪烁白光，开始进入充能。望向眼前这一幕，陈凡笑得很开心，周围王奎、赵生平等一众樊玉成员也兴奋地高吼了起来。如果说一开始他们不知道狱主要干什么，但当干了一半后，他们也渐渐猜出来了狱主的计划。如今那数百根进入充能状态的通天柱，意味着狱主的计划成功了，樊玉的底蕴又得以增强。此时已经近黄昏，在一众樊玉成员的兴奋高吼声中，陈凡也笑得很开心，望向旁边那2辆对接在一起的车厢，这是他做的一个开关。当这2节车厢断开链接时，末尾那数百根地精绳索便会断开导电，这样可以方便接入更多的精绳索。他最终还是没有将通天柱运到雷雨海域去，但他将雷雨海域运到樊玉来了。他走向那群通天柱，开始查看面板，就这样看了足足半个时辰。半个时辰后，他得出来了结论：雷雨海域的雷电果然不一般，充能速度比以前快了不少。原先需要足足在雷电洗礼下持续3年才能充能完毕的满级通天柱，如今只需1年，而且他隐隐感觉威力可能会更大。毕竟雷雨海域里的那雷电明显比日常雷电看起来威力要大得多。6级通天柱原先需要充能90日，现在只需30日，30日便能充满一根6级通天柱。一个战略性的武器，在这条生命线的补给下，快成为日常武器了。而他也终于可以看看6级通天柱的威力如何。可惜陈凡微微有些遗憾，新大陆那边的星火燎原计划消耗了樊玉大量鬼石储备，暂时不足以打造更多通天柱储能，需要先等星火燎原计划完毕的。不过也要不了多久了，预计今年雨季前，新大陆那边的星火燎原计划就能彻底铺设完毕。时间飞逝，9天后是樊玉6级通天柱第一次试爆的日子。这一天，7号防线迎来了客人，陈凡带着王奎、赵生平、瘸猴、王麻子等一众樊玉核心人员暂时放下了手中的所有工作，抵达7号防线。早已收到消息的七老早已在站台上等候着，只是在看到这一幕后，还是有些茫然。陈狱主，七老走至陈凡面前，望向那一众樊玉核心人员，有些迟疑的试探道：“这是倾巢而出啊！”没事儿。陈凡乐呵呵地望向七老，过来支援下7号防线。支援？七老一时有些摸不着头脑，这又不是雨季，就每天晚上那日常鬼潮，7号防线怎么可能守不住？陈凡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樊玉新推出了一个东西，我给其命名为樊玉巡航导弹，找个地方试试威力。樊玉鬼物太少了，来你这7号防线试试。懂了，这回七老听明白了。7号防线的城墙上，永夜降临，如墨般的黑暗瞬间笼罩整个关东平原。与此同时，无穷无尽的鬼物嘶吼声响了起来，在嘈杂的炮火声中，鬼潮日常进攻7号防线。陈凡带着王奎几人登上7号防线的城墙，探出脑袋望向防线外那铺天盖地的鬼潮，思索了一会儿后，陈凡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后才望向面前导弹发射面板，是一个俯瞰式的地图，双指不断张开，在地图快速放大后，他看见了7号防线以及那个代表他自己的绿点。现在他手指点向哪，便可轰向哪。不知为何，他内心突然有点像点向那个绿点
的冲动，也不知会发生什么。不过他很快便将这个有些离谱的想法抛之脑后，手指点向绿点前方不远处。紧接着，远在梵域的港口旁，一根矗立在地面上已经充能完毕的6级通天柱，在巨大的轰隆声中拔地而起，缓缓升空，并且不断碎裂，外壳快速脱离。当升至高空时，已经没有原先那数百米高的厚重外壳，仅剩下一个10几米高、较为细长的通天柱，尾部还在喷涌着惨白雷电。升至一定高度后，调转方向，在云层上空以极快的速度朝关东平原激射而去。1息、2息、3息，在点下的那一刻，陈凡就开始在心里暗自计数，他需要评断下这个通天柱的具体速度。11息、12息、21息。当他内心默数到21息后，他听见刺耳的音爆声陡然从身后传来，且声音以极快的速度快速逼近。紧接着，一根近乎通体被惨白雷电所包裹的通天柱从天而降，刺穿黑暗，重重砸向下方那无穷无尽的鬼巢中。下一刻，天亮了，在7号防线前方，一个直径足足有近1000米的蓝白色太阳在海面上悍然绽放，刺眼的强光几乎瞬间让鬼火范围内亮如白昼，不，比白昼更亮。而在赤白的主基调中，无数道猩红电蟒炸裂开来，紧接着才是一道轰天巨响传入耳中。最核心的一头运气不好被命中的大鬼，几乎瞬间被吞噬，而周围那些鬼巢也被猩红电蟒快速席卷。几乎在同一时刻，原本数不清朝7号防线发起冲锋的鬼物，突然齐齐炸开，化作一朵朵幽绿色火花，一眼望去极其壮观。当爆炸渐渐结束后，海面上漂浮着一层焦黑且厚厚的鬼物残渣，并隐隐升起水雾，由各种味道组成的刺鼻味道飘向陈凡等人。爆炸范围足足有上万米，具体有多少鬼物死在了这一次攻击，没人统计得出来，但肉眼可以直观的看到，原本如蝗虫般的鬼巢突然清空了一大片，极其显眼。陪同在一旁的七老将在原地望向7号防线外那迟迟没被填充满的空白区域，双眼茫然的愣在原地，良久后才神情恍惚呢喃着：“陈狱主。”这时陈凡笑了起来，同样望向那片被瞬间清空的一片区域，嘴角带着笑意轻声道：“梵域巡航导弹，不过我给它取了个更好听的名字，天罚，只需付出一定鬼石，便可向梵域申请天罚援助。这是6级通天柱第一次试爆，威力他很满意，比1级通天柱威力大了不知道多少倍。而这仅仅只是6级通天柱，如果是10级通天柱呢？如果是拥有天道赐福效果的10级通天柱呢？10级通天柱会拥有一个满级效果，威力大幅提升，所以10级通天柱比9级通天柱威力可不仅仅大在一个级别上，还多了一个满级效果。6级通天柱的威力比是神炮要大，最重要的是可远距离支援，且可瞬间清空一片区域。在防线某处即将失守时，一发通天柱下去就能争取到足够修缮防线的时间。而跟着陈凡一起来的周末几人纷纷对视了一眼，都看见彼此眼里的兴奋和自豪。这是梵域巡航导弹第一次正式试爆，完美落幕。走了。陈凡望向七老笑了笑，我回去还有事，就不多留了。梵域的传音范围覆盖了江北4地和关西2地，如果需要支援，你直接通过传音符联系我就行。这种品级的天罚，在我们梵域内部叫做6级天罚。以咱俩这关系，前3发6级天罚，我算你免费，3发之后就得给我一点鬼石了。毕竟这玩意儿打造出来可不便宜，还挺麻烦的。他有些感慨的唏嘘道，他花费了足足2个月才铺设好了生命线，在此之前，这玩意儿他自己都不够用，怎么可能支援别人？如今有了生命线，产能才增加了不少，就等星火燎原那边结束，就可以多储备一点通天柱了。陈狱主，七老此时还没完全反应过来，有些懵逼道：“这个天罚是从梵域发射来的。”是的。当七老渐渐反应过来的时候，才发现陈凡几人不知何时已经离去了。望向关东平原，来时的那辆高铁已经快速朝关东平原激射而去。他长叹了一口气，摇了摇苦笑起来。这梵域，他终于知道梵域为什么要起名为梵域了。从一开始，梵域的目标就不仅仅只是在江北生存下去，而是放眼天下，否则不会起一个这么大的势力名字。在见识了梵域这个天罚手段后，他基本上彻底放心了。7号防线短时间内应该很难沦陷了。日子就这样过着。此时已经是永业历381年8月1日，距离今年雨季已经没多远了。陈凡正在港口附近拄着翡翠手杖随意溜达着。这段时间不算忙，除了在新大陆忙碌的那批人之外，剩下梵域核心成员基本都自己出门玩去了。忙了这么久，也该放松放松。他没去，比起出门玩，他更喜欢在自己这1亩3分地上溜达，然后时不时加一些新东西。比如陈凡驻足在原地，神情满意的望向港口附近不少石榴树，此时已经开花，红艳艳的颇为好看。他种了不少树，这样可以让梵域显得不那么光秃秃，可以很好的点缀。他觉得挺不错，很好看，全是从江南移植来的。这段时间每天都有不少刚从土里挖出来的树移植到梵域来，又能开花还能结果。他觉得这种树最好，又好看又好吃。都溜达到这里了，自然要去看看那批通天柱。他走到矗立在地面上数百根通天柱面前，挨个查看储能面板。在视察完通天柱集群后，他继续朝远处溜达而去。没多久，溜达到无名山后山的陈凡望向这里的加工厂，旁边堆积着大量鬼物尸体。这里有不少梵域成员正在处理鬼物尸体，将有用的鬼骨鬼材收集起来后，尸体放置一旁，时不时还能发现几枚鬼石异宝之类的，全都统统入库。这段时间，梵域一直在从7号防线采购鬼物尸体，采购了不少，而采购来的鬼物尸体全都堆积在这里，在经过2次加工后，会送往祭塔。
祭塔，一个献祭鬼物尸体便可获取特殊资源的建筑。陈凡走至面前这座小巧的祭塔面前，望向祭塔面板，大量鬼物尸体正源源不断的化作液体，完全涌入祭塔内，从而消失不见。999221100万献祭点，当本次献祭完成，可获得一件黄色品级的特殊资源，再差一点就可以获得一件黄色品级的特殊资源。片刻后，进度条突然被填满，眼前这座祭塔外表第3层的颜色突然变成淡黄色，内部发出机括转动声，并且祭坛顶部突然弹起，流露出摆放在里面的一个东西，一枚看起来极其简陋，丢在路上都无人会捡的石头。陈凡笑了起来，甚至他还没看面板就知道这是什么异宝了。果然，不出意外，又是一枚天道石，挺好。与此同时，祭塔面板上的信息也开始发生缓缓变化，黄色品级的特殊资源已经耗尽，不可再通过献祭获得该品级特殊资源。122万献祭点，当本次献祭完成，可获得一件蓝色品级的特殊资源。接下来就只能通过献祭获得蓝色品级的特殊资源了。价格也重置了，重新回到了1万献祭点。不错，陈凡将天道石塞进怀里，乐呵呵的坐在一旁等待着。他要等在这里看看第一个蓝色品级的特殊资源会是什么。反正就1万献祭点，以这里加工仓的效率，很快的，要不了多久。以及他得好好想一想，这一枚天道石用在哪里。老实讲，他有点想直接砸在祭塔上，但想了想，还是砸在最重要的建筑上吧。樊玉目前有不少满级建筑，得认真考虑下。关西平原最东边连绵山脉中的一处缺口，此时这里人头攒动，人来人往，一道明显崭新的防线矗立在这里。这是新打造的黄泉口防线。这道防线的主要作用就是，当江北和关东平原沦陷时，可以将登陆的鬼巢拦在黄泉口峡谷外。雨季即将降临，这道防线也开始加快准备。黄泉口防线的负责人，一个体型壮硕的中年男人，此时正站在城墙上，面色复杂地望向前方广袤的关西平原，一片空旷，不见一人，宛如一片死寂之地。已经接近雨季，依旧未等来撤至后方的7号防线，说明七老是真的打算死守7号防线了。良久后，他才轻吐了一口气，低声呢喃着，希望七老能挺过今年的雨季吧。永业店那边已经无力再支援7号防线了。就在这时，身旁一个女人突然不知何时走到他身后，轻声道：“永业前线那边传消息过来了，原本在去年雨季失去的3号前线和4号前线，上个月又重新夺了回来，而且还活捉一个在鬼族里地位不小的鬼皇3000帝，目前正在和鬼族交涉，想用这个3000帝将那位换回来。”那位中年男人眉头微微紧皱，自从前些年那位中了鬼族的圈套被囚禁起来后，就已经很久没见过那位露面了。倘若那位露面的话，江北又岂会沦陷？鬼族那边答应了，不知道，还没有具体结果传来，但从那个鬼皇3000帝嘴里问出来了不少东西，其中一个消息令永业前线上下全体都极其振奋。据说在上次雨季里，3号前线和4号前线之所以会相继沦陷，是鬼族拼上底蕴发起的一次冲锋。如今鬼族久久攻不下，损耗又极大，或许要不了多久就会战败了。真的？中年男人眼睛亮了起来，真真假假吧？女人摇了摇头，鬼物嘴里的话不能全信，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鬼族那边也不好受。或许对于我们来讲是逆风，但对于他们来讲也是逆风。那谁顺风呢？没人顺风，都是逆风。女人没再讲话，只是偏头望向关西平原深处，沉默着，久久没有讲话。永业如往常一样从天边快速席卷而来。时间来到永业历381年10月底，陈凡站在江北防线的城墙上，视线越过江北荒野，望向远处渐渐暗下来的天空。雨水带来的凉意让他此时格外清醒。当今夜夜木降临时，今年雨季也会随之开启，而明年雨季海底鬼巢就要登陆了。他站在原地望向远处，沉默着，久久不语。他在不断思索还有哪些准备没有做好，好像已经足够了，但又总感觉还不太够。就在这时，王奎举着油伞从一旁走来，走在陈凡身边，伞沿遮住了陈凡头顶，低声汇报道：“狱主，外面风寒，不如先回屋。”风寒？陈凡摇了摇头，轻笑了起来：“你忘了我们在第一次雨季的时候，那时候连个斗笠雨衣都没有，可是天天淋雨干活的。走吧，回去了。”他也没再多说什么，只是转身朝城墙下走去。临走前，他看了眼摆放在城墙根脚下的噬魂雕塑，轻笑了一声，摇了摇头。在数月前，他从祭塔里获得了一枚天道石，那是樊玉所获得的第4个天道石，他最终用在了噬魂雕塑上，一个可以大幅减少附近城防建筑弹药消耗的辅助性建筑。思绪渐渐飘远，他又隐隐想起了那日所看见的那则面板：“你对噬魂雕塑使用了天道石，获得了3个天道赐福效果，请在百息内任选其一。一个建筑仅能拥有一个天道赐福效果。1. 天道赐福效果，但无虚发，提升范围内城防建筑的准头。2. 天道赐福效果，王之领域，提升范围内城防建筑的射程，可突破鬼火限制范围。3. 天道赐福效果，弹尽粮绝，当暂无鬼石为范围内的城防建筑提供能量支撑时，可继续持续开火3个时辰，之后是魂雕塑和范围内的城防建筑一同碎裂。他最终选择了第3个天道赐福效果，弹尽粮绝。他不需要准头，也不太需要射程，相比之下，第3个要好点。虽然只能在弹尽粮绝的时候持续3个时辰，但就是这3个时辰，基本上也就能再扛过一晚。多了一波容错。重新回到无名山1号洞穴的陈凡，再次如往常一样坐在城墙上，听着耳边王奎的汇报。狱主王奎望向手里的小本本，低声道：“
这一年里，樊玉稳步发展，多个工程都在有条不紊的推进。新大陆星火燎原那边基本上已经进入尾声了，预计雨季结束后就可彻底铺设完毕。陈凡坐在摇椅上轻点了下头。星火燎原这个工程总算结束了。简单汇报完毕后，王奎便走下城墙，陈凡一人继续独自坐在城墙上。夜幕于此时正式降临，如融化黑巧般的黑暗从天边袭来，快速将整个世界笼罩进去。他低头望向手里一直把玩的一个小物件，一个琉璃把玩件，一个小人，外貌有他3分像，看起来就像是民间方式里售卖的小玩具。这是他从祭坛里通过献祭获得的一个蓝色品级的特殊资源。特殊资源有很多种，有可能是鬼石，有可能是异宝，也有可能是建筑蓝图等等。这一年了，他通过献祭共获得了4件蓝色品级的特殊资源，前2个和最后一个都是鬼石，总共获得了3000万枚鬼石，数量并不少，但并不是他特别想要的，反倒是第3件运气不错。异宝名称琉璃人偶，异宝品级蓝色，异宝效果滴血认主后，当你遇到必死危机时，可帮你挡下这一劫。一个护身类的异宝，自从获得这个异宝后，他就一直随身携带，而且把玩手感也确实不错，成了他的手把件。虽然他已经有护身异宝了，但护身异宝这种东西没人会嫌多，更何况伴随着樊玉不断发展，翡翠手杖也有些渐渐不够用了。别的不说，他可以确定一点，那就是手持翡翠手杖绝对扛不住满级式神炮的狂轰乱炸。陈凡靠在椅背上，望向洞穴外，不知何时已经从淅淅沥沥小雨变成狂风暴雨的天气，伸了个懒腰，感受着清凉雨意，慵懒的在摇椅上找了个舒服的姿势。就在这时，他脑海里深处的永夜领主面板突然开始不断闪红，并弹出一则面板：你已经将一片大陆所有区域点亮鬼火，获得特殊奖励君临天下。你已经将一片大陆所有区域点亮鬼火，获得特殊奖励君临天下。你已经将一片大陆所有区域点亮鬼火，获得特殊奖励君临天下，请即刻前往该大陆领取奖励。陈凡微微一怔，随后没有丝毫犹豫，从椅子上蹦起来，大步朝停靠在城墙下的樊玉高铁走去。他从未见过永夜领主面板如此高频的弹出一则面板，但他消耗了足足30多亿枚鬼石去打造出的工程，终于要完工了。到了收获的时候，玉主。这时，王奎有些急促的从一旁冲了过来，手里还捏着一枚传音符。新大陆那边传信说星火燎原工程提前完工了，我刚收到消息。玉主知道了。陈凡摆了摆手，没有丝毫停留，你留在樊玉手下，我去新大陆一趟。说罢，停靠在城墙口的那辆樊玉高铁，很快在雨幕中疾驰在江北荒原上，很快便消失在港口。新大陆已入夜，本来已经到了休息的时刻，但今夜新大陆1号据点所有核心人员都聚集在调度室内，神情亢奋，眼里一点睡意都没有。摆放在调度室中央的那个天眼沙盘上，此时一眼望去，密密麻麻的黄色光点有规律地铺满了整个天眼沙盘。绝侯神情极其亢奋，不断扫过天眼沙盘上的每个细节，生怕漏过一个区域。他已经通知樊玉了，少爷正在赶来的路上。1年，樊玉这1年的时间，几乎所有力量和资源都投入在了这件事情。星火燎原，在此之前，这座屋子里的所有人都没想过自己有朝一日可以完成一个如此大规模的工程，可以将鬼火铺满一整个大陆。但他们做到了，他们真的做到了这个堪称奇迹一般的工程。不知过去了多久，屋内的亢奋依旧久久没散去，而人群中突然传来一道玉主快到了的声音，众人顿时纷纷冲出调度室，朝站台冲去。恰逢此刻，陈凡所乘坐的那辆樊玉高铁驶入站台。当陈凡走出高铁，真正站在这片大陆上的那一刻，奇迹发生了。新大陆1号据点，无数人发疯一般的涌出城，临走前还不忘将还在睡梦中的同伴叫醒。各个后勤站点、海岛上的监测人员也齐齐走出屋子，正在原地抬头望向空中那堪称震撼的一幕。当陈凡的双脚落在这片大陆上的那一刻，安置在新大陆上包括那数百个海岛上，总共169988座满级鬼火，像是受到了感召般，突然爆发出刺眼金黄光柱，没入天空。近17万满级鬼火笼罩了整个大陆，让整个大陆亮如白昼。这或许是这个新大陆有史以来第一次如此透彻，但在高空之上却依旧被无穷的黑暗所笼罩。那个覆盖了整个新大陆的黑夜像是没有尽头般，依旧笼罩在新大陆的上空。但在近17万座鬼火所爆发出来的金黄光柱直直没入天空时，黑暗在退去，光柱不断快速上升，所过之处的黑暗皆被快速驱散，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直至轰！一道隐隐宛如开天辟地巨大的声音响彻在所有人耳边，他们好像听见了一个巨大的气球被戳破的声音。新大陆上空的黑暗被彻底驱散，他们看见了，他们看了在那9天之上的漫天繁星，他们看见了在那9天之上的一抹月光，他们看见了这方天地的真正模样。没有一人讲话，所有人都呆呆的正在原地看着这一幕。这是他们自出生以来第一次看见满天繁星，第一次知道了古籍里那些关于星星的诗词是何种意味。这种震撼感令他们下意识屏住呼吸，仿佛眼前的都是错觉般，生怕一个不小心，眼前所看见的一切便如同镜花水月般消散。陈凡站在新大陆1号据点的城墙上，同样有些神情恍惚地望向这一幕。他此时甚至都忘却了君临天下的奖励，甚至都忘记了自己来新大陆是干什么。眼前的动静和规模都已超过了他生平所见。这个奖励并不是一个只有他一个人能看到的面板，而是所有人都能看到的一场震撼画面。那17万道金黄光柱在驱散了所有黑暗后，继续不断上升，越来越高，最后在视线尽头
反复汇聚成了一道金黄光柱板，直冲9天之上。下一刻，17万道金黄色光柱猛地炸开，彻底碎裂。新大陆迎来了它的雨季，一场金黄色的大雨，1万颗雨滴从9天之上均匀地洒向整个新大陆，洒在所有繁育成员身上。在众人看不见的地方，上古战场所留下的数十条深达1000丈、涌动着混沌恶臭气体的裂谷开始快速生长合拢，伤口处流淌出银白泉水的瀑布和河谷，虽依旧保留嶙峋的轮廓，却褪去了戾气，覆盖上了苍翠紫黑色的毒土，在金色雨水下重新化作包含灵气的肥沃土壤，无数柔嫩的绿芽破土而出，就连那些河水也在雨水落入的瞬间，从源头处开始变得清澈可见。原本有些疲惫的繁育成员，在金色雨水落在身上时，身上的疲惫瞬间消失不见，并且一些暗疾等也被瞬间修复。少爷，少爷！站在陈凡身后的瘸猴低头望向自己那已经可以站得笔直的腿，眼眶瞬间通红，颤声道：“我不瘸了，不瘸了。”一些原本有些断肢的繁育编外成员，此时在断肢处也重新长出了新的肉芽，不一会儿竟然断肢重生。而一些年龄较大的繁育编外成员，此时头顶的银发突然根根转黑，脸上的皱褶也消散不少。吼，那是微微的吼声。微微正神情兴奋地在金色雨水里不断打滚，身上的鳞甲正在不断脱落，并快速长出一片泛着金黄色的鳞甲。这是一场洒向整个新大陆的金色大雨。站在城墙上的陈凡望向眼前这一幕，突然笑了起来。他终于知道君临天下的奖励是什么了。正常来讲，要想在一片大陆上布满鬼火，肯定是将鬼物彻底打走后才能完成的。那时候，这场金色大雨会修复这片大陆上所有被破坏的山河，会修复所有人的伤势，会为所有人延寿，宛如胜利金色大雨般，给这片饱经战火的大陆带来新生。这场金色大雨应该是在一场大战后的结尾所落下的。而除此之外，他望向灵魂深处，永夜领主面板上弹出的那则面板。若说这场金色大雨是给整个大陆的奖励，那则面板就是给他的奖励，二者合一便是君临天下。你已经将一片大陆所有区域点亮鬼火，获得特殊奖励君临天下。在接下来的3年里，这片大陆将会不断汲取永夜能量，形成鬼矿，土壤肥沃。在3年内，这片大陆将不会被鬼物侵袭。站在城墙上的陈凡望向远处，静静地看着这场金色大雨。他终于知道为什么当初那株问天香会说，如果有足够的时间，那就值，否则就不值了。君临天下真正的奖励，就是当一场大战结束后给予的3年和平安定期。在这3年内，这片大陆可快速发展，恢复往日繁华，并且不会受鬼物侵袭。他不知道形成的鬼矿数量会有多少，但他可以确定，不是一个小数目。值吗？他觉得值了。至于现在最重要的是，他从怀里掏出传音符，通过安置在海底隧道内的信号塔联系上了王款，即刻带着所有繁育成员全部前来新大陆，速度要快。这场大雨可以延寿，修复暗疾是一场大机缘，势不可得。他不知这场金色大雨会持续多久，但还是先让繁育成员都来了再说。至于江北防线完全可自动化运作，寻常雨季也无需太多人守在繁育。在这道命令下达下去后，繁育开始动了起来，一辆辆高铁载满繁育成员，快速驶向海底隧道。这是很多繁育成员第一次踏进海底隧道。新大陆在繁育一直是最高机密，虽然很多繁育成员都隐隐猜到一些，但毕竟无人亲眼见证过。在吩咐完这一切后，陈凡才继续站在城墙上，望向这场金色大雨。这场金色大雨本应在击退鬼潮、收服所有大陆后才能降下来，3年的安全期，这意味着哪怕击退鬼潮，在这片茫然大海上还有更多敌人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们。这3年的安全期或许才是最大的奖励。有很多敌人吗？他望向远处海面上那数百个被鬼火点亮的海岛，呢喃着：“那就来吧。”3年，他能感觉到，当自己获得了君临天下这个奖励后，他和新大陆隐隐产生了一种联系。比如他现在能依稀感觉到，原本因失去天道正在不断溃散的大陆，此时那些缝隙正在这场金色大雨下被快速修复。换句话说，这座大陆在很长一段时间不会再崩溃了，这里将会是他们的大后方。2个时辰后，繁育成员陆陆续续赶来，走出站台便看见了这场笼罩了整个新大陆的金色大雨，并且看见了空中的满天繁星。那场从繁星中落下的金色大雨，所有繁育成员都表现得极其亢奋，他们能明显的感觉到自己身上的暗疾全都恢复。留在繁育里的，除了繁育成员之外，还有繁育编外成员的家人等，此时也都一车一车的陆陆续续赶来，沐浴着这场金色大雨，为所有人延寿。1天1夜后，这场金色大雨渐渐停了下来，无穷无尽的黑暗再次笼罩在新大陆的上空，漫天繁星如往常一样被遮掩住。铺设在新大陆上的17万座鬼火已经齐齐碎裂，但新大陆整个大陆却被一个巨大的金色弹壳所笼罩。鬼火虽已碎裂，但鬼火提供的鬼火范围却保留了起来，并且合为一个。陈凡能感觉到，这个笼罩了整个新大陆的鬼火会持续3年，在3年内，新大陆不会遭受鬼物侵袭。虽然这些日子他本也没看见有什么鬼物侵袭，在永夜降临后，能看见有缕缕黑暗，如同墨水滴入清水那般，刺穿这个巨大的鬼火弹壳，落入新大陆地面地表，并渐渐形成一座鬼矿，无需挖掘，只需拾取即可。而这种自然生成的鬼矿会持续3年，在如此之多的资源加持下，繁育将会迎来更快的发展。这场雨季依旧如往常一样极其平淡，
樊玉所有核心成员也都安静地享受着这场雨季，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很有可能是他们最后的安宁时刻，也是他们度过的最后一场安宁雨季。就这样，1年很快过去，陈凡站在江北防线上，单手拄着翡翠手杖，望向远处波涛汹涌的死海。距离樊玉获得君临天下奖励已经过去1年了。如今的时间是永业历382年10月底，距离今年雨季降临只有几日功夫。今年雨季将不是寻常雨季，将是那位气息消散、海底鬼潮登陆的时刻。长达170公里的江北防线矗立在江北海岸线上，不少樊玉成员在其中奔波忙碌着，为鬼潮袭来做最后的准备。4年了，陈凡长吐了一口白雾，天渐渐凉了下来，比以往凉得更早一点。自从他来到这个世界也有4年多。4年前，他得知江北海底鬼潮即将登陆，这4年他一直为此在做准备。如今终于迎来了这一刻，樊玉上下全都动了起来，齐心协力，就为了这一战。狱主王奎大步走至陈凡身旁，低头望向手里的本子，刚才已经派人检查过了，江北防线所有炮塔和噬魂雕塑都在指定位置上摆放着，没有破损，且在后方还有100座备用噬魂雕塑，准备随时填补。除此之外，在无名山大后方共200座祭坛都处于正常状态，可为江北防线提供足够的修补。且如今樊玉储备鬼石已经来到了78亿枚鬼石。陈凡轻点了下头，本来樊玉储备鬼石是没有这么多的，光开采新大陆的话，1年功夫是开采不了这么多鬼石的。但在拿到了君临天下的奖励后，君临天下所自然诞生的鬼矿，仅仅是1年就给他们诞生了30多亿枚鬼石，已经回本了。还有一件事，王奎继续汇报道：江北防线足足有170公里，我们需要大量人手，才能像7号防线那样，在每晚抵御鬼潮结束后，出城收集鬼物尸体，并挖取鬼石。但我们如今人手不够，如果要大肆招收樊玉编外成员的话，王奎话音未落，陈凡便打断了王奎的话：不用招收，发出通告，让江北4地和关西平原所有势力派出人手前来支援，主要负责部分后勤以及战后收集工作。不是我们的人，会不会有？王奎有些迟疑道：不会。陈凡摇了摇头，让每个势力的势力之主亲自管理自己手下的人，并进行监督。若是出了什么岔子，我们找势力之主问责。他们平日就是干监督和管理这种事的，这也是他们擅长的，这样可以大大减少比如将鬼石塞进自己怀里这种情况发生。去吧，明白。陈凡看了眼王奎远去的身影，双手搭在江北防线的陡墙上，长吐了一口气后，心神一动，储备在樊玉仓库的数亿枚鬼石，突然一瞬间齐齐碎裂，化作乳白液体，沿着铜管快速朝江北防线涌来。江北防线开始如多米诺骨牌一样不断被齐刷刷点亮，城墙开始依次升高。在8.5亿枚鬼石加持下，江北防线原本清一色的5级城墙，如今齐刷刷的升至6级，面前不断弹出一则面板。城墙升至6级，坚固强度增加，请选择升级方向。1. 城墙可自爆，并爆发出巨大威力，威力取决于城墙的坚固程度和等级。2. 近距离攻击城墙的敌人有较低概率遭到一定伤害反弹。3. 远距离攻击城墙的敌人对城墙造成的伤害会较低。他挨个不断划过一个个面板，清一色选择了第3项，偶尔会弹出一个质变升级方向，但都没什么用的。若是刚好这个质变方向出现在第3个选项，他还得将那堵城墙拆了，重新打造一堵6级城墙堵住那个缺口。那种只能作用在一堵城墙，而不是作用在所有可相连城墙上的质变升级方向，都是没什么用的。没多久，焕然一新的江北防线在落日黄昏下矗立在江北海岸线，清一色的6级城墙和7号防线一个规模，比7号防线多了鬼血纹路，更长更硬，这回应该够了，干活了。关西平原，屠仙圣地圣主低头望向手里的信纸，咧嘴笑了起来，从床榻上蹦了起来，大步朝屋外走去。江北急袭，雨季即将降临，经黑云压城，鬼潮即将登陆，江北百里防线急缺人手，特持雨袭，求援诸方，凡健壮汉子，皆我所需。江北樊玉永业历382年10月27日，走出屋外的屠仙圣地圣主，望向早已经站在大院准备好的一众屠仙圣地弟子，神情满意的点了点头，大手一挥，出发。下一刻，一箱箱鬼石被搬至山脚下的高铁上，一个个身穿黑衣的屠仙圣地的弟子也携刀跟车，他早就准备好了，就等樊玉发出江湖令，然后他第一时间响应了。这几日，樊玉对外释放出江北海潮即将登陆的消息，关西平原各个势力这才知道，原来江北的节点早已碎裂，也终于知道了江北樊玉为何会耗巨资打造江北防线的消息。一时间，无数势力响应，一辆辆满载壮汉和鬼石的高铁，从江北4地和关西平原等各个区域驶向樊玉。不仅仅是因为钦佩江北的所作所为，更多的还是因为樊玉能动，你敢不去？樊玉是真敢来。陈狱主正在城墙上望向海面发呆的陈凡，耳边传来一道熟悉且陌生的声音，他偏头望去，七老正大步朝他走来。准备的怎么样了？能不能护住江北，就看这几天了。七老脸上没有太多担忧，尤其是在看见城墙的高度已经不是20米，而是30米后，嘴角微微抽了抽。这江北防线能被攻破，那才叫见鬼了。还好，陈凡站在城墙上吹着海风，笑着道：“最近有没有什么关于永业殿的消息？”他没什么获得永业殿消息的来源渠道，主要都是通过七老。
还行吧。七老长叹了一口气，上次雨季永业前线又失守了一个，但在雨季过后又夺回来了。主要是在雨季，永业前线压力会比较大，平日里都还好，我们能做的也就是守住我们这里3亩地，剩下的就只能交给永业店。倘若永业前线真的破了，那我们也就只能认命了。陈凡轻点了下头。对了，七老突然有些疑惑地扫了眼四周，你们樊玉没有多招点人吗？你们的江北防线足足170公里，不多招点人，战后的收集工作可不好进行。7号防线足足好几10万人，其中一大半的人都是负责战后收集工作。一个防线的主要鬼石收入来源就是这些战后收集上来的鬼石，应该够了。陈凡有些迟疑道：“我对外发出通告，向各大势力求援了，让他们派点人过来，应该差不多够了。这样可不行。”七老面色顿时难看下来，眉头紧皱：“陈狱主，你有点把江北4地和关西2地平原的势力想得都太好了，他们可不是你发出一个求援就会响应的。哪怕你这道江北防线是在庇护他们，但鬼巢没有真正到他们脸上前，他们是不会领情的，是吗？”陈凡听见身后的高铁鸣笛声，转身望向身后，在看见这一幕后突然笑了起来。诺，来了！七老顺着陈凡的视线望向身后，只见在江北防线身后的荒原上，数条高铁轨道，7、8辆高铁列车正并排行驶在数条轨道上，疾驰在荒原上，很快便来到江北防线下。第一辆高铁停稳，数百号人从高铁上走下来，并且还将一箱箱鬼石不断抬下高铁。而为首的正是屠仙圣地圣主，此时正站在城墙根下，双手抱拳望向站在城墙上的陈凡，咧嘴笑着高吼道：“屠仙圣地729号弟子接旨，自带3月干粮，支援500万枚鬼石，只求一战，为江北，为关西，谢了。”站在城墙上的陈凡双手抱拳回了一礼，同样笑道。站在一旁的七老微微一怔，才下意识到屠仙圣地圣主本就是个识大局的人，上次他就支援了7号防线500万枚鬼石，但其他势力可……话音未落，剩余几辆高铁上也走下来不少人，并都带着鬼石。江北李家7防青壮接至，任凭樊玉调遣。关西平原明尊教3000教徒悉数在此，任凭樊玉调遣。江南药王谷所有弟子接至，任凭调遣。关西平原越来越多的势力赶来，并且在江北荒原尽头还能看见更多辆高铁正在不断疾驰而来。七老望向眼前这一幕，彻底懵在原地。他们上次求援可没这么多势力响应他们的，不由偏头望向陈凡，下意识的呢喃道：“怎么响应你们樊玉求援的这么多？可能是樊玉人缘好吧？”陈凡笑了起来，他一一谢过后，王奎出面带着樊玉成员，开始给各个前来支援的势力之主分发传音符，并根据人手安排负责防线地段。七老也没久留，又看了一会儿后，才乘坐樊玉高铁赶回7号防线。毕竟雨季即将降临，7号防线也有不少事要处理。永业大陆某处常年被黑暗所笼罩的区域，一人2恶待在黑暗中央，身穿灰袍的中年男人，这些日子越来越心神不安，不断偏头望向江北的方向。虽然他什么都看不见，但他还是下意识不断望向江北方向。他能清晰的感觉他在江北留下的气息，尚有几日就要熄灭了。江北那些被他气息镇压在海底的大批鬼巢即将登陆了。就在这时，黑暗里传来一道有些苍老且疲惫的声音：“那位，你当真还不愿说吗？只要你现在离开，你便可重新回到江北，继续镇守你的江北。你真的愿意看见江北无数生灵因你而死？”原本心神有些烦躁的中年男人，在听见这话后低头陷入良久沉默。过了许久后，才轻声道：“江北无数生灵不是因我而死，而是因你们而死。”他对江北是有感情的。当年他来到永业大陆的第一站便是在江北，是江北的人将他从海里捞了上来，给了他一口饭吃。他以前是没有感情这种东西存在的，自从上次自爆后，就渐渐有了感情。但一些事情是原则性的问题，倘若让鬼族得知他以前所在的那块大陆具体位置，而对方又真的做到了穿过雷雨海域，那对于永业大陆来讲就是必死之局。那个大陆已经接近崩碎了，鬼族想要栖息在一块大陆上，就必须要找一块完整的大陆。永业大陆依旧是他们的第一目标，并且还会通过消化那块大陆上的大量鬼石，大幅增强鬼族实力，永业大陆就更挡不住了。双方再一次谈崩，一时间这片被黑暗笼罩的空间再次陷入沉默。不知过了多久，黑暗里再次传来那道沙哑的声音：“你又不是这片大陆的天道，你到底图了什么？无论永业大陆是否战败，你都不会死，我们杀不死你，也没人杀得死你。你当真想要一直被囚禁在这里？”话音落下，原本一直低头发呆的中年男人突然笑了起来，抬头望向头顶黑暗，视线仿佛刺穿黑暗般，牢牢锁定在某处。“你管我，我乐意。”自从比以前多了一丝丝情感后，他发现其实不用什么事都要想得那么清楚，只要他乐意便好。黑暗中再次陷入寂静，而平日里一直打闹的那2具鳄鱼，此时也不再打闹，而是趴在地面上望向江北的方向。齐齐陷入恍惚，他们在想小花有没有逃离无名山。若是没有逃走的话，那海底鬼巢登陆江北第一天便是小花葬身之日。他们最怕的就是小花要留在无名山等他们归来，哪怕海底鬼巢已经登陆，也不愿撤退。那样的话，他俩余生都很难再露出一丝笑容了。与此同时，永夜缓缓如期降临，黄泉口峡谷今夜灯火通明。黄泉口防线上一座座炮塔对准关西平原的黑暗，不少人在城墙上来回奔波，而黄泉口负责人则是面色严肃地望向关西平原深处。数日后，无数海底鬼巢将会从江北登陆，届时江北4地和关西2地将寸草不生，所有登陆的鬼巢都会冲到黄泉口防线。他们黄泉口防线已经建造完毕2年多了，终于到了黄泉口防线发挥作用的时候了。七老还是没有撤回来吗？他忍不住偏头望向身旁的女人。没有。女人摇了摇头。七老给我们最后的一则消息是，7号防线将会死守关东平原，以及还有一句我听不明白的话。
什么话？乱世出枭雄，苦难但奇迹。江北有人镇守，江北不会沦陷。江北有人镇守。中年男人眉头紧皱。什么叫做江北有人镇守？能一人镇守一片区域的，除了那位之外，再无他例。他没见过任何人可以一个人镇守一片区域的。但要说势力的话，他们永业殿又没派出任何支援，意思是江北四地和关西两地崛起了一个可以镇守江北的势力。他还说什么了？没说了，但听起来语气里并没有太多绝望，像是信心十足一样。中年男人沉默良久后才低声沙哑道：“那就看看雨季降临后会不会有鬼巢冲到黄泉口防线下方吧。”时间一点一点推进，长达170公里的江北防线城墙根下修建了3条高铁轨道，这些3条轨道将会负责战时的后勤快速补给以及鬼物尸体收集。每个势力都领到了自己的号段，他们将会负责自己号段城墙外范围内的战后清理工作。监督人都是各个势力的势力之主以及部分繁育成员。这些挖出来的鬼石会全部再次投入到江北防线。毕竟海底鬼巢登陆可不是打1晚，或者是打1个雨季就结束了，而是会一直打，只要防线不沦陷，就会一直打3年。5年、10年都是有可能的。而在此期间，江北防线上的炮塔会一直处于启动状态，鬼石会源源不断的如流水般消耗。光靠繁育储备的鬼石，用不了多久就耗空了。主要消耗鬼石来源便是战后清理挖掘出来的鬼石。近黄昏，雨水淅淅沥沥的洒在江北防线上。江北防线上的一众繁育成员和各个势力的人都多少有些紧张的躲在城墙后，望向前方那浪花越来越大的海水。没有几人亲自去过7号防线，也没有几个人亲自见过鬼巢登陆的画面，这都是第一次，难免有些紧张。陈凡站在港口旁边，望向港口附近的那数百根矗立在荒原上的通天柱。这次海底鬼巢登陆，如果强度不发生变化的话，那应该是用不上这些通天柱的。距离地京线路打通已经过去近2年了，这2年内大量通天柱储能完毕，其中满级通天柱已经有98根完全储能完毕。他至今还没试验过满级通天柱的威力，等有机会了，他得扔1根试试威力。他再次巡视了一番后，也如他人一样登上城墙，望向远处黄昏下的海面，开始了耐心等待。终于，当永夜降临，无穷黑暗从天边席卷而来，彻底将整个江北笼罩进去时，陈凡依稀感觉无名山上好像传来一道碎裂声。下一刻，江北防线前不断翻涌的海浪声瞬间消失了，仿佛整片海洋被抽干了声音一般，海水突然转变成极致的平静，他们从未见过的平静。紧接着，岸边的礁石开始轻微震颤，不是地震，而是某种从深海向上传导规律的震动，像是无数个原本处于沉睡的鬼物在海底清醒过来，并开始转身所造成的动静。海面依旧漆黑如墨，但很快便开始大片大片的泛起一种粘稠的墨绿色液体。第一只鬼物破开海面，站在江北防线上的陈凡眼睛眯了起来，他看见了，那是一个类似于章鱼的鬼物，没有腿，底部是无数蠕动的触手，但这仅仅只是序幕，如同一篇故事的序言般，真正的恐怖紧随其后。海平面在这一刻突然整体抬升了，一道极其恐怖的海浪突然升起，重重拍打在江北防线上，无数浪花溅起的同时，数不尽的鬼物借着浪花宛如黑色潮水般，以一种不可阻挡的姿态，眨眼间便覆盖了江北整个海岸线。鬼巢来袭。江北防线上一时响起无数道怒吼声，被镇压在江北海底数百年的鬼巢，在那位气息消散的一瞬间开始苏醒并登陆，但迎接他们的并不是可口美味无人镇守的江北。樊玉在此等候已久，陈凡站在江北防线上，死死盯住前方的海岸线。此时已有大批鬼物从海水中涌出，密密麻麻地覆盖在海岸线上，朝江北防线涌来，速度并不快，但带来的压迫感是令人近乎窒息的。哪怕他已知道自己的江北防线已绝无被攻破的可能，但看见这一幕后，还是忍不住屏住呼吸。一方面是震撼，一方面是实在太臭了，近乎凝成实质的臭味，直冲天灵盖。就在这时，一道闪电陡然划破天空，巨大的海浪重重拍打在岸边上。而当闪电逝去，浪花退去时，海岸上的鬼巢数量赫然已经又翻了数倍，密密麻麻的鬼巢近乎覆盖了整个江北海岸线，时不时能看见几只体型巨大的大鬼拎着武器，神色癫狂地嘶吼着。大步朝江北防线冲来，无惧生死，沿途踩死不少普通鬼物，无论是大鬼还是小鬼，全都将生死抛之脑后。鬼巢没有智慧可言。呼，陈凡轻吐了一口气，激活了鬼火里的清风阵，让城墙上的众人行动速度更快一丝的同时，也稍微驱赶了一丝臭味。下一刻，江北防线上足足8500座式神炮近乎同一时间被启动，刹那间8500颗猩红色能量炮弹落在鬼巢中，无数道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汇聚在一起，宛如大地塌陷般。爆炸的灰尘连同鬼物碎片夹杂着海水飞扬在空中，溢出的猩红能量如蟒蛇般化作一缕缕快速朝四周涌去。8500门式神炮的齐射，这个威力要超过任何通天柱所能爆发出来的威力。摆放着长达170公里江北防线上的8500门式神炮的齐射，几乎笼罩了整个江北海岸线，覆盖了整个区域。长达170公里的这片区域，此时已然变成死亡领域。仅仅只是一轮齐射，第一批登陆的鬼巢，包括大鬼，都被彻底清空，近乎不见一只漏网之鱼。但从海底登陆的鬼巢，真正恐怖之处就在于近乎无穷无尽。当浪花再次拍来时，更多的鬼巢踏浪而来。
陈凡望向面前这些登陆的鬼巢，他甚至都没办法做到仔细看见一头鬼物的模样，数量实在太多了，他很难将视线锁定在一只小鬼上，对方很快就会被其他鬼物压在身下。在这种数量下，准头没有任何意义。一枚猩红炮弹精准地落在这段鬼巢里，无数猩红能量如血蟒般朝四周激射而去，再次清空一片。他笑了起来，看起来有些过瘾。而这些鬼物死亡后的血液，正在被长达170公里的江北防线上的鬼血纹路快速吸收，清一色的不断闪烁着猩红光芒的鬼血纹路，在夜色中显得极其诡异。轰轰轰！这场4年之战终于正式拉开了帷幕。这不是一场短时间内结束的战争，而是只要江北防线不被攻破，就会一直存在的战争。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形成了这场战争的主旋律，无数颗爆炸的猩红能量炮弹近乎染红了整个江北海岸线。在江北防线的末端，紧挨山脉，那个屠仙圣地的弟子，此时双手紧紧握住手里的大刀，望向下方那一幕，眼中闪过一阵骇然。眼前这一幕是他从未见过的，他这辈子从未见过如此之多鬼物。他不敢想象，如果没有江北防线，这批鬼巢朝他冲来会怎样。他唯一能做的或许就是以最快速度扭脖子，瞬间再捅自己心口2刀，确保自己能死得痛快点。但此时，这完全有能力将江北屠戮一空的鬼巢，正在成片成片的被是神炮屠戮，宛如踩死一片蚂蚁那般简单。他望向身旁正不断轰鸣的数座是神炮，第一次如此真切地体会到圣主为何如此惧怕樊玉，也终于知道了圣主为何会吼着大义地将他拉了过来。站在大义就站在樊玉这边，不站大义就是站在樊玉对面。怎么样？身旁樊玉成员在看见这一幕同样有些震撼。我说的没错吧？死不了的。樊玉镇守江北数年，才打造出了这条江北防线，若这么容易被攻破，那樊玉这几年岂不是白忙活了？就在这时，那里身旁屠仙圣地的弟子突然面色微变，指向空中。只见海里突然飞起数十个蝙蝠类的鬼物，在空中绕了一个弧度，以一个尽可能不被发现的位置飞向他们头顶。下一刻，这数十个蝙蝠以极快的速度在空中不断闪躲，显然是在规避可能到来的防空炮锁定，爆发出极快的速度要掠过江北防线上空，看起来像要成功了。安置在附近的那门防空炮从始至终没有任何反应，但就在这数十个蝙蝠进入江北防线上空时，突然悬停在空中，任凭不断用力挣扎着扇动翅膀，也不能再进一步，像是突然坠入粘稠的沼泽里一般。而此时，那台坐落在江北防线上的防空炮才开始缓缓启动，防空炮的12片花瓣被齐齐点亮，花蕊中爆发出一道持续翡翠光柱，眨眼间，那数十个蝙蝠便被瞬间融化，不见踪影。是屠仙圣地的弟子愣在原地，眼里闪过一丝茫然。江北防线全面进空，神鬼进行。樊玉成员有些感慨地拍了拍屠仙圣地弟子的肩膀，你看，我就说了安全的很吧。战斗渐渐进入白热化，越来越多的鬼巢在海浪的推动下，零散运气不错的鬼物直接朝城墙顶端飞去，还有部分会远程攻击手段的飞行鬼物悬浮在距离江北防线数百米远，不断扇动着翅膀，每次扇动都会凝聚出一颗淡绿色的光球，轰向江北防线。而对此，江北防线给出的答案是，总共1700座防空炮被齐齐启动，漫天翡翠光柱近乎铺天盖地般，如用无数根激光柱切割蛋糕一样，将整个苍穹都切割成一片片。大部分在海浪推动下朝城墙飞来的鬼物都被轰成碎片，连同那些悬浮在江北防线数百米远空中的飞行鬼物也在被挨个清理，但还是有漏网之鱼。借着浪花冲上墙头，嘿，一个樊玉战阁成员正兢兢业业地守着自己的防线区段。海浪袭来，一只如章鱼般的鬼物在浪花下被拍上城头，此时正瞳孔里闪烁着暴虐和阴狠，朝跳在空中，朝他冲来。来得好！光着膀子的男人高吼了一声，武王修为毫不掩饰地流露而出，手持大刀同样跃在空中，旋转316度，将手中的大刀重重朝面前这只登上城墙的鬼物劈去，一刀命中，触感柔软，像是一拳轰在棉花上一样，但还是劈开了肉体，流淌出不少墨绿色液体。而与此同时，这只章鱼类的鬼物也张开了全部触手将它包裹住，近乎是一瞬间，男人的惨叫声瞬间响彻天地，身上一瞬间多出无数个孔洞，他能感觉到自己身体的血液正在被快速吸走，但很快，他感觉到一股温热的液体浇在他身上，他感觉自己的伤势和力气都在快速恢复，怒吼着挣脱开来，再次一刀劈去，那股温热的液体再次袭来，一刀2刀，在砍了足足数十刀后，这个登上城墙的章鱼类鬼物已被他砍成肉骚，看起来很适合做一顿饺子。呼哧呼哧，男人气喘吁吁，有些后怕地看了眼身后那根正在不断喷溅圣水的铜管，幸好有这个，否则他刚才可能就要死在这里了。喂！身旁负责另外一个区段的樊玉成员正不爽地望向他，怒吼道：“老子差点就要帮你呼叫支援了，能不能别装逼，把甲胄穿上？”好，劫后余生的男人此时也不敢嘚瑟了，急忙将刚才拖在一旁由地精制造的甲胄披在自己身上，将身体完全包裹着。刚才若是有这甲胄，不至于那么困难，主要是他第一次经历这种大场面，实在是有些激动。刚才他甚至想跳下防线去砍个痛快。而在江北防线后方，数十艘满配的非洲正在不断巡逻，一旦有拿堵城墙有较多鬼物登上城墙，便准备开始火力支援。很快，当炮弹轰鸣声终于缓缓停下来，且如幕般的永夜渐渐褪去时，大批鬼巢消失在海水中。天亮了，海底鬼巢登陆的第一站他们渡过去了。当黑雾褪去，
去。蒙蒙亮的天空笼罩江北荒原时，长达170公里的江北防线上涌出一阵阵兴奋的高吼声。站在城墙上的陈凡望向江北防线前方那无数具鬼物尸体，笑了起来。江北好像真的守住了，毕竟是第一夜，他也有些紧张。全程守在城墙上，准备迎接突发情况，但完全没有任何突发情况。他准备用于支援的非洲，甚至压根没有用到。通天柱也未启动，他还准备了充足的鬼石，可以随时将江北防线升至7级，也没用到。目前来看，一切都在掌控着。无数个被轰出来的炮坑覆盖了江北海岸线，基本上看不见一具鬼物尸体，散落着不少鬼石和异宝。江北防线的数道城墙引入地面，数十万人浩浩荡荡的在指挥下，开始有秩序的铺满江北海岸线，开始拾取鬼石和异宝，并将那些碎片鬼物尸体能带走的也全带走。天亮的一瞬间，他也收到了来自七老的传音：陈狱主，你那边如何？一切安好，那就好。传音符那面，七老长松了一口气。就这样，时间一点一点的来到了15天后，从一开始的紧张到现在已经持续15天后，樊玉已经对海底鬼巢登陆习以为常，哪怕是其他势力派来支援的那些人，此时也不紧张，并且隐隐和樊玉成员打成一片，见到熟悉的还能笑着打声招呼。这15天内，没有一只鬼物突破江北防线，江北防线矗立在这里，宛如天堑般将海底鬼巢牢牢镇压在江北外，伤亡率也很低，少数的伤亡率还是有人探出脑袋看热闹，看得过于投入，不幸从防线上坠落下去，当场摔死的。正值黄昏，庇护所的真正意义是庇护。站在江北防线上的陈凡远眺天边大海，神情恍惚地轻笑着。此时他才感觉樊玉好像真的庇护了很多人，有很多人因他而活，这种感觉还不错。在永夜大陆，雨季是一个很难露出笑容的季节，谁能在这个季节笑出声来，基本上可以被判定为失心疯了。而此时江北防线上的笑声却不少，樊玉白骨骼成员正乘坐非洲，将一桶桶热乎的饭菜按份分发在江北防线上的一众人。这15天的经历让大家彼此信心都足了不少，隐隐间不少人好像看见了希望，好像看见了永夜大陆真的能抗得过鬼巢入侵的希望。陈凡站在城墙上轻笑着，这批鬼巢没有智慧，只知道冲锋，鬼巢也无法将消息传递给其他区域。有时候他其实也在想，这么多鬼巢都是从哪来的，总不能是凭空冒出来的吧。就在这时，他再次收到七老的传音：陈狱主，永夜殿黄泉口防线在雨季降临后的15天内都没有鬼巢袭来，已经将你这边的消息上报上去了，过一段时间可能会有永夜殿的人来找你。陈凡轻点了下头，他知道这件事情樊玉的崛起是瞒不住的，顺便也了解下永夜大陆前线是个什么状况。实际上在雨季降临的5日后，黄泉口防线那边就猜到是什么情况了，真的有一个势力守住了江北，甚至打造了一条防线，并迅速将这条消息汇报上去。而此时雨季降临后第15日，一架非洲停在了黄泉口防线上空，一个满身疤痕的光膀中年男人，身后跟着一个披着黑色斗篷看不清面容的胖子从非洲上走了下来。信息属实，男人是此次行动带队的，径直走到黄泉口防线的负责人面前，望向关西平原深处询问着。属实，黄泉口防线负责人陈声道：如今雨季已经过去15天了，江北依旧尚未沦陷。好，光膀中年男人眼睛紧闭，深吸了一口气，低声呢喃着：希望给我一点惊喜吧，永夜大陆太需要一个奇迹了。下一刻，男人走向非洲，非洲升空，朝着江北防线疾驰而去。永夜降临，无穷无尽的鬼巢再次从海底浮现出来，密密麻麻地冲向江北防线。早就已经习以为常的江北防线应对自如。陈凡站在城墙上俯瞰着这一幕。狱主少秋从陈凡身后浮现出来，低声汇报道：关西平原的站点在天黑前看见有一艘非洲朝江北飞来，不是我们樊玉的非洲，估计1个多时辰后就会抵达江北防线。要任凭对方进入樊玉地界吗？陈凡面色平静地望向远处鬼巢。关西平原没有哪个势力拥有非洲，那看来应该是黄泉口防线那边，或者是永夜殿那边的防线派人来了。保持警惕，盯住，在对方没有多余动作之前，不用阻拦。明白。少秋点了点头，身子缓缓隐去。1个多时辰后，永夜殿非洲驶入江北上空，直逼无名山，并缓缓降低高度，进入樊玉鬼火范围，悬浮在江北防线上空。当周围黑暗被鬼火驱散后，眼前瞬间开朗起来。站在甲板上的光膀男人瞳孔骤缩，他看见了一道长达170公里的6级城墙矗立在江北，海底鬼巢早已登陆，此时正不要命般的朝江北防线发起进攻，但全被江北防线上凶猛的火力给打了回去。这里真的多出了一道防线，一道不是由他们永夜殿所打造的防线。他看了不知多久，才望向周围不知何时升在空中将他隐隐围在中间的数十艘非洲，以及防线上几座已经调转炮口瞄准他的防空炮。深吸了一口气，高吼道：永夜殿天一，求见此方势力掌权人。声音震耳欲聋，几乎压下炮火的轰鸣声，响彻在天地间。很快，一艘非洲停在他面前，甲板上一个身穿势力服饰的男人望向他：跟我来。这艘非洲开始在前方引路。没一会儿，他脚下的非洲和江北防线的城墙齐平。他从甲板上走到城墙上，望向站在城墙边缘背朝他的陈凡，双手抱拳，沉声道：永夜殿天一，求见。听见身后声音的陈凡缓缓转过身来，望向永夜殿派来的这两人，停顿了一会儿后才轻笑道：江北樊玉。陈凡身旁则是跟着一个体型巨大的黑袍男人，看不清面容。见过陈狱主。男人再次行了一礼，客套了几句后才表达了来意：我想知道樊玉是哪来的如此多鬼石打造江北防线。陈凡笑了起来，以这是樊玉核心机密，不方便多说为由拒绝了回答。光膀男人面色沉重的点了点
点头。实际上他也就是例行一问，江北繁育8成是找到了上古留下来的鬼矿，数量也不会有太多。打造完江北防线后，应该也剩不下多少。最重要的是，就算江北繁育真拿出来20-30亿枚鬼石交给他，也改变不了什么局面。了解江北繁育能如此快速崛起，想必肯定有独特的地方。我这次前来，一方面是查看是否真的有江北防线，另一方面，永业殿希望可以获得你们一定的支持。如果你们有的话，需要哪方面的支持？我对永业殿了解并不多，说说你们需要哪些？什么都需要。男人沉声道：“没有永业殿不需要的，比如……”就在这时，他突然在淅淅沥沥的雨水中嗅到了一丝饭菜香味，肚子不自觉的咕噜咕噜响了起来。下意识的偏头望向后方，只见不远处的西洋城，一个巨大的棚子撑在西洋城上空，而在下方，无数道蒸汽冲天而起，饭菜的香味飘到城墙上，甚至盖过了鬼潮来袭的漫天臭味。那里是？陈凡眉头轻挑，望向身旁王奎，问问奇虫在做什么。很快有了答案，豆豉蒸排骨。正在未等天亮后，从防线上退下来的人准备饭菜。豆豉蒸排骨，这个满脸写满狠辣的男人突然僵在原地，有些茫然的从身后西洋城上收回视线，又望向江北防线上一众人。你们今天准备吃豆豉蒸排骨啊？昨天呢，好像是清蒸黄鱼，什么玩意儿？男人彻底僵在原地，像是听见了什么鬼故事一样，比看见江北防线都要震撼。你们每天都吃这么好，还行吧？永业前线吃什么？我们吃炒面，就是将面粉炒熟后浮水下咽。有一瞬间，他甚至想留在江北防线了。那我知道樊玉可以为永业殿提供什么支持了。陈凡笑了起来，樊玉或许可以先为永业殿提供粮食和线路支持，但需要一点鬼石作为报酬，毕竟铺设线路挺费鬼石的。男人眉头紧皱，永业殿现在拿不出1枚鬼石，除非你可以自提。自提是什么意思？就是去永业前线自提。永业殿现在的运输线路被破坏了不少，余下的线路很紧张，再加上有内部叛徒泄露情报，大额鬼石很难运输至其他区域。但倘若你要去永业前线自提鬼石的话，就没什么问题了。他一边说着，一边紧紧盯着在江北防线墙根下快速疾驰奔波的高铁。他好像隐隐知道樊玉说的可以提供线路支持是什么意思了。陈凡走至一旁搭建在江北防线上的小屋里，外面雨大，进屋聊吧。茶屋内，陈凡给男人倒了一杯茶，讲讲你们永业殿的运输线路以及为什么线路被破坏。好，光膀男人双手端着茶杯停顿了一会儿后，才开始讲述。原来永业大陆存续的核心秘密是在这片大陆之下沉睡着一座无形大阵，海岸边连绵山脉便是这座大阵的阵纹显现。有山的地方就是节点完整的地方，鬼潮永远不可能翻过连绵山脉，正是它的庇护才将汹涌鬼物隔绝在外。唯有而失去连绵山脉的地方，就是大阵节点碎裂之处，就是鬼潮撕开防线之地。这个时候就需要防线补齐这些节点碎裂的区域，比如江北防线和7号防线。随后男人从怀里掏出一张鬼皮地图铺在桌面上，将大那些出现阵纹碎裂的区域指给陈凡看。明白了。陈凡看着鬼皮地图点了点头，靠在椅背上轻揉着太阳穴，没有讲话，陷入沉思。这番交谈让他对永业大陆的格局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认知。简单来说，永业大陆此时就像是一件有些破烂的衣服，而他们防线的作用便是查漏补缺，补住那些缺口。大陆破破烂烂，他们缝缝补补，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而在这种情况下，运输物资线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只是每多这样一个防线沦陷，就会导致运输物资的难度再翻一番。一旦3-4个区域被沦陷，那接下来便会是滚雪球般的沦陷，短短数月可能就会全部沦陷。陈凡望向坐在男人身旁的那个穿着黑色斗篷的肥胖男人，轻声道：“守夜人。”肥胖男人点了点头，从喉咙里挤出一道应声，听起来极其刺耳，如刮玻璃一般。我是隶属外出行动组的。光膀男人沉声解释道：“永业殿外出行动组的一个主要职责，就是碾碎那些可能燃起熊熊大火的火苗，故而我们出门在外必须有1名20级以上的守夜人陪同。20级的守夜人自爆后所诞生的威力，可足以将一个20公里内缺口的鬼物瞬间全部清空。而且守夜人的自爆不会摧毁防线和波及到人类。”陈凡把玩着手里的琉璃小人，这威力可比6级通天柱大多了。他甚至有点怀疑，或许比满级通天柱的威力都要大。坐在一旁披着偌大黑袍的肥胖男人，身体没有任何多余反应。这种有点将人物化的说辞，并没有让对方起任何波澜。或许是感知到了陈凡的情绪，这个肥胖男人有些沙哑的一字一句道：“守夜人的宿命就是启动。”陈凡微微一愣，他听人说过这句话，大鱼曾经也和他说过这句话。沉默许久后，他才起身望向光膀男人：“一路奔波辛苦，我先安排2位找个地方歇息一下，具体事我们明天再聊。对了。”他看了眼男人那露在外面的光膀子，有些迟疑道：“你不冷吗？还有这些伤痕是？”男人顿时笑了出来：“我是特殊修行者火行孙，5脏6腑一直会喷射火焰，不怕冷怕热。至于这些伤痕……”话音刚落，一团火苗从男人手中的伤痕上冒出，男人熟练的一巴掌拍灭了这团火苗。落，就是这样，火焰会时不时往出冒，就会留下些伤痕。痛吗？陈凡疑惑道：“有点，但习惯就好。”男人笑了笑，外出行动组的成员必须要拥有1人能挡住一片鬼潮的实力，但也不会随便启动。只是当启动后，基本上生命走到了尽头。陈凡没有讲话，随后吩咐王奎带着2人去了樊城，将2人暂时安顿在樊城的一间客栈内。而陈凡则是独自一人坐在桌前，俯瞰着男人临走前留下的鬼皮地图，陷入思索。他在思考通过樊玉的抵御，该如何铺设一条足够安全的线路，让西部1号前线和樊玉之间建立起联系。很快天亮了，伴随着浓稠黑暗褪去，在淅淅沥沥的雨水
中，鱼肚白的天泛在空中，叫号声在江北防线上不断响起。在指挥下，从防线上退下来的人和准备出门拾取的人都渐渐聚在一起，准备开饭。江北防线的墙头上，永业殿天一望向面前桌子上的饭菜，肚子实在是按捺不住的开始咕噜咕噜叫了起来，有些不好意思的抬头望向陈凡。那个陈狱主，我就先开动了，一起吃。陈凡笑呵呵道，都是些家常便饭，招待不周，还请见谅，足够丰盛了。真的。天一深吸了一口气后，当即狼吞虎咽了起来。旁边那个肥胖男人守夜人也第一次有了多余动作，时不时夹起一块排骨放在自己碗里，时不时传来一道呻吟声，那是痛苦的呻吟声，就像癌症晚期病人吃饭一样，极其痛苦。陈凡沉默地看着这一幕，永业殿的人比他想象中过得要更苦，甚至都不如之前的江北陈家吃得好。片刻后，天一放下饭碗说道，陈狱主，还有一件事，我已经将樊玉的潜力上告至永业殿了。昨夜我知晓，江北防线的打造没有动用任何建筑师，是陈狱主你一人打造。这种级别的建筑师，哪怕江北沦陷，陈狱主你都不能出事，所以我第一时间告诉了我师父。你放心。天一深吸了一口气后，面色严肃道，事关重要，我没敢走正常上帝渠道，我只告诉了我师父一个人，除此之外没告诉任何人。他在永业殿的位置很高，绝对不会将消息泄露出去的。我还有要事缠身，需要去黄泉口峡谷那边处理一点事情，就不多耽误了。这枚子母石你收好，可远距离通讯，和我单线联系，有什么事情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言罢，两人告别，乘坐非洲渐渐消失在视野中，走得极其果断。坐在椅子上的陈凡靠在椅背上平静着没有讲话，良久后才不由轻笑了起来。他昨晚已经大概想到该如何铺设线路了。而此时，在城池内一间私人屋子内，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神情恍惚，一杯茶接着一杯茶不断送入嘴中。不知过了多久，老者才起身关闭门窗，激活阵盘，从储物戒里取出一枚鬼骨。当这枚鬼骨被取出来后，无风自然，鬼骨化作的黑烟在空中凝而不散。眨眼间，黑烟中隐隐浮现出一个黑影，这个影子好像很高兴，声音似近似远的在屋内响起，你终于联系我们了，这是你这辈子做出的最正确的选择。只要你提供的情报足够重要，当鬼族占领永业大陆后，可保你全家荣华富贵，并分你一缕天道赐福，让你延寿100年。当黑影浮现的一瞬间，老者眼里的恍惚瞬间散去，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回头了。此时他哪怕什么都不说，被查出来也依旧是个死字。停顿了一会儿后，他低头望向茶桌上的香台，低声道，江北被守住了，有一个势力名为江北繁育，在没有任何势力资助的情况下，打造出了江北防线6级防线，且势力首脑陈凡是一个很强的建筑师，独自一人打造了江北防线。他将天一汇报上来的消息一五一十的汇报了上去。收到。黑影笑了一声，很快缓缓散去，而黑烟并未散去，反而是快速凝聚，赫然又再次组成了一个鬼骨。就在这时，敲门声突兀响起，老者快速将鬼骨收入储物戒里，关闭阵盘，重新坐在茶桌前，轻咳了一声后才沉声道，进来。很快，一个小年轻有些手忙脚乱地闯了进来，言语间满是兴奋。长老，永业西部1号前线传来了好消息，说缴获了一张蓝色品级的建筑蓝图，让我们快点派建筑师过去，去西部1号前线参悟建筑蓝图。老者没多说什么，跟着小年轻出了门，只是他在背后看了眼面前这个有些兴奋的小年轻，轻叹了一口气，站得越高知道的就越多，对永业大陆的未来就更不抱期望。与此同时，黑暗中一个鬼皇正坐在大殿王座上，望向下面鬼屋递上来的情报，有些恍惚地呢喃着。他没想到在这种环境下，人类内竟然还会有奇迹，一个位于西荒岛极其贫瘠的区域，竟然还能有势力崛起，并独自打造一道江北防线。他们这些年极力阻拦永业殿到西荒岛的线路，就是为了让江北沦陷，好让鬼巢登陆，里应外合之下侵入腹地，从侧面对永业大陆西部1号前线造成威胁。没想到还是被名为江北繁育的势力守住了，只是他压根没听过这个势力。他低头望向手中的地图，沉思许久后，又在地图上思索着点了几下，才下令道，吩咐下去，让永业大陆西部1号前线海域里的鬼巢偷渡一批鬼巢前往黄泉沿海防线海域，以最快速度不惜一切代价攻入黄泉山脉区域，然后进入黄泉山脉区域，一路向西突破黄泉口防线，从永业大陆腹地前往江北，灭掉繁育。话音落下，跪在大殿上的一只男鬼愣在原地，抬头望向坐在王座的鬼皇，震撼道，王，这样做会极大消耗战力，导致我们更难攻下1号前线，一个繁育值得消耗如此大的代价吗？直。鬼皇坐在王座上，面色平淡的冰冷道，只要不发生奇迹，永业大陆必败无疑，我们要做的就是将那些可能是奇迹的事物全都掐灭在摇篮里。鬼皇缓缓起身，走至王座身后，望向挂在墙壁上的对联，嘴角带着一丝笑意，轻声道，人类文化中有一种兵法叫做冰柜神速，那么就让江北繁育体会下何为鬼族的冰柜神速。明白。跪在地下的这个男鬼也不再说什么，只是应声退下。永夜降临，天色再次暗了下来。长达108公里的永业大陆西部1号前线前方那片广袤海域中，无数鬼巢从海水中涌出，开始朝防线发起冲刺。伴随着爆炸声漫天响起，新的一夜守城又开启了。但在海域深处，大批鬼巢正聚在海面上，整整齐齐地聚在一起，边界线极其明显。其中一个悬浮在空中的大鬼偏头望向北面那片空无一只鬼屋的海域，面色冰冷地下令道：方向北前进。下一刻，海水里的大批鬼巢遵从命令，铺天盖地地在海里朝北边不断游去。就在这时，轰！冲在最前方的一头鬼屋刚踏入那片空无一只鬼屋的区域，突然一道闪电没有任何征兆地劈下，将这只鬼屋连同周围一片鬼屋全都劈为灰烬。当越来越多的鬼巢涌入这片区域时，密密麻麻的闪电不断劈下，空气中飘荡着浓郁的焦香味，整个场面就像是用电影
营拍挥像极其密集的蚊群，噼里啪啦的声音不绝于耳。无惧生死的鬼巢压根无视了那漫天闪电，遵从命令，继续一路向北。哪怕无数鬼物死于雷电之下，但终有一批幸运儿穿过这片区域，在冲刺了数十米后，头顶上已再无雷电。约莫1个时辰，这批数量极其庞大的鬼巢终于彻底穿过了这片死亡区域，但活下来的已经10不存1。这只悬浮在空中的大鬼有些心痛地望向眼前这一幕，这得白白损失多少兵力啊！他望向悬浮在死亡区域对面空中的那只大鬼，这批鬼巢已经顺利抵达秋冥盆地海域，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2只大鬼隔空对视了一眼，点头示意了然，如接力棒一般。处于秋冥盆地海域悬浮在空中的那只大鬼带着这批鬼巢继续在海面上一路朝北疾驰而去。没过多久，再次抵达一处不见一只鬼物的区域，方向北前进。大鬼再次下达命令，下方鬼巢再次涌向这片死亡区域，漫天雷电不断轰下来，侥幸通过第一个死亡区域的这些鬼巢再次义无反顾地冲向眼前这片死亡区域。约莫半个时辰，这批鬼巢再次穿过这批死亡区域，成功抵达黄泉山脉海域，但再次10不存1。站在黄泉山脉海域上空的一只大鬼已经成功接收到这批鬼巢，和负责运送鬼巢的这只大鬼对视一眼，再次点头示意求援求援。长达27公里的黄泉沿海防线突然爆发出刺耳且夹杂着浓郁恐惧的高吼声。黄泉沿海防线的负责人对着手里的子母狮高吼道：“今夜鬼巢数量突然骤增，请求支援，请求支援！”夜色下，近乎无穷无尽的鬼巢从海底登陆，以一种比往日更加狂暴肆虐的姿态朝防线涌来。防线上的炮塔近乎拼命般的不断开火，但依旧无法挡住。越来越多的鬼物踩着同伴的尸体冲上防线求援。就在这时，位于防线城墙上的指挥室突然被一只鬼物撞开。黄泉沿海防线负责人眼中闪过一丝绝望，声音有些发颤的最后高吼道：“黄泉沿海防线已沦陷，无需派援，请去支援黄泉口防线。他们的目标是……”声音戛然而止。这只脑袋巨大的鬼物张开布满锋利牙齿的巨大嘴巴，流淌着粘稠且恶臭的液体，一口将男人脑袋连同那枚子母石吞入腹中。黄泉沿海防线今夜全部告破。越来越多的鬼巢登上城墙，并汇聚在一起，在夜色大雨中一路深入黄泉山脉区域腹地，朝黄泉口峡谷防线冲去。而他们的目标极其明确，前往黄泉口防线，攻破黄泉口防线，进入关西平原，前往江北。快！刚收到消息的黄泉口防线此时极其嘈杂，他们一直以来防守的区域都是关西平原，此时后方沦陷，他们得快速调整。炮塔开始快速旋转，瞄准黄泉山脉区域腹地。夜色中一片寂静，只能在鬼火范围内看见汹涌大雨，看不见任何一只鬼物。黄泉口防线负责人此时有些焦急不安地对着手里的子母狮不断高吼道：“黄泉口防线负责人，呼唤黄泉沿海防线负责人。”不断重复3遍，但无人应答。哪怕他已经收到消息说黄泉沿海防线已经沦陷，但他还是抱着一丝希冀去呼唤。问题不大。就在这时，永夜殿天一拍了拍负责人的肩膀，沉声道：“黄泉海域的鬼巢数量不算太多，能摧毁黄泉沿海防线，这意味着鬼巢数量已经不多了。黄泉口防线守得住，更何况还有我俩在。”黄泉口防线负责人在看见天一和跟在身旁的那个肥胖男人，这才稍微松了一口气，也知道自己有些失态。我第一次当防线负责人，还没经历过鬼巢，没事儿。天一笑了笑，下次就有经验了。然而，当第一只鬼物从黑暗冲进鬼火范围，紧接着无穷无尽的鬼巢从黑暗里狂奔着冲进鬼火范围后，天一面色瞬间大变。这批鬼巢数量绝对不是黄泉口海域该有的鬼巢数量，一眼望去，鬼王足足数百个，就连大鬼也有几十个，而这仅仅只是冲入鬼火范围的头批鬼巢，这不是黄泉口海域该有的鬼巢强度。几乎一瞬间，他便明白怎么回事了。在和师傅汇报繁育的时候，师傅突然问了一句：“这个消息是只告诉自己，还是通过正常渠道上报后额外告诉他？”他当时不知为何突然留了个心眼，说消息已经通过正常渠道上报了，额外告诉师傅。他心里是十分信任师傅的，是师傅收留了他，是师傅带着他加入了永夜殿。只是当他看见这批完全不是黄泉口海域该有的鬼巢以如此快的速度冲到这里的时候，他便知道师傅泄露了情报。这些鬼巢甚至没有摧毁沿途的城池，说明目标极其明确，冲垮黄泉口防线，进入关西平原，灭繁育。师傅啊！天一突然惨笑了起来，只觉得内心有点闷得慌，堵得他难受。原本就一直在体内不断燃烧的熊熊大火，此时燃烧得更加猛烈起来。他从未想过师傅会背叛永夜大陆。师傅，明明你才是那个最想赢的人啊！他从怀里掏出子母石，联系到自己的上级，声音发颤的一字一句道：“永夜殿，天一汇报一个重要消息，江北繁育崛起，打造了一道6级防线镇守江北，且江北繁育之主是一个实力极其强大的建筑师。我昨日这个消息仅汇报给师傅一人，他泄露了消息，鬼族不惜一切代价派出鬼巢偷渡至黄泉口海域，现已突破黄泉沿海防线，正在进攻黄泉口防线。”在汇报完这个消息后，他又联系上陈凡，有些羞愧的颤声道：“陈狱主，消息泄露，我师傅是内奸，鬼族已派遣大军进攻黄泉口防线，预计很快便会突破，请繁育尽快做好准备。”当看见这批鬼巢强度后，他就知道黄泉口防线挡不住。黄泉口防线打造出来就不是为了应对这种强度鬼巢的，这种强度的鬼巢已经远超7号防线和江北防线所面临的鬼巢强度。下一刻，越来越多的鬼巢已经冲入鬼火范围内，黄泉口防线上的炮塔开始不断开火，但在面对如此数量和强度的鬼巢时，显得有些孤木难支。天一缓缓闭上双眼，拎着一把刀，站在黄泉口防线的城墙上。当他再次睁开双眼
时，无穷怒火如实质般爆发出来，身体表面密密麻麻的突然浮现出无数裂缝，如碎裂的洋娃娃般，猩红色的火焰不断从裂缝中喷射而出。天一深吸了一口气，将大刀握在手中，望向防线下方那无穷无尽的鬼巢，跃在空中，身如流星般被猩红火焰包裹着撞向鬼巢，所有靠近的鬼物被瞬间燃烧至湮灭，声音饱含愤怒的高吼道：“永夜殿，天一在此！”只见天一双手持着大刀，怒吼着插向地面，身上燃烧猩红色的火焰瞬间狂涌至刀尖处，钻入地底消失不见。原本包裹着天一的猩红火焰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宛如瞬间被熄灭的蜡烛般。但紧接着，整个世界仿佛停顿了一刹，地壳开始微微发颤。下一刻，无数碎片飞至空中，近乎无穷无尽的火焰，如同火山喷发般，以天一为中心从地心深处激射而出，范围极大，近乎一瞬间便清空了周遭大片鬼巢，甚至就连一个靠近的鬼王也在这一击下惨烈而死。一人诛杀一只鬼王，一击结束。天一面色煞白，毫无血色，跌跌撞撞地站在地面上，望向刚清空的那片区域，几乎眨眼间又被数量更多的鬼巢填满，无数癫狂暴虐的鬼物无惧生死地朝他狂奔而来，狂风夹杂着恶臭扑面而来。就在这时，他怀里的子母石突然发烫，并传来陈玉主那熟悉且沉重的声音：“樊玉支援即将抵达，坚持住！”他回头看了眼身后的黄泉口防线，突然笑了起来，掂了掂手中的刀，转身望向前方无尽鬼巢，舔了舔嘴角，不由有些回忆今早吃的那豆豉蒸排骨，真是美味啊！此时前方那朝他狂奔而来的鬼巢渐渐模糊了起来，他依稀想起了年少时跟着师傅身后时讨要橘子的场面，温馨且欢快，但如今来不及了。陈玉主，谢谢你的款待。夜色中，天一矗立在残留在地面上的烈焰中，在狂风暴雨中横刀站在原地，身如弓般直直盯着距离他最近朝他狂奔而来的一头鬼物。隐约间，他在这头张开大嘴咆哮的鬼物齿间看见了一枚子母石，那应该是黄泉沿海防线沦陷时负责人手里的那枚子母石。帮你报仇了，兄弟！下一刻，天一身上的裂缝变得愈来愈大，整个人近乎要散架一般，更加狂暴的猩红火焰从皮肤表面的缝隙、眼鼻耳喉里激射而出。他尽可能的张大嘴巴怒吼着，想要宣泄着体内的滚烫。他烫了一辈子，这一辈子，那猩红火焰无时无刻不在体内折磨着他。今日他要更烫一点。他笑了起来，并开始奔跑。无穷鬼巢朝他冲来，他迎面而上，脚下的速度越来越快，直至即将逼近时，他眼中毫无畏惧之色，眼眶已被猩红火焰所填满。跃在空中，在暴雨中高举手中刀，咧嘴笑了起来。纵然浮游入海，我依然血焚天。师姐，焚天！他体内的血液开始快速燃烧，并不断转换成猩红火焰，火焰越来越多，顺着刀尖狂涌而出，形成数百丈的火焰长龙，逼近便将那个齿间卡着一枚子母石的鬼物燃烧至灰烬，连同周围一众鬼物都被瞬间清空。他脚下没有丝毫停留，目标直指鬼王。二击，昔日在雨季对樊玉造成极大危险的鬼王，在这一击下前胸贴后背，透心凉。三击，又一尊鬼王因此陨落。就在天一准备继续发起冲锋时，一只墨绿色的大手从黑暗中激射而出，猛地拍向天一，仅此一击便将天一拍至高空中，在空中划过一道抛物线，重重落在防线后方，生死不知。几乎刹那间，那近乎铺天盖地的猩红火焰便瞬间熄灭。鬼巢中，那具墨绿色大手的主人足足10几米高，站在鬼巢中望向前方这道黄泉口防线，怒吼着：“这是一尊大鬼，是比鬼王要更强一个档次的鬼物，绝非人力所能挡。”这片区域短暂被清空的区域，已经再次被鬼巢填满，并狂奔着冲向黄泉口防线，再次发起无惧生死的冲锋。黄泉口防线上，负责人将这一幕尽收眼底，眼眶泛红的沙哑道：“守住，守住！”防线上的炮塔开始最大功率的不断对下方的鬼巢狂轰乱炸着，但在越来越多的鬼物尸体堆积之下，大量的鬼物距离墙头已经越来越近。天一被大鬼拍飞前，用子母石告诉他，樊玉的支援即将抵达。他不知道樊玉如何在短时间内给出支援，但如今他唯一能仰仗的希望就是樊玉了。黄泉口防线足足数十公里，他所在的这处区域因天一的爆发，压力稍微减轻，但其他区域却已随时可能会沦陷。这批鬼巢的数量和强度都已远超黄泉口防线所承载的上限。一直跟在天一身后的披着黑袍那个肥胖男人，此时步伐轻盈的在墙头上不断快速奔波着，最后视线停留在了一个抡起巨锤，已经大步走到防线前，准备抡锤砸下去的大鬼上，突然停了下来，身上一直披着的黑袍无风自脱，露出他的本来面貌，皮肤内流淌着白色的能量。这个肥胖男人站在暴雨中，转身望向天一被大鬼拍飞的方向，深深看了一眼后，才从喉间挤出一丝破风且沙哑的声音：“守夜人97号启动。”男人踏在空中，一步一个脚印走出防线，悬空而立，身体内的白色能量如沸腾般开始不断翻涌，直至当所有皮肤表面都浮现出裂缝后，他缓缓张开双臂，最后看了眼天地间，从怀里掏出从樊玉偷摸带走的一个红糖馒头，将挡住嘴的疙瘩往上抬了抬，艰难地塞进嘴里咀嚼着，刺耳声音中夹杂着笑意，低声呢喃着：“甜，终于可以不疼了。”下一刻，幽绿色的光芒如极光般瞬间绽放开来，并不断朝夜色中涌去。长达27公里的黄泉口防线，近大半防线被幽绿色极光所笼罩，所有人都看见了这一幕。幽绿色极光所到之处，无数鬼巢连同鬼王纷纷陨落，只有大鬼能逃过一劫，但也身受重伤。前方所有鬼巢近乎被一举清空，原本已经即将沦陷的黄泉口防线再次坚守住。这是永夜殿的战略武器——守夜人，经过特殊改造后，不但威力极大，
且不会对人类和建筑造成丝毫损害。唯一缺点就是被改造的守夜人会终生承受剧烈的痛楚，改造的强度越大，承受的痛楚越强。但在被清空的区域尽头，大量鬼巢再次从永夜里源源不断的狂奔而出，仿佛无穷无尽，杀不完一样。那些重伤的大鬼再次怒吼着发起冲锋，更加癫狂，更加愤怒。战略武器存在的意义不是结束战局，而是给战局拖出一个空档期。如果这个空档期没有做出任何反击手段，那也不过是多挣扎一会儿。但樊玉的支援来了，天际间3枚携带雷霆的樊玉巡航导弹以极快的速度划过永夜，携带恐怖威慑，直落在黄泉口防线外的那群鬼巢中。轰！漫天爆炸声陡然响起，无数雷蛇如雷神洗地般在地面上不断狂涌，阵阵焦香味盖满了整个天空。巨大的爆炸响彻天地间，一大片区域被清空。但很快，这片被清空的区域伴随着永夜里源源不断的鬼巢涌出来，再次填满。约莫过了10息，天际间3枚携带着雷霆威慑的樊玉巡航导弹再次从天地间划破夜空疾驰而来，重重落在鬼巢中。无数具鬼物尸体碎片和幽绿液体绽放在空中，区域再次被清空。永夜里的鬼巢再次源源不断涌来。10息后，3枚樊玉巡航导弹再次如期而至。黄泉口防线后方，生死不明躺在荒原上的天一怀里的子母时，不断传来陈凡那急促且沉重的声音：“天一，汇报前线战况。”天一，但却无人回应。声音孤零零的在夜色中响起。樊玉100艘满配非洲在收到球员信息第一时间连夜升空，以最快速度朝黄泉口防线赶去。但非洲速度再快，等抵达黄泉口防线，也已在2个时辰之后。站在非洲甲板上的陈凡望向面前的半透明面板的地图，在黄泉口防线前方不断清点着，每点一次，矗立于樊玉港口的通天柱就会发射3枚，支援黄泉口防线。导弹的速度比他非洲的速度快了不知多少倍，但他不知道前线状况，只能盲轰。每隔60息轰3发，他很快想到了什么，通过传音符快速联系上7号防线的7老，帮我联系黄泉口防线负责人，告诉我黄泉口防线现在是什么状况。明白。很快，陈凡联系上了黄泉口防线的负责人，这里是江北樊玉，告诉我现在黄泉口防线的战况。是。对方语气有些慌乱和无助。天一已死，守夜人已启动，有一批我不知道的手段从天而降，杀死了不少鬼巢。那是樊玉的巡航导弹，数量有限。你现在负责给我汇报情报，当你认为需要支援的时候，我会再次发射樊玉巡航导弹。中间等待间隙大概需要37息，你自己算好提前量。大概2个时辰后，樊玉100艘非洲会抵达黄泉口防线，请坚持住。他没解释太多。传音符那边很快传来对方收到的声音。在做完这一切后，陈凡在站在非洲甲板上，望向前方不断朝2侧退去的黑暗，面无表情的沉默着，久久没有讲话。这批鬼巢是冲他来的，鬼族有点太谨慎了，也太果断了。他已经隐藏了很多实力，对外暴露出来的实力仅仅是一道江北防线而已。但哪怕如此，鬼族在得知的第一时间，依旧是以雷霆攻势欲要摧毁他。那么多鬼巢突兀出现在黄泉口防线，鬼族付出的代价不会小。球员一盏茶后，传音符里响起黄泉口防线负责人的声音。陈凡没有停顿，再次在面前半透明地图上清点了下3下。樊玉港口附近矗立在地面上的数百根通天柱，其中3根满级通天柱开始不断颤动，外壳碎裂露出里面袖珍细长的通天柱缓缓升空，调转方向朝黄泉口防线方向激射而去。终于，当陈凡总共发射了54枚满级通天柱后，耳边终于传来了黄泉口防线负责人的声音：“鬼巢没了。”呼，陈凡轻松了一口气，黄泉口防线守住了，虽然代价有点大。天一死了，守夜人启动了。樊玉总共98枚满级通天柱的抵御，消耗了总共55根，但终归是守住了。一旦黄泉口防线碎裂，那对于樊玉威胁极大的，他不可能在江北和江南打造一条防线，那防线的长度太大了，樊玉根本没有那么多鬼石。紧接着，我们找到了天一，他还没死，还有点呼吸，但也已经快死了。我用祭坛暂时吊住了他的性命，我马上到。2个时辰后，100艘满配非洲抵达黄泉口防线。这是陈凡第一次来到黄泉口防线。当非洲和城墙高度持平时，陈凡走至城墙上，一眼就看见了防线外的景色，地面几乎被夷平数丈，空气中大量焦糊味和血腥味混杂在一起，无数鬼物尸体碎片夹杂着鬼石散落在防线外。我是防线负责人，一个中年男人大步迎上了，急促道：“带我去看天一。”这里，男人急忙在前方带路。很快，陈凡在安置在城墙上的一座祭塔里看见了双眼紧闭的天一，此时正躺在祭坛里，身上布满裂缝，裂缝内隐隐间有猩红火焰流淌而出。他不懂治病，一时对这种情况也有些束手无策。不过他在得知这个消息时，就派出非洲接来了可能有办法的人。约莫1炷香后，一艘非洲从黑暗中激射而出，停在城墙边缘。药王谷谷主带着一众长老快速冲下非洲，来到天意身边，小心翼翼地快速查探着。很快，药王谷谷主起身给出了答案：陈狱主，此人应该是用了一种特殊的秘法，将体内血管悉数爆裂开来，并将血液燃烧殆尽，爆发出极强实力。这是一种必死秘法，无法终止。但此人脖颈上所佩戴的那个玉牌里面，暗层里夹着一位稀有的天才地宝属鹰，恰好中和了些许这种狂暴的猩红火焰，给他留了一条性命。不过血管已经悉数碎裂，此时也只是吊着一口气。如果他在永夜殿有命牌的话，此时命牌应该都已经碎裂了，哪怕安放在祭坛里，也最多只能活3日。不过倒是有一法，或许能救。只是药王谷谷主一时有些不敢开口，但说无妨。陈凡面色平静的轻声道：“药王谷深吸了一口气，咬牙道：
第一步就是帮他重塑血管，但人体的血管极其复杂，目前没人能做到这一点，除非在此人体内种下一株鬼血花，让鬼血花的根茎布满其身，代替血管的存在，再将此人种植在10级农田里，让鬼血花快速生长，之后再为夫人血丹，促进血液诞生，疗养数月后，理论上有一定概率能活。等等，站在一旁的少秋眉头紧皱，沉声道：“我记得药王谷是个正派吧？不是什么魔门邪派吧？”狱主，这个鬼血花是一种极其罕见的折磨人和控制人的手段，将鬼血花种植在人体内，根茎会在血管不断生长，极其痛苦。当彻底生长完毕后，会结出一枚果子，只要捏碎这枚果子，此人便会七窍流血，当场暴毙。而那人血丹更是一些入魔修士屠戮生灵血液所炼制而成的丹药，用于快速提升修为，这些都是歪门邪道。你拿来治病，什么歪门邪道？能用来救人的就是好道。药王谷谷主原本还有些没底气，但听见有人质疑自己的专业领域，忍不住开口反驳道：“但据我所知，炼制人血丹需要大量凡人的血液，你打算屠戮多少人炼制一枚人血丹？”少秋知道自己此时不应该开口了，但他是真的看不惯屠戮凡人的行为。不屠。药王谷谷主摇了摇头道：“我们药王谷满门，每人自愿献一点血，就足够炼制一炉人血丹了。”少秋突然愣在原地，嘴巴微微张合半晌，没有反应过来。他怎么从没想过还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炼制人血丹的？好像还这可以，就按你这个方法来。陈凡沉声道：“将人带回江北繁域西阳城，你亲自负责为他疗伤，只要能救活，有赏。”是。药王谷重重点头应下。一艘非洲连夜启程，载着药王谷一众人和重伤濒死的天一赶回繁域。陈凡站在黄泉口防线城墙上，听着身旁黄泉口防线负责人解释着来龙去脉。陈凡望向那个黑袍守夜人自爆的方向，地面上还残留着一丝丝被染成墨绿色的泥土。他没亲眼看见那一幕，但通过负责人的讲解，他大概能想象出这一幕。不知为何，他总是觉得这样对守夜人太残忍了。守夜人的宿命不应该是启动，没人希望自己生下来的唯一的宿命就是自爆。大概了解了情况后，陈凡偏头望向这个黄泉口防线负责人，沉声道：“我会帮你简单改造下黄泉口防线，加强黄泉口防线的强度，但这件事情就不要上报了。上报后，下次来的鬼潮说不定会更多。明白？”黄泉口防线负责人颤声点头应下，他已经大概明白什么情况了。另外一边，而在这批鬼潮全军覆没不久后，位于永夜西部玄武1号前线海域外的那尊鬼皇，面色阴沉，独自一人坐在大殿王座上。这次的失败，让他短时间内肯定无法再派兵前往繁域了。只是，若是真任凭繁域发育起来，虽然崛起到能影响整个战局的可能性是极小的，但毕竟是一个不稳定因素。先上报吧，让上面做决定。片刻后，天渐渐亮了，一夜又结束了。该死！永夜腹地深处，一座坐落在平原上的城池内，一个老者正和上级汇报的时候，鬼族那边突然主动联系他，吓了他一跳，差点暴露。就在这时，砰！他布在屋内的大阵突然被暴力破坏，传来巨大的爆炸声。谁？老者面色微变，望向门口，面色凝重，高声道：“这里是永夜殿西部战略堂，副堂主张翼德的私人居所，何人擅自闯入？”下一刻，门被撞了开来，10几个穿着黑衣、戴着面纱的人鱼贯而入，走进屋内，将老者围在中间。紧接着，一个拄着手杖的老人缓缓走进屋内，来到老者面前，晃了晃手中令牌，轻声道：“需要我做自我介绍吗？永夜殿西部外出行动组组长裘一死，奉上级命，特意前来捉拿永夜大陆内奸张翼德。是你自己束手就擒呢，还是我们来硬的呢？”张翼德神情阴晴不定地站在原地，许久后，原本紧绷的身子突然瞬间散了下来，露出一丝惨笑。“天一只将那则消息告诉我了。”“是的。”裘一死缓缓走到张翼德面前，平静道：“天一自认那则消息颇为重要，最近永夜殿常出叛徒，为了稳妥起见，他不敢走正常渠道向上级汇报，希望由你这个做师傅的将消息汇报上去。但很显然，他有些过于信任你这个做师傅的了。拜你所赐，鬼族收到消息后，付出大量代价，夜袭黄泉沿海防线，防线当晚沦陷，近10万人因你而死。鬼潮突入黄泉山脉区域，抵达黄泉口防线，你的徒弟天一和永夜殿西部外出行动组守夜人97号未族鬼潮已身亡，繁域及时支援，黄泉口防线尚未沦陷，鬼潮覆灭，这是你想要的结局吗？”张翼德眼眶通红，整个人处于神情崩溃边缘的嘶吼道：“我没想害死天一，我不知道他会停留在黄泉口防线。他前天跟我汇报说离开繁域后会前往天潜山脉，只给鬼族传递过这一个消息，我只是想给自己留条后路而已。”没有后路。裘一死再次靠近张翼德，双手拄着龙头杖，缓缓道：“永夜大陆和鬼族只有一方能活下来，这是一场没有后路的战争。背叛永夜大陆者当处死，但死亡是一件复杂的事情。配合我们，今晚给鬼族那边传递情报，就说永夜大陆西部平原防线不少人前去支援江北繁域，担心繁域再次遭受袭击。今晚永夜大陆西部平原防线防守空缺，可向西部平原援军大举进攻，配合到位，可以给你一个痛快。”张翼德面色阴晴不定，几乎没有犹豫多久，便眼眶通红，重重点头。好了，裘一死笑了起来，拍了拍张翼德的肩膀，也不用装出这副后悔的样子了。如果没被抓到的话，你不会后悔的。人总是在快死的时候才会后悔，此事肯定死定了，但至少临死前做点人事。下去后见到了天一，也不至于在天一面前完全抬不起头来。与此同时，100艘非洲已经重新返回繁域。陈凡站在非洲甲板上，望向不远处快速靠近的江北防线，他已将黄泉口防线基础改造完毕。现在若是再次遇袭，至少能多坚持一会儿，等待繁域
玉的支援。而在樊玉、西阳城、药王谷一众人正在紧急救治着天一，虽然没有十足的把握，但如果方法真的奏效，那7日后天一便能完全痊愈。就这样过去了5日，距离雨季结束还有10天左右。黑暗刚褪去不久，天还未完全亮起来，永业殿再次派人来了。一艘非洲缓缓驶入樊玉领域，并且来到江北防线附近。这次领头的是一个看起来有些苍老的老者。他在走出非洲，来到江北防线城墙上，看见双手拄着翡翠手杖的陈凡，微微一愣，才笑着道：“年少有为，年少有为啊！”自我介绍下，永业殿西部外出行动组组长裘一死特意前来为消息走漏让樊玉险些覆灭而致歉。言罢，裘一死将手杖横拎在身上，缓缓弯腰，不敢。原本还站在原地的陈凡快速上前一步，将面前这个看起来年龄能当他爷爷的人搀扶起来，沉声道：“此事是个意外，我没有怪罪永业殿的意思。”江北樊玉，陈凡，他知道永业殿肯定会派人来接触他，只是没想到派出了一个地位如此之高的人。永业殿西部行动组组长闲聊几句后，他才切入正题：“你也知道，这次是内奸泄露了你的情报，也就是天一的师傅永业殿西部战略堂副堂主张一德，已经按照规矩处死了。但距离你们最近的一道前线永业西部玄武1号前线里，也是有不少内奸的。抓内奸是行动组的事情，但查内奸却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永业殿没有足够的人手，而且在天一的情报里，你是一个实力极强，甚至要比天师建筑师更上一层的建筑师。永业殿西部战略堂堂主在得知这个消息后，希望能保护你平安抵达永业殿核心区域，严密保护。至于江北防线，永业殿会派出人手来接管。不知陈狱主你意下如何？”陈凡沉默许久后，顺着裘一死的方向望向远方，摇了摇头，轻声道：“我生于江北，长于江北，死后也将葬于江北。江北是我的家，也是樊玉的地盘，我不会离开江北。”裘一死也没多强求，只是点了点头，笑着道：“很正常，堂主也猜到了这一点。永业大陆不少崛起的势力都是如此，他们会镇守自己的区域，宁愿每日和鬼巢打交道，也不愿被保护起来。不过你名义上需要加入永业殿，这样日后无论樊玉又再次崛起，或者是突然有了什么新机遇，永业殿都会对外宣布是永业殿的支援。”陈凡微微一愣，偏头望向裘一死：“怎么？”裘一死笑了起来：“你不会以为永业大陆全靠永业殿撑着吧？那永业殿得有多能耐啊！”其实他停顿了一会儿后才继续道：“这个是永业殿机密，你不要对外讲。在永业大陆上有不少像樊玉这种突然发现了鬼矿崛起的势力，又或者是某个势力突然诞生了一个天才建筑师，天生对参悟建筑蓝图极其擅长等等之类的。而这些崛起的势力虽然数量稀少，但潜力十足，大部分都会打造防线来镇守自己的区域。而他们的鬼石建筑是从哪来的？对外宣传都是永业殿支持的，其实大部分本身就是他们自己的。不这样不行，你现在才刚刚崛起，就有鬼族主力军派出大批鬼巢偷渡来找你了。你知道为了这次偷渡，他们横跨2个区域，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吗？百不存一，百不存一啊！”裘一死远眺天边呢喃着：“你所看见的大批鬼巢，其实那批鬼巢的1%而已，9%的鬼巢都在偷渡区域时被大阵天雷所屠。倘若你日后再次崛起，你猜猜永业西部玄武1号前线那边鬼族主力会怎么做？但当你名义上加入永业殿后，那以后你所有的崛起对外都可以宣布成永业殿的支援。虽然那边依旧会注意到你，但至少会放松不少警惕。”“好。”陈凡点头应了下来。裘一死笑得很开心，他很喜欢面前这个年轻人，话不多，但能很快明白他的意思，也没有对加入永业殿有太多反抗情绪。你也不需要担心永业殿会觊觎樊玉的鬼矿，永业殿从来不会觊觎任何一个势力的机缘。永业殿仅仅主要负责看守前线，这场战争的胜利与否，最终其实不取决于永业殿，而是取决于那些在永业殿的保护下渐渐崛起的势力。而这些势力最后汇总到一起，才能抵抗鬼族的新势力，直至这些新势力代替永业殿，继续庇护其他势力崛起，一代一代传下去。只要能守住，终有一日，我们会对鬼族发起反攻。以及，虽然我知道樊玉的机缘肯定不是鬼矿。陈凡眼睛微微眯起，裘一死有些无奈地摊开手：“你们仿佛约定好了一样，每个崛起的势力对外宣传的都是发现了鬼矿。这永业大陆这些年又不是人死绝了，得多少鬼矿埋在地下，过了这么久没被人发现，恰好就被你们发现了呢。这些事情都是永业殿核心机密，一般不会轻易透露，主要是担心内奸泄露。一旦泄露出去，那些被永业殿保护的幼苗势力就会遭到鬼族的疯狂打击。他之所以告诉陈凡，是信任陈凡一个能镇守江北的势力，倘若有朝一日都会投敌于鬼族，那说明永业大陆气数确实已尽了。但哪怕如此，他也没告诉那些受永业殿保护势力的具体名字。陈凡没讲话，只是低头摸了摸鼻子。他发现永业大陆的格局好像比他想的要好一点，至少永业殿的高层并不是抱着守一日算一日的想法，对未来是有规划的。虽然不知道这个规划能不能顺利落地，但至少有。但我其实还真需要点支援，你真要啊？裘一死愣在原地，有些茫然地望向陈凡。他刚才说的不清楚吗？永业殿的支援是给鬼族看的，是为了掩护你崛起的。你怎么还真要？要点。没有。裘一死颇为果断地摇头拒绝，这个肯定是没有的。若是江北防线急需鬼石，能支援一点，帮你们守住防线。但如今前往西荒岛的物资线都被切断，大批资源很难运输到西荒岛。我需要一点高品级的建筑蓝图。陈凡没有
理会裘一死，而是斟酌着自己的用词，继续开口道：“我参悟建筑蓝图的速度很快，基本3日内都可参悟完毕，但代价是会永久损坏这张建筑蓝图。永业西部玄武1号前线不是缴获了一张蓝色品级的建筑蓝图吗？给我3日参悟完毕后，可亲自前往永业西部玄武1号前线，为他们打造这座建筑。”裘一死眉头紧皱，沉思许久后才摇头道：“不行，蓝色品级的建筑蓝图极其稀有，每一张都是至关重要，运到其他区域时都是最高机密护送的。只要蓝图在，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建筑师参悟完毕。为多个防线打造这个建筑，你参悟的代价是彻底销毁蓝图，这肯定是不行的。但我知道有一张重复的蓝色品级蓝图可以给你，不过肯定需要你付出一定报酬作为交换。也行。”陈凡点了点头，差点忘了。裘一死突然想到什么，从怀里掏出一枚令牌和子母石递给陈凡。天一上报的消息里说，你有办法打通和前线的物资补给线，这是永业殿的令牌，手持该令牌代表自身所属势力为永业殿名下势力，去前线的时候用得到。还有，倘若你准备运输大批物资时，记得通过这枚子母石直接向我汇报，否则鬼族那边收到消息，有可能会再次冲垮防线。陈凡接过这枚令牌和子母石，又和裘一死交流一番后，裘一死才转身朝停靠在空中和城墙齐平的非洲走去。就在这时，身后传来陈凡的声音：“裘老，要不留下来吃顿饭再走？”裘一死身子僵在原地，望向江北防线上跑动的人群，饭菜香味渐渐传入他鼻子。他停下脚步，转身望向陈凡，笑着道：“天一他们当时吃了吗？”“吃了。”“那行，尝尝。”饭菜很快端上来，还是矗立在江北防线上的那座小屋。陈凡像上次一样坐在那里，只不过这次坐在对面的不是天一和披着黑袍的肥胖男人，而是一个头发苍白的老者。江北防线伙食真不错。裘一死笑着夹起一块排骨放入自己碗里。他们走之前吃的什么？和今天一样，也是豆豉蒸排骨。裘一死拿筷子的手微微一颤，如刚才一般笑着，只是眼眶里不知何时泛起数缕红血丝，将手里的排骨送入嘴里。好手艺。视线又注意到摆在桌子上的那盘红糖馒头，不由自主地拿起一个馒头送入嘴里。甜，看来临走前应该是吃到了一口甜。他儿子生前那么喜欢吃甜的，肯定不会错过这个红糖馒头。好了，不吃了。裘一死深吸了一口气，将咬了一口的红糖馒头塞进怀里，突然想到什么一般，起身有些着急地朝外颤颤巍巍地走去，一边拍着自己脑袋一边嘟囔道：“瞧我这记性，差点忘了还有钥匙缠身，我得赶紧走了，我送你。”陈凡起身将裘一死送到城墙边缘。裘一死踏上非洲后，突然想到什么，转头望向陈凡：“对了，陈狱主，跟在天意身后那个守夜人启动价值大吗？”陈凡停顿了一会儿后才轻点头：“大。”他的启动拖到了樊玉支援抵达，守住了黄泉口防线，少死了很多人，那就好。裘一死笑了起来，站在非洲甲板上，拄着龙头手杖，望向陈凡挥手道：“走了。”非洲升空，以极快的速度朝远处疾驰而去。站在非洲甲板上的裘一死望向渐渐缩小却覆盖了整个江北海岸线的江北防线，从空中望去，那如此渺小的一道防线，却庇护了整个江北，庇护了无数百姓。而此时，裘一死也终于第一次认真俯瞰整个江北，俯瞰整个西荒岛。他孩子死在这里了，为了保护西荒岛，死在了这里。他能理解陈凡对江北的感情，就如他现在对江北也有了感情一样。人和一片区域的感情联系，往往都是这样建立的。他再次笑了起来，只是这次不用掩饰了，眼眶通红的从怀里掏出那枚刚才咬了一口的红糖馒头送入嘴里，很甜。他没告诉陈凡，那个自爆的守夜人就是他儿子这件事，他不想让陈凡因此有什么心理压力和负担。西荒岛好大，飞了这么久都没飞出西荒岛，但又好小，小到无法多容纳一个人。狱主在裘一死走后，王奎才从一旁走来，迟疑道：“你怎么不告诉他天一还活着？”这5天时间内，天一已经渐渐苏醒，可以睁眼了，只是讲话还暂时有些艰难，经过一段时间疗养后就能恢复正常了。陈凡摇了摇头，轻声道：“这是天一的意思。天一燃尽体内血液，已经失去了火行孙这个特殊修行者的身份，此后他将沦为普通人。他不想以这种身份去面对昔日的同僚。”随后他才望向远处，这5日他一直在完善繁育基础设施，在雨季结束后，他就得开始铺设前往前线的物资线路了，尽快和永业西部玄武1号前线建立起联系。繁育西洋城，天一抬头望向空中那艘渐渐远去的非洲，他一眼便认出来了，那是永业殿外出行动组的非洲。天一面无表情地望向那艘远去的非洲，他宁愿自己死了。他很感激繁育能救活自己，肯定付出了不少代价，可是他已经沦为一个废人了，就算活着又有什么用呢？吃饭了。祁崇端着一碗流食走到天一面前，无奈道：“来，张嘴。这几日给天一喂饭都很困难，这家伙要绝食饿死自己。或许是看见了永业殿的非洲，今日的天一情绪有些波动，身体尚处虚弱，沙哑道：我已经是一个废人，活着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什么废人？”祁崇翻了个白眼，过几天你就能生龙活虎了，没少胳膊没少腿的，怎么就成废人了？我已不是火星孙了，沦为一个普通人。然后呢？繁育有大批普通人，你的意思是他们都是废人，没他们插秧，你连这碗流食都吃不上，没他们给你搭棚子，你现在还在暴雨中呢，他们的付出在你眼里完全看不见，就是一个废人。赶紧吃饭，吃饱饭了准备干活。你以为繁育要白养你啊？跟我一起种田，不干活哪来饭吃？天一微微一愣，脸上第一次有了波澜，随后仿佛想明白了一般，乖乖张开嘴，吃了一大口流食，颇为用力的咀嚼了起来，眼里也重新浮现出了一丝对未来的希冀。他最怕自己没用，但祁崇让他突然明白，他还有用，只要有用就行。西洋城，陈凡站在远处的棚子下，望向这一幕，轻笑了起来。他没有过去打扰，只是在远远看着。雨季快结束了，该准备盘点后，开始干活了。
樊玉、无名山、洞穴外阴雨连绵，雨季尚未结束。这几天江北防线没有过多变化，从海底登陆的鬼潮被死死遏制在海岸线，无法再逼近一步。日子就这样过去了10日。雨季结束，虽然依旧会有鬼潮从海底登陆，但数量没有那么多了，也没有那么频繁了。永业殿那边也没有消息传来，说明永业前线在今年雨季又守住了，这意味着又有1年的平稳发育期。走了，陈玉主，我们先告辞了，明年再来。陈玉主路过城墙下的势力之主，再看见站在城墙上的陈凡，纷纷挥手高吼着告别。好，陈凡笑着挥了挥手，而一旁绝侯则是负责将这些势力通过高铁都送回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并且会给予部分鬼市补贴。雨季里，这些势力提供了不少人力支持，江北防线上的人越来越少，不少势力挨个撤走。而原本这些势力很多都来自于关西平原，以前彼此势力都有不少矛盾，但在江北防线上同吃同住了1个月后，矛盾也渐渐削弱了不少，准备干活了。江北防线上，陈凡伸了个懒洋洋的懒腰，望向远处海面，他突然意识到一个事情，那就是王麻子的奇迹是在多种巧合下实现的。他到现在都不知道王麻子到底是如何闯过那雷雨海域的，还是一来一回2次。若说1次是侥幸，那连续2次的侥幸也未免有些过于侥幸了。下一刻，陈凡转身招手唤来趴在一旁地面上的卫尉，走向身后悬停在空中和城墙齐平的非洲上，开始铺设铜管。铜管竖着不断上升，一路来到3000米高度，然后才开始横向蔓延，直直伸向黄泉口防线。是的，他打算打造一条空中快轨，直通永业西部玄武1号前线。这是一个枯燥且乏味的工作，他已经做好接下来几个月的时间都留在这艘非洲上了。狱主怀里传音符里传来王奎的声音：我在江北防线上没找到你人，听他们说你已离开樊玉，现在方便向你汇报樊玉近期状况吗？说吧。如今樊玉储备鬼石具体数字为107亿枚鬼石，其中江北防线在雨季里扣除消耗后贡献了12亿枚鬼石，剩下大部分鬼石都是新大陆那边贡献的。陈凡点了点头，知道了。这段时间樊玉各项工作按计划推进，由你监督。明白。对了，狱主，这次收获的1宝里，其中几个石头好像有点像是狱主你专门嘱咐过的天道石。等狱主你回来，不用，我已经在返程了。片刻后，陈凡来到芥子室内，快速扫过漂浮在空中的那一个个1宝信息，从眼前不断闪过，眼中时不时闪过一丝诧异，有不少好东西啊。随后他将视线落在悬浮在空中的那2枚石头上，咧嘴笑了起来。熟悉的名称，熟悉的味道，熟悉的面板，天道石，而且是2颗天道石。这2枚天道石都是黄泉口防线那边大鬼掉落。王奎在一旁解释道：好。陈凡咧嘴笑着将这2枚天道石塞进怀里，大步朝仓库外走去。樊玉现在储备的鬼石不少，足足110枚，只待和永业西部玄武1号前线那边打通后，他便开始准备爆发式增长了。别的不说，就说那通天柱乃战略级武器，不是防线常规武器，只能用来对付紧急情况，但那是数量不够，倘若数量再多一点呢？储备个上千数万发呢？甚至储备个数百万发呢？任何战略级武器，只要储备的数量足够多，那就完全可以当做常规武器来用。陈凡也不急着去铺设铜管了，乘坐非洲落到港口旁，晴朗天空中，大片阴雨落在那数百根通天柱上，电闪雷鸣，狂风不断呼啸而过。他打算将这2枚天道石，其中1枚用在通天柱上，剩下的1枚是他为从1号前线回来后带回来的那张蓝色品级建筑蓝图所保留的。就在他准备将手里这枚天道石抛出去时，他突然又犹豫地停了下来，从怀里掏出传音符，让王奎将刚才那几张樊玉没有的白色图纸拿过来，先把这些白色建筑打造了再说，说不定会更适配天道石呢。虽然平面板看起来都是些普通建筑，但说不定升至满级后会有奇效呢。很快，王奎将图纸送来，分别是缆绳、篝火、异兽培养屋，前2个是白色品级的，后面1个是绿色品级的，都是在这次雨季里获得的。樊玉未拥有的建筑蓝图。很快，这3个建筑被纷纷升至满级，均无升级方向，每次升级都会得到特定提升，比如手里这根缆绳，缆绳升至10级，已升至满级，无法再次提升，获取满级效果坚韧无比，极其坚实。陈凡挥了挥手中这根颇为厚重的绳子，面色有些微微古怪，真是什么类型的建筑蓝图都有啊，这算是建筑吗？他觉得这应该算是生活工坊生产出来的，就是一根绳子，打造费用不算太贵，但胜在十分结实。但别说，还真有点用。樊玉还真需要些极其坚实的绳子，当然肯定是不配1枚天道石的。他又望向篝火，这个建筑和鬼火完全不一样，但总算是有点建筑的样子了。作用是用来取暖，这么一座小小的篝火可以抵御寒冷，而且供暖范围并不小，这个倒是可以在樊玉里推广开来。篝火升至10级，已升至满级，无法再次提升，获取满级效果抱团取暖，供暖范围增大。这3个建筑里最有用的便是那个异兽培养屋了。陈凡望向被安置在一旁的巨大宫殿，是的，这是一座宫殿，比他的木屋看起来气派多了。推门望去，里面吊顶极高，看起来是为一些体型巨大的异兽准备的。在升至满级后，有了不错的满级效果。异兽培养屋升至10级，已升至满级，无法再次提升，获取满级效果慕名而来。对异兽有较强的吸引力，会增加无主异兽对势力的向往，并希望定居于此。这个不错。陈凡咧嘴笑了起来。异兽是永业大陆上一种极其特殊的存在，而每尊异兽都有不错的效果，比如海底隧道就全靠魏巍挖出来的，就连在岛上找的那批猴子，此时也在新大陆那边牧羊呢。如果能吸引一些路过的异兽主动投靠樊玉，那自然是不错的。而在他将这3个建筑全部升至满级后，樊玉已经拥有14座满级建筑了，挺好。但这3个建筑都不怎么配得上1枚天道石。呼，他深吸了一口气，准备将手中的天道石抛向不远处的通天柱。就
就在这时，轰！一道巨雷突然在空中猛地炸开，紧接着，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开始降雨。不仅仅是通天柱上空开始降雨，而是整个江北开始降雨。没有雷，没有电，没有黑云，一场翠绿色的大雨，没有任何征兆的突兀落下。他这辈子没见过翠绿色的大雨。陈凡怔怔地待在原地，遥望天边，整个江北上空被翠绿光芒所笼罩。而当那翠绿色的大雨落在他身上的一瞬间，他感觉这些日子的疲惫瞬间烟消云散，并且隐隐感觉自己寿命好像得到了提升。紧接着，面前开始浮现出无数道面板，樊玉镇守江北，翠雨天降，天道赐福。樊玉所有满级建筑将全都获得天道赐福效果。农田获得了3个天道赐福效果，请在百溪内任选其一。桥梁获得了3个天道赐福效果，请在百溪内任选其一。生活工房获得了3个天道赐福效果，请在百溪内任选其一。通天柱获得了3个天道赐福效果，请在百溪内任选其一。陈凡怔怔地僵在原地，望向面前不断弹出的面板和远处那场洒向整个江北的翠绿大雨。樊玉共有14个满级建筑，在这场翠绿大雨下，除了噬魂雕塑、噬神炮、鬼火这3个满级建筑外，他的剩余11个满级建筑都获得了天道赐福效果，相当于一次性获得了11枚天道石。半晌后，他才反应过来，他把这事给忘了。镇守江北可得天道赐福，这是他很早之前就得知的消息。甚至当时之所以留在江北，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因为这个。但是这些日子太忙了，他忘了这件事情。雨季结束，天道赐福来了，这是对樊玉镇守江北的天道赐福。翠绿大雨笼罩整个江北，让整个江北显得极其梦幻。但很快他就来不得思考这些了，只有百息时间让他选择。总共11个满级建筑都获得了天道赐福效果，他得快点去选了。这真是意外惊喜。这时正行走在樊城街头上的少秋，感受着翠绿大雨滴答滴答落在自己身上时，微微一愣，半晌才反应过来，不由张开双臂，闭上双眼笑了起来。他的很多功法催动都需要消耗寿命，他本来也没打算活太久，原本他的寿命也没多少，但在沐浴了新大陆那场金色大雨后，他就延寿了。此时又延寿了。新大陆的那场大雨提升了他50年寿命，这场大雨提升了5年寿命。他望向樊城内无数人走出街道，显然大家都感受到这场翠绿大雨是对他们有益的，纷纷张开双臂享受着这场来自天道的馈赠。只是有些人却闷闷不乐，他们没感觉到这翠绿大雨有任何稀奇的地方。对这次雨季有功之人会根据自己的付出获得对应奖励，奖励不等；而无功之人，翠绿大雨落在身上则是没有任何反应。西阳城无数白骨阁的成员兴奋高吼着，他们没想到他们竟然也算有功，种地也有功，嘿嘿。祁崇笑得极其开心，他在雨中看来不仅仅是狱主认可了他的付出，就连天道也认可了他的付出。看以后谁还敢说种地无用的，天道都说有用，你说没用，你比天道权威等等。祁崇突然想到什么，回头望向天一，天一算不算有功？天一没镇守江北，而是付出在了黄泉口防线。但回头时，他却看见了出奇的一幕，只见一道明显更加密集的翠绿大雨，在大雨中形成一道雨柱，将天一整个人笼罩进去。这是更大的天道赐福，说明天道认为天一在这次镇守江北中付出了更多的，至少比他们付出的多。也是，祁崇恍惚的呢喃着，如果不是天一在黄泉口防线拖住了那批鬼潮，等到了樊玉的支援，否则樊玉腹背受敌之下，还真不好处理。天一待在原地，抬头望向空中，他能清晰地感受到自己体内的鬼血花根茎在被快速排除，新的血管在他体内生长出来，那团猩红火焰再次燃烧起来，流淌在血管内，代替了血液存在。而这次他感觉不到疼痛，感觉不到灼烧，那猩红火焰好像完全被他掌控自如般。火行孙的力量又回来了，而且是完全被他操控，没有任何副作用的火行孙力量。他此时感觉身体再无虚弱感觉，他感受着体内那充沛的力量，突然笑了起来。他好像又是那个天一了，不过这次不是永夜殿天一，而是樊玉天一。他不打算回永夜殿了，他要留在樊玉，留在这个没有内奸的市里，他可以放心的将后背交给自己的同僚祁崇。帮我联系下陈狱主，我要亲自告诉他，我想留在樊玉。此时的天一显得极其兴奋，平日脸上那副高冷漠然的神情已消失不见。好，祁崇也为天一开心，从怀里掏出传音符联系到狱主。狱主，我是刚开了个口，滚！传音符对面便传来狱主的怒吼声，且通讯挂断。祁崇有些尴尬地摸了摸鼻子，将传音符重新放入怀中，讪讪道：“看来狱主现在应该是有些忙，那个待会儿再联系。”也是，天一面色严肃地点了点头。他自觉自己没付出太多，就获得了如此丰厚的天道赐福。那樊玉镇守江北为首功，陈狱主那边肯定获得的更多。此时自然是有些忙的，只是每到防线，在雨季镇守一片区域，挡住海底鬼潮都会获得天道赐福。可是他有些疑惑不解地望向空中那翠绿大雨，其他区域的天道赐福他也不是没经历过，可没有这么大阵仗，这都快比永夜西部玄武1号前线的天道赐福效果要强了。江北在天道眼里如此关键吗？所以镇守江北的天道赐福才会如此之多，还是因为其他原因？只是很快他原本开心的神情又有些低落起来。如果守夜人97号还活着的话，肯定会很喜欢这场大雨。还未赶回关西平原的屠仙圣地圣主，此时高铁已经停在江北荒原上，高铁上的一众人都走了下来，站在荒原上沐浴着这场翠绿大雨，这是天道对他们付出的认可。屠仙圣地圣主张开双臂，站在这场翠绿大雨中笑了起来。他感觉到自己的寿命提升了一点，只是具体多少他不清楚，并且身上的暗疾也都消除了。别的不说，他感觉此时等明天早上醒来后，说不定又可以起立了。对于他这个年龄的人来讲，这可是一件稀罕事。身后的一众屠仙圣地的弟子此时也极其兴奋，不仅仅是因为提升了寿命，消除了暗疾，
最重要的是，这是天道的认可，天道对他们在雨季里付出的认可。有多少人这辈子能收获天道认可的？这是他们可以吹一辈子的牛逼。凡城墙头上，公羊一月双手插进袖子里，望向墙外翠绿大雨嘟囔道：“和我俩无关，我俩并未启动，自然无关。”大鱼轻声道：“说得好。”公羊一月感慨道：“跟在天一身旁那个守夜人启动，他应该是有功吧？那你猜猜他能不能领到这天道赐福呢？”坟头草变得更绿一点，大鱼没有讲话，只是安安静静地站在城墙上。公羊一月撇了撇嘴，也没再说什么。微微不会讲话，但此时趴在地面上，灯笼大的眼睛里分明冒出一句话：“怎么还有我的事儿？”趴在地面上的魏魏抬头疑惑着望向头顶那根将他笼罩进去的翠绿雨柱，他头上的雨要更密集一点，说明他也不是小功。可他有什么功？但很快他就不再关心这个，而是望向前方站在密集近乎如实心翠绿雨柱下的陈凡。陈凡已经站在这里很久没有动过，那雨柱实心质，恍如是一根从天而降的翠绿金箍棒，他都有些担心给陈凡砸死在这里。而且雨柱里还夹着一缕缕金色云雾，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别急，别急！陈凡此时根本顾不上头顶那噼里啪啦的雨柱，高度集中地望向面前不断弹出的一则则面板，快速思考着，选出最适合樊玉的天道赐福效果。总共11个，只有百息，时间紧迫。陈玉主，我是……就在这时，怀里子母石又再次响起，这已经是第5个联系他的人了。陈凡有些愤怒地怒吼道：“滚！”并将身上的传音符连同子母石全都取出来，扔在远处，继续快速筛选着面前弹出的面板。永夜大陆腹部，站在非洲甲板上的裘伊死望向手里被挂断的子母石和回荡在耳边的那个滚字，下意识地将后半段话讲完：“我是裘伊死。”有些茫然地抬头望向远处，陈玉主今日这么暴躁的吗？不过很快他就大概想明白了。陈玉主拿了天道赐福的大头，此时确实有些忙得手忙脚乱，这个时候打扰确实不太合适。随后他才抬头望向头顶那道窄细且密集的雨柱，直直将它笼罩进去。裘伊死沐浴在翠绿大雨中，笑了起来。他知道这是自己儿子镇守江北有功所获得的天道赐福，转移到他身上了。这原本是属于他儿子的荣光，此时被他独享。凭着雨柱密集程度，看得出来天道很认可他儿子的付出。如果人生非要有一个句号的话，那他觉得自己儿子这个句号还不错，至少被人所记住。在翠绿大雨下，他体内原本肆虐不断钻体而出的猩红火焰渐渐平静了下来，但威力并未减小，反而他感知到威力变得更大，并不会再伤害他的身体了。原本他只能再活几年，现在只要他愿意，再活个10几年一点问题没有。整个江北都沐浴在一场翠绿大雨中，而在关西平原，各个前去支援江北防线的势力上空，也都有一片片专属的翠绿大雨。翠雨天降，天道赐福，镇守江北，有功则赏，只要付出了就有功，哪怕是樊玉看不见的地方，天道君会记录在案。终于在截止百息前，陈凡长吐了一口气，紧绷的神经突然松懈下来，呢喃着终于选完了。但就在这时，他突然发现自己好像看不清面前的东西了，一片翠绿水雾，怎么跟瞎了一样？下意识抬头望向头顶，忍不住愣在原地。今天这雨这么大吗？他感觉自己像是被一根通天柱直直砸进地底一样。很快他便察觉出不对劲儿了，如通天柱一般近乎实心的雨柱从天而降落在他身上，却并没有太多刺痛感，如春雨润万物，体内泛起阵阵暖流，像快去了一般。这是翠雨天降，天道赐福。在琢磨出来什么情况后，他也不着急了。没一会儿后，大雨缓缓消失，万里无云，完全看不出来刚才下了雨，而地面上也没有任何水波，甚至就连他的衣服也没湿。挺好，陈凡笑了起来，望向趴在一旁的魏魏，他除了感觉自己身体更轻快以及寿命好像延长了，并没有感觉到太多这个天道赐福的效果，但已经足够了。樊玉所有满级建筑都获得了天道赐福效果，哪怕像满级农田这种，除非他天道石多的花不完了，否则绝对不可能将天道石砸在这上面的建筑，也都获得了天道赐福，相当于一次性获得了10几枚天道石。以天道石的价格来算，这次樊玉在雨季镇守江北的收获绝对不算小。最主要的是，他望向灵魂深处的永夜领主面板，关于桥梁这个建筑的面板，他是不可能将天道石用在桥梁上的，毕竟桥梁对于樊玉的作用并不算太多，就是横跨水域，链接两地，供高铁通车的一种手段而已，不值得1枚天道石。但若不是这次，他都不知道桥梁这个建筑可以有这种天道赐福效果。桥梁获得了3个天道赐福效果，请在百息内任选其一。一个建筑仅能拥有1个天道赐福效果，你已经做出选择。天道赐福效果：鹊桥相会。在桥梁上成亲的新人可获得天道庇佑，新人可许愿后代为某个特殊修行者，有一定概率实现，但后代必须为这对新人子嗣。陈凡咧嘴笑了起来，他不知道永夜大陆还能撑多久，但他准备在江北推行一下这座桥梁，这样未来10几年后会多出不少建筑师，这些建筑师都会成为樊玉底蕴。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满级建筑的天道赐福效果，都是他没想过的。这次真是给了他一个大惊喜。吊兰获得了3个天道赐福效果，请在百息内任选其一。一个建筑仅能拥有1个天道赐福效果，你已经做出选择。天道赐福效果：竹篮打水一场空，大小如一，且极其结实。吊篮便是樊玉高铁，原先有一个弊端，便是吊篮的空间有限，容纳不了太大东西。要想运输大批物资，就必须打造足够长的车厢。如今有了这个效果后，便可以从横向和纵向2个维度来增加吊篮的大小，会大幅提升樊玉的运力。这些天道赐福效果都是他精挑细选的，看似不起眼，其实都是最大程度的符合樊玉所需要的。实在挑不出来合适的，也会尽量挑出一个重头戏。当然，重头戏便是那一直心心念念的通天柱。通天柱获得了3个天道赐福效果，请在百息内任选其一。一个建筑仅能拥有1个天道赐福效果，你已经做出选择。天道赐福效果：一气化3清。
发射出去的通天柱会在抵达目标地点上空时分裂成3根通天柱，每根通天柱威力和本体通天柱相同。嘿，陈凡不由满意的笑了起来。这下樊玉的这个战略武器通天柱就变得更加战略了。刚好樊玉现在有100亿枚鬼石，可以先储备点通天柱。做完这一切后，他才走到一旁捡起来自己刚才扔掉的传音符和子母石，一个个查看。缺猴的、奇虫的，还有求已死的。陈凡望向手里的子母石，微微一愣，突然想起来了，刚才他是不是好像骂了一句求已死？嘴角抽了抽，激活子母石，联系上求已死。求老无碍，他还没开口，对面便传来了求已死的无奈的笑声。联系你没什么事儿，就是想恭贺你一下，樊玉成功守住江北，顺便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雨季末尾，永夜前线没有一处前线沦陷，雨季过去了，我们又可以再发育1年了，恭喜你啊，同喜。陈凡也笑了起来，内心多少有些不好意思，一个7老80的人被他劈头盖脸一句滚，多少显得有点不合时宜。做完这一切后，陈凡回到西阳城，望向重新恢复到巅峰的天一，笑着道：“看起来完全恢复了。”呼，天一深吸了一口气，才单膝下跪，低下头颅，沉声道：“多谢玉主赐给我新生，以后我这条命就是樊玉的。我想留在樊玉为玉主做事。”一旁的奇虫有些感慨地望向这一幕，只是心里不由琢磨着，天一要是留在樊玉，会是什么职位呢？基本上是肯定加入战阁了。论实力，至少得是副阁主，但论资历又不好说。不过战阁的副阁主自从大禹主动退去后，确实如今还是一个空缺位置。怎么不回永夜殿了？不回了。天一摇了摇头，连我师父都背叛了，我不知道永夜殿还有谁能信任。我不愿待在一个连同伴都不能信任的环境了。樊玉没有背叛，我不怕战死，但我不希望我的死因是同伴从后方刺来的匕首。陈凡停顿了一下后，才望向天一，轻声道：“樊玉不是你该待的地方，你应该回到永夜殿去。我在永夜殿里没有一个可以绝对信任的人，我信任你。如果你回到永夜殿，我在永夜殿里就有了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其二，樊玉未来会和永夜殿合作，一同对抗鬼巢，但樊玉不想因永夜殿里的内奸白白战死。我需要有一个人在永夜殿里告诉我真实情况和暗流涌动下的一些蛛丝马迹。其三，我看得出来你现在实力比以前更上一层，并且有功绩加身，回去后职位肯定能更上一层楼。当你站得足够高，也能方便你去清理永夜殿里的叛徒。”天一没有讲话，只是茫然起身，眼里原本的光泽突然暗淡了一丝。他没想到陈凡会拒绝他留在樊玉，他这些日子十分羡慕樊玉里的气氛，没有背叛，没有内奸，这是他想发光发热的地方。但很快他突然想到了什么，迟疑道：“那我可不可以先加入樊玉，再回到永夜殿？”“当然可以，樊玉欢迎你的加入。晚些时刻，奇虫会带你去领取一套樊玉服饰和身份令牌，你暂且归暗阁所属。少秋是你的直属上级，你平日和他联系，重要信息可直接向我汇报。”陈凡笑了起来，这家伙实在是太聪明了，一点就通。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明白？天一笑了起来，眼里重新绽放出光芒，这样好像更好了。他不但加入了樊玉，而且还可以铲除永夜殿里的内奸。在做完这一切后，陈凡才离开西阳城，乘坐樊玉高铁前往港口，望向窗外快速向后市区的来往的人群，嘴角微微上扬，这样就挺好。在抵达港口后，陈凡才来到港口靠后江北荒原的一片区域，这里在他的吩咐下，已经腾出一大片区域，准备用来储备通天柱。但在具体决定储备数量之前，他要做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决定着能不能提高通天柱的射程。加把劲儿啊！1、2拉！在这片被腾出来的区域，一根刚被打造出来的1级通天柱正矗立在江北荒原上，而在这根足足数百米高的巨大通天柱附近，站了不少樊玉战阁成员。此时每个人手里都拽着一根绳子，使出吃奶劲，咬牙拽着。那不是普通绳子，是陈凡刚刚打造的满级建筑缆绳。在获得了天道赐福后，天道赐福效果是使其变得更加结实。在一众武王的用力下，这根矗立在地面上的通天柱开始缓缓倾斜，并保持一个平缓的速度朝地面落去。而在通天柱的下方，是一辆被扩大且经过改装的樊玉高铁。很快，在一众吆喝声中，这根1级通天柱很快被稳稳当当地落在了等候在下方的樊玉高铁上，溅起阵阵灰尘，完美。周围响起樊玉成员的一众欢呼声。拄着翡翠手杖站在一旁全程目睹这一幕的陈凡，此时也不由笑了起来。但这还不算完美，还得实验。下一刻，这辆樊玉高铁开始沿着轨道朝江北荒原深处疾驰而去。数息后，陈凡选中了死海为轰炸目标，摆放在疾驰高铁上的那枚通天柱开始缓缓震动，紧接着外壳开始脱裂，洒在江北荒原四周。一根尾部喷射着雷霆的较小版通天柱破壳而出，快速升空，并在空中携带湛蓝尾焰，直直轰向死海。不久后，轰！隐隐爆炸声从死海传来。陈凡笑了起来，笑得很开心。终于，他5年前来到这个世界，来到这个陌生且鬼物肆虐、强敌环伺的世界。从第一座鬼火、第一座箭塔开始，一点点在江北打造自己的基地。这5年里，他一刻不敢松懈，生怕一场大战就将樊玉底蕴打空，生怕一场鬼巢就葬送了他所有的幻想。但如今，他终于可以拍着胸脯说一句：樊玉已经小有规模了。樊玉移动巡航导弹试爆成功，这意味着只要他愿意，他能将高铁轨道铺设的足够多，他可以将樊玉巡航导弹发射到永夜大陆任何一个位置。那么接下来，樊玉成员再次忙活起来，开始重新选定导弹储备区域。既然确定了樊玉巡航导弹可以移动，那就要找一个更大的区域用于安置了。港口就有点不合适了，这里太小了，而且也太显眼了。最终位置选在了无名山后方，这里地广人稀，基本上没有什么樊玉成员靠近，安置在这里刚刚好。
呼，陈凡长吐了一口气，搓了搓手，将铺设空轨这件事先放在一旁，站在非洲上望向下方那一大片空余区域，望向永业领主面板上的通天柱建筑，确定建造。很快，一个由白色线条组成的通天柱虚影快速浮现出来，并且伴随着一旁通过铜管里的大量鬼石液体涌出，快速凝实，稳稳当当的落在地面上。一根满级通天柱打造完毕，一根、2根、3根，通天柱一根根落实。渐渐的，夕阳浮现在天边。陈凡忙碌了一天，天色也渐渐黑了下来，永夜即将降临。陈凡站在非洲甲板上，望向下方区域排列的整整齐齐的2000根满级通天柱，神情有些恍惚的呢喃道：“艺术品，完美的艺术品。”片刻后，后勤阁成员快速乘坐繁育高铁而来，肩膀还扛着4块巨大的木匾，在城墙4面各定下一块“繁育1号导弹储备基地”，这才对了。陈凡望向木匾，满意的点了点头。什么叫做无名山那边？它有自己的专属名字——繁育1号导弹储备基地。时间流逝，第二天，陈凡又打造了2000根通天柱，并将其命名为繁育2号导弹储备基地。接下来的小半个月，陈凡都待在繁育，主要负责忙碌着繁育的各项完善工作。在将一些零零散散琐碎的事情都办完后，雨季结束后的半个月，陈凡站在非洲甲板上，望向下方一众送别的王奎等人，嘱咐道道：“此趟约莫得数月，我会沿路铺设信号塔，确保通讯不会中断。我不在的时候，王奎你负责主管繁育事务，有拿不准的事情及时联系我。剩余人继续按照计划执行自己的任务。明白？”站在荒原上的绝侯一众人纷纷点头，又简单嘱咐了几句后，非洲缓缓升空，直直来到江北荒原上空。站在甲板上的陈凡开始继续在空中铺设空轨，由虚幻铜管组成的空中轨道。这条轨道将会直直通向永业西部玄武1号防线。这是一个相对耗时间的功夫，但也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对繁育来讲极其重要。不仅仅是那张蓝色品级的建筑蓝图，有着更多的战略意义。在目送狱主远去后，留在原地的王奎等人对视了一眼，闲聊一会儿后便各自散去。他们接下来手里的事儿可不少。雨季虽然结束了，但留给繁育的事物却一点都不少，毕竟还有下一次雨季。时间飞逝，眨眼睛便过去了3个月。站在非洲甲板上的陈凡，怔怔地望向远处那道矗立在海岸边的永业西部玄武1号防线，长达108公里。这是他得到的信息，估摸着约有100米高。这就是前线吗？陈凡深吸了一口气，内心突然多了点安全感。这种程度的防线守在前线，永业大陆应该也很难沦陷。不过他很快又想起了新大陆那边7到10级防线，最后还是沦陷了。就在这时，一道非洲突然快速朝他驶来，且一道声音夹杂着风声隐隐在他耳边响起：“这里是永业西部玄武1号前线，闲人莫入，来者何人？”江北繁育，陈凡。陈凡先是自报家门后，才从怀里掏出裘老给他的那枚令牌，举在手里晃了晃。没过多久，那艘原本停靠在他前方，保持一定警惕距离的非洲，像是收到什么信息一般，缓缓靠近后，一个中年男人站在甲板上，面色严肃地望向他：“陈狱主，请，我们负责人正在前线上巡视，他亲自接待你。”好，陈凡轻点了下头。非洲跟在前方，这艘非洲缓缓靠近这道宏伟的防线，看得出来，裘老应该给这里通知过了。越靠近这道防线，越能感受到这道防线的恐怖。身下的非洲体型并不小，但在这道防线面前，却有点像是竹蜻蜓一般，显得颇为小巧。而在防线后方，地面上密密麻麻无数行人在来回奔波忙碌着，还能看见一座一座紧挨在一起的木屋，为防线里的人提供居所。当非洲和防线顶端持平，陈凡拄着翡翠手杖从非洲上走下来，落到城墙上时，便看见一个女人正站在城墙上，笑盈盈地望向他。而在这个女人身后，还站着7、8个人，虽然身上都自带着一种上位者的气息，但此时每个人脸上都挤出笑容，看得出来他们不经常笑，笑得很诡异，像是一个恶犬在面对鸡腿时强行且艰难地挤出来的一个笑容。陈凡踏在这道庇护了永业大陆其中一个命脉的前线上，齐越从非洲上也走了下来，满脸漠然地站在他身后。此趟出行，齐越负责基础安保。他望向眼前一众人，停顿了一下后才有些迟疑，敢问哪位是这里的负责人？按照站位，应该是前面这个女人，但他从没见过一个防线的负责人是个女人。是我。他话音刚落，站在人群面前的那个女人便笑着迎了上来。怎么，瞧不起女人？陈凡眉头紧皱，身子稍稍往后退了一步。没有，只是没想到永业前线的负责人会如此年轻。年轻吗？女人好像很开心，一扫妩媚姿态，笑得有些合不拢嘴。陈狱主如此年轻，不也打造了一条江北防线吗？说明我们都年少有为。江北繁育，陈凡见过永业西部玄武1号前线总负责人，鬼巢肆虐，人人献力，繁育也不例外。此趟前来，特意修建一条连通繁育和前线的空轨，此条空轨可运输一些物资，比如充足的粮食。女人深吸一口气说道：“说吧，你要多少鬼石？价格贵的话，我们可以谈谈。”一炷香后，永业西部玄武1号前线城墙上的指挥室内，女人盯着自己手里的茶杯，硬着头皮，用一种尽可能的官方的语气沉声道：“1号前线足足有77万人，每日消耗的粮食不是一个小数目。我想让他们吃好一点，但1号前线的物资线不少都被切断，剩余物资线没有余力运送粮食。若是用鬼石买的话，我们可能买不太起。”陈凡沉默了许久后，才轻揉着太阳穴，有些头疼道：“粮食不要钱，繁育免费援助你们，但肯定无法让你们做到江北防线的伙食。免费？”女人僵在原地，有些难以置信的抬头望向陈凡。她本以为陈凡想要一个不错的价格，但没想到的是，免费，真的免费。陈凡轻点了下头，这是来自繁育的援助，感谢前线守住永业大陆。这项交易是不需要你们付出什么的，但还有其他交易，比如繁育需要不少建筑蓝图，你们前线所缴获的建筑蓝图，只要是重复的都可以送到繁育，我们会给予一定的鬼石回报，包括那张蓝色品级的建筑蓝图。所
所以女人有些不解地望向樊玉。所以此次樊玉起来，单纯只是免费资助前线粮食，以及带回去一些蓝图。是的，太好了！女人怔了许久后，突然蹦起来，在屋里兴奋高吼着。陈凡嘴角微微抽了抽，走出指挥室，来到城墙边缘，望向防线外波澜壮阔的大海。刺骨海风迎面袭来，都走出屋子了，还隐隐能听见女人的兴奋声在屋内响起。陈玉主。而这时，刚才跟在女人身后的一个中年男人大步朝他走来，有些歉意的小声道：“我是1号前线的副负责人，婵姐她。他老师原本是1号前线的总负责人，但在这次雨季里，他老师牺牲了，他接手了这个位置。他老师是他如今还在世的唯一亲人，再加上又突然将1号前线的重担扛在自己身上，压力有些大，情绪变得有些不太正常，希望你见谅。无碍。”陈凡摇了摇头，这样他就大概可以理解。随后，这个中年男人笑了笑，走，陈玉主，我带你参观1号前线，请。两人肩并肩走在城墙上，齐越跟在身后几步远，双臂抱怀夹着一柄长剑，嘴里叼着一根狗尾巴草，望向防线外的海面，眼神有些波动，不知想到了什么。接下来，两人就这样一边交谈着，一边走在城墙上。男人给他介绍了不少关于1号前线的信息。走了许久后，陈凡站在城墙上，感受着脚下的厚重感，望向防线外，他也要拥有这样的一道防线，还是这种防线更有安全感。走了，城墙上，陈凡望向婵姐和一众负责人挥了挥手，没再多说什么。走上非洲，伴随着非洲升空，他也准备回家了。出门3个月了，有些疲惫，他站在甲板上，低头望向手里的那张蓝色品级的建筑蓝图。一宝名称：玄武炮，一宝效果：蓝色，一宝品级。建筑蓝图，城防建筑面板介绍极其简单，只有简简单单几行字。先回家，他伸了个懒腰，有些疲惫的打了个哈欠。先回去让他好好睡一觉再说。终于找到了永业大陆腹地，一座隶属于永业殿的城池里。裘一死站在一个装满各种玉简、牛皮纸等信息的屋子内，望向手里一张破旧老化的牛皮纸，呢喃着：上古时期，江北遇袭，不灭天师支援江北防线。自不灭天师手里有一个建筑蓝图，名为通天柱，据说许久未参悟完毕，其他建筑师尝试过均参悟失败。自从他知道樊玉的那个建筑名为通天柱，他这些日子就一直泡在藏书阁里，因为他总记得自己好像在哪里见过这3个字。难道樊玉发现了上古战场留下来的鬼矿？裘一死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现在看来，当时那个名为不灭天师未参悟的建筑蓝图，应该是被陈凡参悟完毕，并且打造了出来。就在这时，师傅，藏书阁外响起天一的声音。进来，裘一死收起手里的牛皮纸，笑着望向屋外。天一劫后余生逃过一劫，他得知这个消息后很是开心，尤其是在知道天一经历了天道赐福后，和他一样，火行僧的负面效果已经全无，实力大涨。很快，天一踏入屋内，面色认真地站在原地。这3个月内，我仔细调查了师傅你交代给我的所有人，其中确定了一个人已经是叛徒，并且上次支援7号防线的消息就是此人泄露出去的。裘一死笑了起来，笑得很开心，上下打量着天一，半晌后才招手唤来天一，来这边坐。泄露情报那个人是不是叫王发？师傅你知道？天一有些愕然，自然是知道的。裘一死笑着道：这是我给你出的一份试卷，我自然要知道正确答案。可师傅既然知道，为何没有任何动作？因为那样太浪费了。裘一死起身朝藏书阁尽头走去。这样一个传递过正确情报、被鬼族所信任的叛徒，对我们来讲也是极其好用的一枚棋子，在某些关键时刻，可以借其向鬼族传递一些错误情报，来扭转大局。他走到一面墙壁前，望向挂在墙壁上的画面。我已经跟上面的人汇报过了，过几年我就干不动了。你是我选定的永业殿西部行动组组长，负责所有西部行动组成员的调遣和任命。在最后这几年里，我主要负责培养你。下面你所看见的，都是永业殿西部行动组的最高机密。下一刻，面前这幅画突然无风自然，紧接着墙壁突然从中间裂开一道缝，缓缓打开，露出一条被油灯点亮通往地下的台阶。跟我来。樊玉忙碌了3个月的陈凡回到樊玉后，第一时间吩咐下去，沿着空轨给前线送批粮食去，然后才倒头就睡。休息了一晚后，陈凡站在城墙上，伸了个长长的懒腰，笑了起来。睡够了，开始干活。这几个月忙完了，接下来该忙樊玉自己的了。樊玉各个建筑也该升级一下了。就在这时，轰隆隆，轰隆隆，巨大无比的声音从天边传来，地动山摇，地面都在微微颤动，仿佛是天塌了一般。陈凡面色微变，快速走向一旁的非洲，飞在空中寻找声源。他什么都没看见。今天有雾，可是距离较短。他从怀里掏出传音符，沉声道，迅速探测声音来源。他现在最担心的一件事，那就是江北的那些山脉塌了。那些连绵山脉是永业大陆核心大阵的显现，可以说这些山脉才是挡住鬼巢登陆的主要手段。他们的防线只是缝缝补补那些阵纹碎裂区域。倘若江北的连绵山脉全都塌了，那缺口不可能补住的。江北必须得弃守，而且他还必须快速做出是撤守至新大陆，还是撤守至黄泉口防线。一旦入夜，鬼巢便会吞噬江北。很快他得到了回信，距离声源处最近的樊玉成员将消息一层层快速上报，最后传至陈凡手里。狱主，那是少秋的声音，从江北防线西边1号区段开始，地面在剧烈震动，像是有东西要从土里钻出来，并且在沿着江北防线快速蔓延，目前已经蔓延至江北防线西边27号区段。陈凡收到消息后，面色严肃地操控着非洲，快速驶向江北防线西边。不一会儿后，陈凡赶到了江北防线西边38号区段，此时已经蔓延到了这里。他看见了江北防线前面的地面上像是有地龙在地底快速前进般，泥土被翻涌到两侧，一路沿着江北防线向上快速蔓延。江北防线上的是神炮，炮
炮身上的纹路被齐齐点亮，已经随时做好了开火的准备，只待陈凡下达命令。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原本在江北防线外还没处理完的鬼物尸体，此时也被抛在空中。他能感觉到一个巨大的东西在地底沿着江北防线的位置快速移动，速度极快，且不知敌友。鬼物不可能，江北尚未沦陷，鬼物无法在白天活动。异兽培养物引来的，该死！陈凡嘴角抽了抽，好像还真有这个可能，只是引来的这条异兽是不是太大了一点？他的异兽培养物真的能待得住吗？就这架势，看起来压根就是地龙。是敌是友，先等冒出来头来再说。陈凡没有第一时间下达开火命令，只是宣布紧急进入战时状态。不少还在睡梦中的樊玉成员被第一时间唤醒，快速抵达自己的战时岗位。江北防线第一次在白天被完全运转起来，随时可以开火。终于，这条在地底不断翻涌的地龙抵达江北防线东部末端，翻涌停止了。下一刻，地面开始剧烈震动，紧接着，只见一条长达170公里的防线缓缓从地底冒了出来，矗立在海岸线上，距离他的江北防线只有数十米之远。什么情况？陈凡瞳孔骤缩，他认识这条防线，就是他在不灭天师御剑里看到的那条上古时期的江北防线。那道防线不是在上古时期沦陷了吗？怎么如今又出现了？而且他还看见无数人正在前方突然出现的那道防线上忙碌，只是这些人的身子看起来是半透明的，明显不是活人，而且没有转头看他们一眼，只是自顾自地忙活着。就在这时，耳边再次传来少秋的声音：“狱主，江北防线西边99区段，空中站着一个鬼魂。”陈凡眉头紧皱，快速操控飞舟抵达少秋汇报上来的位置。当他抵达这里时，远远便看到一个老者，鬓角发白，嘴角带着笑容，眼里满是遗憾和不甘，但又带着一丝释然，正在不断回首打量着身后那道防线，身子半透明，就那样悬浮在空中。他停顿了一下，才从非洲落到江北防线上，望向站在数十米外悬浮在空中的半透明老者。停顿了一下后，才试探性的迟疑道：“见过前辈，这里是江北繁域，不知前辈是？”老者没有回话，像是压根没有听见一样，只是不断回首望向身后防线。不知过了多久，老者终于望向前方，像是在仔细端详着江北防线，又像是迎上陈凡的视线，露出一个笑容：“日后的江北诸位，你们好，老夫是江北防线负责人老叶，很高兴见到你们。很抱歉，我们没有守住江北，江北防线彻底沦陷。临死之前，我已几命祭天，封存江北防线，这是我留给江北的最后一个礼物。如果还有人能听到我这段话。”老者的声音越来越低落，眉眼间掩饰不住流露出不甘和茫然。下一刻，面前这道防线上的所有人身子突然僵在原地，紧接着快速动了起来，显得极其紧迫。没有任何声音传来，却一眼就能看出来是鬼潮来袭。陈凡站在江北防线上，眉头紧皱地看着眼前这一幕幕。面前这道防线上所有身子半透明的人开始快速奔跑在城墙上，但城墙开始一道道崩塌，无数人的尸首漫天飞。他看不见一头鬼物，他所看见的这一幕是上古时期的江北防线沦陷前的最后一战，直至面前这道防线城墙近乎全都崩塌，已不见一丝身影。刹那间，长达170公里的防线布满裂缝，瞬间碎裂，化作阵阵白光，消失在空中。防线消失不见，仿佛他们刚才所看见的一幕只是过眼云烟一般，又好像是幻觉。而留在地面上的只有一道巨长的土痕，长达170公里，依稀告诉他们这不是幻觉。那个老者也已随着防线消失不见，只有这道被刨出来的土痕还在。紧接着，无数枚鬼石从土痕里飞在半空中，又轻飘飘地落在地面上，其中还夹杂着一些异宝和图纸，像是地龙图宝般。眼前这一幕极其梦幻，不像是真实场景。约莫1炷香后，这道土痕再不会往外吐任何东西。在众目睽睽之下，这道土痕又再次缓缓愈合，重归完好，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这是阵法。陈凡走出江北防线，站在刚才那个土痕浮现的地面上，亲眼看到这一幕的齐越快速赶来，有些急促道：“狱主，这是上古时期布下的阵法。上古时期江北防线沦陷时，将一些还没消耗完的鬼石、异宝等全都埋在地底深处，不想被鬼物获得。此举需要大阵辅助完成，并且在触发某个特殊节点，当这座大阵判定为此时江北不是沦陷区，所吐出来的东西不会落到鬼物手里的时候，大阵便会被现世，将所藏起来的鬼尸等吐出来，留给后人。”言语间，齐越有些唏嘘道：“现在几乎没有哪个势力能布出这种规模的大阵了，总感觉从上古到现在断层了很多东西。”陈凡没有讲话，只是眉头微微皱起，望向脚下。他终于知道，为何江北明明是上古前线，却没有一座鬼矿，反而江南不是前线，还能时不时发现一座鬼矿了。上古时期，江北防线在沦陷前，将所有鬼矿都埋在了地底深处，一个深到连魏魏都完全感知不到的深度。而那幅幻象，则是让他觉得以前地人颇为纯粹。良久后，他才低声道：“不用道歉，江北如今有樊玉镇守，不会再沦陷了。”一众樊玉成员已经走出防线，将从地底吐出来的这些鬼石快速收拢起来入库。这是上古时期的鬼石，在跨越数千年后依旧完好无损。在经过这个小插曲后，陈凡才继续回到无名山，再又一次亲眼看到上古时期江北防线的沦陷，让他觉得如今的江北防线还是不太够，必须变得再强一点。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大半年，很快雨季即将再次来临。10月末，陈凡正独自一人走在樊域各个区域，不断升级着樊域的各个基础建筑，比如建筑工坊。他停在那座已经满级的建筑工坊面前，笑了起来。这大半年内，他已将载具工坊升至9级，多了2个可打造的载具，其中这2个载具都为樊域帮了大忙。比如在载具工坊升至8级后，新增加了一个载具巨鬼，移动速度较慢，
负重能力较强，是一个足足30米高的人形巨鬼，打造条件极其苛刻，需要100万枚鬼石加1具大鬼尸体。但效果，陈凡偏头望向不远处，一个巨鬼正将通天柱扛在肩膀上，一步一个脚印朝无名山后方走去。是的，通天柱高达数百米的巨大存在，就这样被巨鬼扛在肩膀上。有了巨鬼之后，很多以前难以办到的事情，现在都可以轻松完成。这是在巨攻防升至8级的新增可打造的奖励。至于升至9级的，陈凡又望向不远处江北防线上不断飘荡着的剑修。升至9级所新增的再举是飞剑，3尺清风，可踏剑飞行，极帅。就是速度不算太快，比不上非洲。凡域内购价会便宜一点，不少凡域成员会买上一柄飞剑，平日里用来代步和耍帅。他也是过了，并不帅，至少御剑飞行就不能主手杖了，但不随身拿着翡翠手杖，他有点没安全感。至于10级，再具攻防暂未升至10级，升至10级需要消耗一个天才地宝天潜木，他以前没见过这种天才地宝，也没听过，暂时无法升至满级。就在这时，耳边传来缺侯的声音：“少爷，雨季即将来临，都基本准备好了，就等你来视察了。”来了。陈凡登上江北防线，新的雨季即将来临。这一年的江北防线基本上没发生什么变化，但马上就要迎来变化了。樊玉积攒了1年的鬼石，他站在城墙上，远眺海边，笑了起来。下一刻，这条长达170公里的江北防线开始缓缓震动，紧接着开始肉眼可见的快速拔高。1到6级城墙升至7级城墙需要7000枚鬼石和1枚猴头果，在消耗了11.9亿枚鬼石和17万枚猴头果后，江北防线的城墙来到了清一色的7级，正式踏入7级防线，高度来到了50米，面前也在不断弹出一则面板。城墙升至7级，坚固强度增加，请选择升级方向。1、降低安置在城墙上的城防建筑鬼石消耗。2、略微再次提升城墙的坚固程度。3、远距离攻击城墙的敌人对城墙造成的伤害会较低。陈凡望向面前不断弹出来的面板，清一色的快速勾选了第一个升级方向。然而，陈凡虽然看似在机械式的勾选着第一个升级方向，但注意力却极其集中，很快便看见了一则特殊的面板：城墙升至7级，坚固强度增加，请选择升级方向。1、已质变。万家灯火，城墙本体将自带鬼火范围，鬼火范围取决于安置在城墙上的最高等级鬼火。该质变升级方向可生效在相连城墙上。稀有。2、近距离攻击城墙的敌人有较低概率遭到一定伤害反弹。3、远距离攻击城墙的敌人对城墙造成的伤害会较低。陈凡笑了起来，稀有级别的升级方向，若是这则升级方向出现在其他防线上，顶多也就是省点每日维持鬼火消耗，但生效在江北防线上，那就真的是质变了。江北防线拥有万里长城的传奇质变，完全可以做到1+1大于2的效果。他继续开始再确定一个面板，在没有出现这种可与相连城墙生效的升级方向。很快，江北防线彻底升级完毕，高度来到50米，一座长达170公里的7级防线矗立在江北。但这并不是一个结束，还在继续。樊玉这一年里储备了大量鬼石，为的就是在这次雨季来临前可以有一个大爆发。继续升级，在17亿枚鬼石和17万枚猴头果砸下去后，城墙开始再次攀升，来到了80米，面前再次弹出一则面板：城墙升至8级，坚固强度增加，请选择升级方向。1、降低城墙附近的鬼火消耗。2、提高城墙附近的人类体力恢复和伤势恢复。3、加强城墙上的纹路效果。第3个，他开始继续清一色的勾选第3个升级方向。很快，江北防线已经来到清一色的8级城墙、8级防线，但这依旧不是结束。从8级城墙升至9级城墙，需要消耗2万枚鬼石和任意天才地宝2株。王奎站在城墙上的陈凡望向已经待在一旁的王奎，笑着道：“仓库内的猴头果还有多少？”还有197万枚。这些日子产出的猴头果全都储备在仓库里。王奎恍惚地呢喃着：“那足够了。”陈凡轻笑着：“这些日子他基本就待在樊玉，哪里没去，主打一个重点。不小心种出来了100万枚猴头果，鬼石足够，猴头果足够，此时不升级，更待何时？”继续，城墙开始快速爬升，宛如一个被埋在土里的巨人，从地底钻出来一般，最终高度停留在100米。100米，这是永夜西部玄武1号前线的高度。如今的江北防线，论城墙强度已经远超1号前线，至少1号前线可没有什么鬼血纹路。共消耗34亿枚鬼石和34万颗猴头果。城墙升至9级，坚固强度增加，请选择升级方向。1、显著提高城墙附近的人类体力恢复。2、显著降低城墙附近人类的饥饿感。3、显著增快城墙附近人类的伤势恢复。他清一色的选择了第一条，有祭坛无需恢复，有粮仓无需挨饿。今日是距离雨季降临的最后一天，无数樊玉成员今日起了个大早忙碌着，而他们很快就看到了令他们震撼的一幕：江北防线正在不断拔高，拔高再拔高，沉寂半年，为的便是一鸣惊人，竟然还不是终点。陈凡微微一愣，望向面板上的信息，突然笑了起来。就连他也以为升至9级城墙已经是终点了，难以继续升级到10级了，毕竟9级了，已经和永夜西部玄武1号前线一个级别了，足够了。江北又不是前线，
没那么多鬼巢，而且升至10级的条件肯定很苛刻，江北短时间内肯定完成不了。只是条件确实很苛刻，只是对于樊玉来讲不算什么。城墙升至10级需消耗5万枚鬼石和5株任意天才地宝，这仅仅是1到9级城墙升至10级城墙的费用，这则条件已经能压垮很多势力了。下一刻，江北防线再次开始拔高，直至停在200米，这是满级城墙的高度。200米宛如连绵山脉一样矗立在江北海岸线上，面前开始再次弹出一则面板，城墙升至10级，坚固强度增加，本次升级无升级方向，且已升至满级。紧接着又再次弹出一则面板，城墙已升至10级，已升至满级，无法再次提升，获取满级效果声如鸿怨。你站在城墙上所发出的声音，可响彻天地间。江北防线10级防线，樊玉终于拥有了第一座10级防线。陈凡站在江北防线上远眺海面，轻笑着。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将西荒岛各个缺口，比如7号防线和黄泉口防线都彻底接管，放弃原先防线，打造属于江北自己的防线。他要将西荒岛的缺口彻底堵起来，打造一个鬼族绝对奈何不了他的安全区域，然后便可以大肆朝各个永夜前线支援噬魂雕塑等辅助建筑，这是能影响整个战局的举动。届时鬼族肯定会气急败坏的偷渡来找他，然后便会看见西荒岛3个缺口上驻扎着3到10级防线，一个连9级防线都奈何不了的前线鬼巢，经过百不存一的偷渡，又能奈他何？他要将西荒岛打造成一个绝对安全的地盘。狱主一旁已经彻底懵住的王魁站在城墙边缘望向下方，高度甚至让他有些晕眩，足足200米高啊，是不是浪费了一点？江北没那种规模的鬼巢，浪费。陈凡笑了起来，咂巴着嘴。新大陆那边辛辛苦苦挖鬼石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放在仓库里生孩子吗？这里我们的后方足够安全了，我们在外才能为所欲为，不然你看我们现在提心吊胆的运点粮食去前线，都担心被鬼族惦记，多少有点不爽。鬼石还是不够多啊！他盘算着樊玉如今剩余的鬼石数量，升至10级城墙消耗了85亿枚鬼石和85万颗猴头果，如今樊玉只有99亿枚鬼石和78万枚猴头果了。彻底接管黄泉口防线和7号防线，并将这2道防线升至10级防线，肯定是做不到的。不过可以先接管黄泉口防线，将黄泉口防线当做第2道备用防线，在黄泉口防线前方打造一条属于樊玉的樊玉黄泉口防线，不求满级，7、8级还是没问题的。对付偷渡来的鬼巢足够用了，然后再接管7号防线，时间还是不够用啊。陈凡有些惋惜道，要是再给他5年平稳发育的时间就好了。新大陆古战场的鬼石已经全挖完了，现在挖的鬼石都是君临天下形成的天然露天鬼矿。夜深了，雨即将临了，关西平原各个势力如去年一样前来支援，只不过当他们抵达江北防线时，看见眼前这高达200米的城墙，纷纷沉默在了原地，久久不语。今年有点太安全了呢！轰！雷声陡然炸开，彻底揭开了雨季的序幕。当第一只鬼巢满眼暴虐的从海里冲上陆地时，突然呆在原地，随后脑袋艰难的上仰，不断上仰，最后才看见了那几乎在天上的防线顶端。原本暴虐的瞳孔中突然多了一丝清明，有些茫然的回头望向身后正在怒吼着下达命令的大鬼，眼里闪过一丝疑惑和茫然，像是在说：“你是让我们冲垮眼前这道防线？我们真的是我们，今年不害怕了。”江北防线西边1号区段，今年还负责这里的樊玉成员望向身旁那个显得极其兴奋的屠仙圣地弟子，今年还是他俩负责这处防线区域，不害怕了。这个屠仙圣地的弟子嘴角都快咧到耳根子上去了，今年实在不知道该怕什么，就算这里变成前线，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嘿，樊玉成员同样笑了起来，或许是时候考虑结婚生子了。如今的情况，孩子生下来能活。夜色中，一辆辆高铁从樊玉出发，从高空的空轨中穿过黄泉口防线，直达永夜西部玄武1号前线。以前他肯定不敢光明正大送这些战略物资去的，但此时管他的，有本事你就来干老子！正待在江北防线上欣赏自己10级防线的陈凡，突然怀里子母室里响起了一个老者的声音：“陈狱主，我是永夜大陆西部玄武1号前线的总负责人。”陈凡眉头轻挑，他记得这个男人的声音。大半年前他去1号前线的时候，这个男人带他参观了前线，讲解了一些东西。只是他记得这个男人不是2把手了，1把手是个女人。禅姐死了，鬼巢来袭，打头阵的大鬼出言挑衅。禅姐走上城墙回应，中了暗箭。我现在负责接管永夜大陆西部玄武1号前线，暂时担任总负责人。子母石那边的声音停顿了一下后，才再次开口：“我代表1号前线所有人感谢樊玉支援的噬魂雕塑，10万枚鬼石一座的售价，我相信对于樊玉来讲是亏本售卖，真的感谢。但我们抓到了一个叛徒。”可惜那个叛徒已经将消息泄露给鬼族，鬼族可能会偷渡前往西荒岛。抱歉，通讯挂断。陈凡摸了摸鼻子，10万一座，其实他没少赚，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禅姐死了。他眉头微微皱起，依稀记得那个他刚抵达1号前线，这个行事风格颇为出挑的女人，雨季不是才刚降临吗？大鬼出言挑衅，他轻叹了一口气，这也是命了。先去加固下黄泉口防线，鬼巢可能要来偷渡了，先做好准备。黄泉口防线很短的，只有27公里，消耗不了多少资源。他又看了眼江北防线下那群蹦蹦跳跳的鬼巢，哪怕是席卷浪花而来，也根本触碰不到城墙顶端，甚至都不用是神炮开火，就让他们搁这儿爬个数十天的，都怕爬不到城墙上来。200米高，开玩笑呢，比这些鬼巢命都高。紧接着，一辆辆樊玉高铁承载各种物资，迎着夜色驶入江北荒原，向着黄泉口防线位置疾驰而去，准备去接管黄泉口防线。都做好
好准备。黄泉口防线负责人有些紧张的在城墙上不断巡视着，这是他担任总负责人的第2年。虽说他们是内陆防线，不会被鬼巢侵蚀，但去年的惨烈还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万一今年还有呢？此时已经入夜数个时辰了。就在这时，他怀里的传音符突然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这里是江北繁域，黄泉口防线即将迎来大批鬼巢，不是黄泉口防线所能抵挡的存在。从此刻起，江北繁域正式接管黄泉口防线。”话音落下，在鬼火照亮范围中，一辆辆高铁从关西平原的黑夜里驶入黄泉口防线。紧接着，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艘非洲便从黑暗中驶来，和城墙齐平。陈凡拄着手杖走上城墙，望向黄泉口防线负责人，笑着道：“还用自我介绍吗？你应该认识我吧？江北繁域，陈凡。开城门，繁域要在前方打造一道繁域黄泉口防线。”很快，黄泉口防线数个城门开启，数辆繁域高铁顺着早就铺设好的线路驶向黄泉口防线外。这大半年，他早就是在繁域和黄泉口之间铺好了2条线路。高铁驶出黄泉口防线的瞬间，一个个巨大的巨鬼从高铁上跳了下来，还有大批繁域成员开始原地卸火，各项物资被快速搬至下方，并快速再次返程。有鬼火，有噬魂雕塑，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等物资。一座座临时鬼火被点亮，驱逐了一大片黑暗，为繁域黄泉口防线开始提供打造范围。陈凡坐着非洲开始快速铺设1级城墙，长度只有27公里，不到1炷香的功夫，他便打造了一堵27公里的繁域黄泉口防线。接着，他又不断的对城墙进行升级。很快，繁域黄泉口防线升至7级，一座座被正式安置的10级鬼火被点亮，整个繁域黄泉口防线被瞬间点亮，灯火通明，黑暗瞬间被驱散了一大片范围。站在黄泉口防线上的负责人看见这一幕，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眼里满是骇然和难以置信。这是他第一次如此直观的了解繁域实力，第一次见识到什么叫做繁域速度。这他妈有些太恐怖了！这才过去多久，原本空空荡荡的荒原上就凭空搭建起了一座防线，这速度，那些繁域成员像是经过了无数次训练一般，配合的极其默契。一座防线近乎就这样刹那间凭空升起。他看见那些穿着统一服饰的繁域成员，突然一时间感觉繁域才是正规军啊，他们都是啥啊？那不纯民间自发组织吗？黄泉口防线上所有负责守城的成员和驻守在此的建筑师都登上城墙，茫然地望向眼前这一幕。眼前这一幕对他们来讲是种冲击，绝对的降维打击。陈凡此时已经生嗨了，站在城墙上，在鬼石化作液体顺着铜管快速流淌进城墙，顺着高铁搬运过来的猴头果不断融化流淌进城墙内。这道繁域黄泉口防线再次升级，8级、9级、10级，眨眼功夫，在消耗了25.8亿枚鬼石和24.3万颗猴头果后，这道长达27公里的繁域黄泉口防线被径直升至10级，高达200米，矗立在原先那道防线前面。防线已经升级完毕，但各项工作还需完成。陈凡站在城墙上，开始打造城防建筑。老规矩，是神炮、防空炮，整个过程行云流水。没多久，长达27公里的繁域黄泉口防线上的城防建筑便已全打造完毕。接下来便是重头戏了。陈凡望向永业领主面板那门造型有点夸张的玄武炮，笑了起来。大半年前，他去永业西部玄武1号前线最大的收获，就是拿到了这个蓝色品级的城防建筑。玄武炮